我只是花368买了个游戏，就被女儿发到网上网暴，甚至还被网友线下暴打。在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暴击下，我直接突发心肌梗塞倒了下去。此时脑中回想起女儿网暴自己的画面。天啊，我真的受不了！我爸都40多的人了，竟然还偷偷花钱充值游戏。姐妹们，不吐不快。前几天用我爸的手机，偶然发现他花348购买了一款单机游戏。我真想不通，我爸40多岁的人了，沉迷游戏就算了，还偷偷花钱充值，他就不能找点不要钱的爱好吗？现在越想越觉得他自私。我家每个月都要还房贷车贷，下半年我还要出国留学，可他却偷偷背着家人，把钱花在这种没有意义的事情上，真是气死我了。姐妹抱抱，再忍几年会好起来的，大不了等他老了，直接往敬老院一送，眼不见心不烦。送什么敬老院啊？还花那钱干嘛？要我说，直接往老家乡下一扔，每月寄点米面，保证饿不死就行了。都21世纪了，居然还有这种事，气得我想哭。这个男人真的太自私了，一点男人的责任和担当都没有。再睁开眼，我发现自己躺在救护车上，脑子一片空白，身体阵阵麻痹。病人突发心肌梗塞，情况很危急，通知他的家属了吗？通知了，只是怎么了？病人妻子说他正在美容院，不能过来。那你通知病人的子女了吗？我也给病人的女儿打过了电话，她说她和同学在外地，也来不了。这都是什么混账啊！这是在聊自己吗？妻子是怎么回事？女儿又是怎么回事？自己今年才刚大学毕业，婚都还没结，哪来的妻子和女儿？自己明明是修空调的时候从上掉下来，怎么就变成心肌梗塞了？我转过头，玻璃上倒映出的是一张哀愁的中年男人的脸。下一秒，海量的记忆涌入我的大脑中，原来自己穿越到这个同名同姓的中年男人身上了。原主42岁正当壮年，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的中层技术骨干，年薪50万。妻子江凡39岁，是全职家庭主妇。女儿吴倩倩19岁，目前大一在读，下半年准备去国外留学念书。而自己现在之所以躺在救护车上，正是因为原主无意间刷到女儿在网上网暴自己，当即突发心肌梗塞晕死过去。我深深地叹了口气，为这个男人感到不值。虽然在外人看来他是家庭幸福美满，但实际家庭地位连家里的宠物狗都不如。此时原主的记忆在我的脑中浮现。有一次男人买回家5块牛排，女儿吃了2块，妻子吃了1块，家里的小狗吃了1块，最后剩下1块，女儿却说要带去给同学吃。你这个当爸的，不至于还要和女儿抢吧？于是他便只能吃昨天的剩菜。上个月小舅子要订婚，妻子要他把那套父母留下的房子重新装修之后借给自己的弟弟居住。搬家那天，妻子还在酒店给弟弟张罗了一桌豪华的乔迁家宴，他则是向公司请了假，从早到晚和搬家公司一起忙碌。等到拖着疲倦的身子赶到酒店，已经人走茶凉，只剩下服务员在收拾满桌子的残羹剩饭。事后妻子还埋怨他办事不上心，明明全程都在现场盯着，还让搬家公司画花了一块床角的瓷砖地板，坏了自己弟弟婚房的风水格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明明月薪4万，却连花400块在自己身上都要偷偷摸摸的。与此同时，妻女却是心安理得的挥霍无度。现在就连他突发住院，二人都漠不关心，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供养者。哎，你醒了。护士终于发现已经醒了的陈瑜，更加难以置信的是，他的心电图已经恢复平稳，和健康人无异。谢谢你们，我已经没事了，请让我下车。在陈瑜的强烈坚持下，救护车只能在路边停下来。医生、护士、司机等人目瞪口呆地目送陈瑜离开。他们从业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遇见这种惊为天人的医学奇迹。既然自己命不该绝，老天给了一次穿越重生的机会，那就要精彩的活这一世。我只是花200买了2包和天下，老婆就立马打电话过来质问：你不是在医院吗？怎么在便利店花了200块？你买了什么那么贵？这个臭女人，自己老公病了不闻不问，反而老公花了200块钱，马上就来兴师问罪，真是装都不装。我买你。然而下一秒我就觉醒了10倍返还系统，我的所有花费都会10倍返还。我拿出手机查看，果然到账2000元。欣喜之余，我立即又买了2瓶999的43度飞天茅台，下一秒果然10倍返还了。于是我又立即前往手机店买了一部最新的折叠屏手机。就在这时，我突然又有了想法。那对母女不是见不得自己花钱打游戏吗？既然如此，我就去配一台最顶级的游戏电脑吧。来到店里，我直接跟老板说了一套顶级配置，这给老板吓得直冒冷汗。能够一口气说出现今市面上最顶级的部件的配置，这绝对是行价中的行价啊！你能配吗？大哥，能配是能配，就是。老板显得有些为难，不敢提价格的事情。要多少？大概需要15万。老板犹犹豫豫、瞻前顾后的报出了这个价格。因为我表现得太过专业，他反而不敢祭出宰人的屠龙刀，甚至报出了一个略低于市场的价格，生怕会得罪什么人物。而我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把钱给老板扫了过去，随后留下自己的地址和电话就离开了，只留下老板在风中凌乱。随后我又去商场买了2块总价87万的劳力士手表，
做完这些，我的账户余额直接飙升至937万。看着余额的数字，我心情没有了最初那么激动，因为我知道这只是刚刚开始。接着我回到家中，一进门家里正在吃牛排的泰迪就开始跟我龇牙。自己辛辛苦苦在外奔波赚钱养家，每天中午只能吃12元的街边自助餐，能省则省。可是妻子和女儿养的狗却有专人送牛排上门喂养，这才是真正的叫做家庭地位不如狗啊！但此时的我已经懒得跟这畜生计较，可谁料这时泰迪居然大摇大摆溜进了我的房间，然后就在我的眼皮底下对我的枕头撒尿。呵呵，这畜生是在阎王桌上翻身死步，死期到了。我一个箭步冲上去，直接把它结果了。这么小一只狗压根没有反抗之力，本想直接把它丢垃圾桶，但又觉得可惜，于是我直接起锅烧油，葱姜爆香，再倒入2瓶43度飞天茅台，小火慢炖2小时。不愧是天天喝新鲜牛奶、吃鸡肉牛排的狗，味道就是香。就在这时，我的电话响了，原来是邻居刘哥打电话来让我挪车。随后我来到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只见刘哥站在他的车前，他的车位被两边的车格占了一点，导致他的车停不进去。而这2辆车都是我家的，一辆奔驰过户到妻子江凡名下，另一辆宝马是送给女儿吴倩倩的大学礼物。今天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以前每次都是我下来挪车赔礼道歉，和刘哥说好话。事后我也劝告妻女停车要停好一些，以免影响邻居停车，结果换来的却是2人大大的白眼。我只越线了一点点，他又不是停不下，每次都要打电话，真是小心眼。我看这个老登就是小题大做，不知道我们女司机技术没那么好吗？就不能谦让谦让？我来到刘哥面前，递上了刚买的和天下。哥，真是对不起你。刘哥看见不是以往的红塔，而是和天下，顿时愣了一下。哎，老弟啊，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就是你家的那口子和你那女儿实在太不像话了。邻里邻居的，我也不想说话太难听，但是他们真的欺人太甚了。3天2头就这样来一次，根本就没把人放在眼里。刘哥知道陈鱼的难处，理解他，也不想为难他，但是这口气换做谁都咽不下。哥，真的不好意思，他们都去外地了，车钥匙没放在家，但是请你放心，今天你这车我说什么也得让你停进去，请等我一下。我说完便去了趟保安室，等我再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把拆墙用的大铁锤。我亲手砸毁了自家的2辆豪车，只是为了让邻居把车停进车位。刘哥，我刚刚说了，今天无论如何都要让你把车停进去。随后我继续举起大铁锤，砰的一下，直接把宝马的车头给砸凹了进去。兄弟，不至于，真的不至于，我停外边去也行，等改天你爱人和女儿回来了再来挪车也一样的。我这铁锤既然举起来，就没有放下的道理。我不顾刘哥的劝阻，又补了几锤，直接把宝马越线的部分都砸了进去。这下宝马车终于不越线了，但这车也彻底废了。这巨大的动静把小区的保安还有附近停车的邻居全都吸引了过来，他们看见这一幕全部惊骇不已，还以为我和刘哥发生了什么矛盾。刘哥赶紧澄清了事情的经过，众人不禁对我肃然起敬，当然也为这辆40多万的宝马新车感到可惜，但我可一点都不心疼。我意犹未尽地走向了一旁的奔驰。哎，兄弟，可以了，我现在停得进去了。刘哥，今天我必须给你一个交代，也必须给我家那婆娘和女儿一个教训，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社会公德。砰砰砰，连续几锤下去，奔驰越线的车身全部被物理砸入线内，这辆60多万的奔驰也宣告报废。刘哥，现在你可以停车进去了。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陈鱼吗？怎么突然之间变得那么有血性了？周围的邻居更是对此惊叹不已。真是不好意思，耽搁大家时间了，鄙人家门不幸有恶妻孽女如此，希望大家千万别包容。就这样，众人很快散去。自这一夜之后，整个小区再也没有出现过乱占他人车位的现象，物业都恨不得把陈鱼供起来。而砸完车的我刚回到家中，手机就响了起来。我拿起来一看，原来是江凡的亲弟弟江灿，也正是我的小舅子。都30出头的年纪了，还整天不务正业，一坨烂泥扶不上墙。他打电话来，除了要钱就没别的事。于是我果断挂了电话，可他又立马打了回来，我直接再次挂断。随后江灿改发了条消息过来：你有毛病啊，一直挂我电话，快点给我转2000块钱，今晚我要请朋友喝酒唱 K。我直接被气笑了，这傻逼真把我当提款机了啊，要钱都这么拽。但突然我记上心头，于是便给他打了回去。你神经病啊，一直挂我电话。我在加班开会，快点给我转2000。我哪有钱啊，都在你姐那里啊。行啊，姐夫，你就别和我装了，像以前那样直接提取公积金转给我不就行了吗？我姐又不知道。这不行，我经常提公积金转给你，你姐已经怀疑了。那你要我怎么办？我都和朋友们说了，今晚请喝酒唱 K， 你这不是要我下不来台吗？哎，可是我现在也没钱，不过明天公司倒是要补发一笔奖金，8点财务上班就到账，这笔钱你姐不知道。有多少？大概10万吧。姐夫，这笔钱我不告诉我姐，但是你必须借我8万。啊，这样吧，你先和朋友去，不管消费了多少，明早我都过来给你买单。江灿欣喜若狂，想着既然拿不到现金，那他就准备要花光那10万。你到了地方记得发照片给我，明早9点前我去找你。
随后我便挂了电话，就等明天的好戏了。而这段时间我也没闲着，我下楼买了3个联网摄像头，随后分别安装在了客厅、厨房和书房。接着我打开手机确认了下效果，果然让我十分满意。就在这时，江灿发来了图片和定位。姐夫，我们已经到了，准备嗨个通宵，记得明早9点前过来买单。对此我只是冷脸一笑，并回复了个好的。随后我也来到了这个商 K， 找到他发的那个包间后，只见江灿如同众星拱月一般坐在最中间，那是相当快活。我冷哼一声，直接走进了他隔壁的包间。紧接着服务员递上消费账单，请我签字。这间包房的最低消费是68000，我毫不犹豫的签完，表示自己想一个人静静，别让人来打扰我。之后我随便整了点喝的，便沉沉睡去，直到第二天早上服务员来敲门我才醒来。现在几点了？客人现在是早上8点。哦，买单吧。丁，检测到宿主有一笔用于自身的消费，已10倍返还，请注意查收。我有些困，能在这里再躺一会吗？当然可以，您请放心休息。服务员走后不一会，我就听到隔壁传来开门声，只见小舅子和他的狐朋狗友终于出来了。随后小舅子单独跟服务员返回包厢，没过一会我的手机就响了，正是这傻逼打来的。等了一晚上，这好戏终于也上演了。小舅子在商 K 狂花10万却让我付钱，而我直接答应下来。姐夫，你怎么一直不接电话啊？快来帮我结账啊，不然他们要对我不客气了。我刚在开早会呢，财务还堵在路上，奖金没法到账啊。不过你放心，钱一到账我就立即给你转过去。随后我直接挂了电话。这傻逼，你就慢慢等着吧。半小时后，小舅子又打来电话，我直接挂断。随后他又发消息轰炸我，而我全当没看见。光是看着这些消息和未接电话，我都能想象到这傻逼现在是多么的焦急和无助。刷了10分钟手机后，我走出包间，悄悄走到小舅子的包间门口。只见小舅子正跪在地上苦苦哀求，他不断给我打着电话。这次我接通电话，姐夫，钱到底到账了没啊？刚刚收到消息，公司的财务卷款跑路了，你自求多福吧。陈宇，你他妈！江灿终于意识到自己被耍了，但是为时已晚，我直接挂断电话，再把他拉黑。很快包间里就传来了阵阵求饶和惨叫。妈的，没钱还敢装大款，姐妹们给我上！正当我在门外看得正爽时，我的手机响了一下，是家里的监控发来的预警。点进去一看，原来是老婆江凡回家了。这下又有一场好戏要上演了。贵贵，妈妈回来了。只见江凡一回家就满屋子找狗，不过他的贵贵永远都不会回应他了。奇怪，狗哪去了？难道是宠物店的员工带它出门去溜了吗？算了，先吃点东西吧，饿死我了。他打开冰箱，只见里边有一碗色泽很诱人的炖肉，于是他就顺手放进微波炉加热，然后就和闺蜜陈琳开始煲电话粥。真是服了，现在诈骗真多。昨天我接到电话说我老公突发心肌梗塞昏迷了。你就不怕是真的呀？哼，要是真的才好呢，我给他买了好多保险，他真要没了，我和倩倩起码能拿到将近1000万的赔偿。那也亏的，你老公现在1年能挣50万，起码还能再干10年，退休后也还能领20-30年的退休金呢。就是喽，要不然我早和他离婚了。不说这个了，我老公昨天居然敢在电话里骂我，真是气死我了。这次他给我下跪求饶都没用了，这次我要趁这个机会让陈宇把所有家底都吐出来。他所有房车不都在你母女名下吗？他爹妈留下了一栋老宅，还有一套商品房，尤其是城中村的那栋老宅，地皮可值钱了。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弄？我之前和陈宇提过，把他爸妈那套商品房送给我弟弟当婚房，他口头上答应了，这次我非得逼着他马上去把户过了不可。还是凡凡你会算计啊？那当然。这两个自以为是的女人并不知道他们的对话都被我听得清清楚楚，对此我轻蔑一笑。这算盘打得倒是好，只可惜我早就不是以前的陈宇了。就在这时，炖肉加热好了，一股浓郁的香气扑面而来。随后江凡迫不及待把肉端出来尝了一口，真香啊，太好吃了。这到底是什么肉啊？江凡完全停不下来，一口接着一口，很快就把一盘都吃完了。可突然他在碗底的汤汁中碰到了一个金属圆环，这是什么东西？好眼熟啊！下一秒，江凡突然愣住了，整个人像是被雷劈一样，愣在那里发抖，因为他终于认出来了，这正是家里泰迪狗的纯金脚环。这下他再也忍不住了，他疯了一样的跑进厨房，对着水池疯狂呕吐，连胃里的黄水都一起吐了出来。过了好一会，他颤巍巍的拿起手机给女儿打了过去。倩倩，你爸把贵贵杀来炖了。哎呀姐，不好意思哦，不小心给你弟打成这样了。这态度还说啥了？不就是没付钱吗？来，把账单拿来，一共是99600块。多少？反复确认价格后，江凡只能是心疼的拿卡出来刷，可很快他就发现他的所有银行卡都刷不出来了。正是因为不久前我把给他的卡全部注销了，里面的钱也全部转移到我刚办的新卡里，彻底断了对这对母女的无底线供养。不仅如此，我还贴心的把小舅子在商 K 快活的照片发给了他的未婚妻许蜜，而另一边没办法的江凡只能带了10万块才把钱付了。然而两人刚走出会所，就碰见怒气腾腾找上门来的许蜜。
江灿，你个王八蛋！秘密，你听我解释，我是中了我姐夫的圈套啊！是姐夫绑着你，还是逼着你来的？江灿，我们分手，你和你找的小姐结婚去吧。小徐，你说话不要这么冲动，别忘了你和我弟弟已经订了婚，你家那边是收了彩礼的，彩礼我还给你们就是了。可突然他想到了什么，马上更正。不对，是还给江灿的姐夫。真当我不知道那笔钱是他姐夫出的吗？你们姐俩有一分自己的钱吗？我呸！徐密一记杀人诛心，直接把姐弟二人的底裤都给扒了，让两人瞬间无话可说。随后愁眉苦脸的两人回到了家，紧接着女儿吴倩倩也回来了，一进门他就破口大骂：这个老东西到底是犯了什么病，杀了贵贵，还停了我信用卡，我非要去找他问个清楚。说完他就夺门而出，可当他来到地下停车场自家的2个车位前，他两眼一黑，整个人都傻眼了。只见自己名下的宝马和妈妈江凡名下的奔驰都被砸得稀烂。我的车到底是谁干的？此时2辆破车中间的车位上，刘哥正准备开车出门，吴倩倩两眼冒着火不分青红皂白，上去就一脚踹在刘哥的车门上，把车门都踹凹进去了。不仅如此，他抡着王八拳就开始疯狂攻击刘哥。刘哥一时招架不住，被他追着满停车场乱跑。巨大的动静引来保安，这才把吴倩倩拦了下来。这个老逼灯砸我的车，你们别拦着我！你有病啊！谁砸你车了？这车是你爸砸的，不信你问你爸去。怎么可能是我爸砸的？敢做不敢当，你还是不是男人？虽然吴倩倩也觉得这2天自己的生物爹有点反常，但她还是相信陈瑜做不出这么疯的事情。是真的，就是陈哥砸的，我们大家都亲眼看见的。这时周围的人纷纷为刘哥作证，这让吴倩倩愣住了，一时间竟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你爸那是为了教育你们这对疯批娘俩，好让你们这对霸道的母女知道，不是普天之下尽是你妈，谁都要惯着你们。与此同时，保安打通了陈瑜的电话，并说明了这里的情况。出乎众人意料的是，陈瑜居然来了一句：刘哥，你千万不要迁就，该报警就报警，该验伤就验伤，该定损就定损。陈老弟，倒也不用闹这么大，你回来好好教育一下你女儿，让她道个歉，这事就算了吧。然而电话那头的陈瑜却坚持大义灭亲。这样吧，刘哥，我这边帮你报警，你不用顾虑我的面子，跟警察实话实说，我们让警察来公正的处理。吴倩倩本以为陈瑜不过是吓唬自己，但很快到来的警车瞬间将她的侥幸心理打破，这下吴倩倩才真的慌了。我要给我妈打电话。她不是后悔了，只是怕了。我亲手报警抓了女儿，又伙同邻居向妻子索赔100万。我女儿不就打了你2下吗？怎么可能要100万？那你还是拿钱多给你女儿在看守所买2床被子吧，免得她睡在尿桶旁边冻感冒了。我深知妻子江凡非常疼爱女儿，不可能让女儿因此留下案底。果然没多久电话又打了回来。100万就100万，活该你没儿没女没老婆，拿着这笔钱下半辈子去养老吧。好，下午派出所见，我要现金。老陈你当真料事如神啊。我去放个水。我也去。2人走向卫生间时路过了一个包间，只见里面一群包工头似的生意人围着一个穿行政夹克的中年男人，显然是大家熟知的江湖环节。真晦气，怎么是他？他是谁？刘哥这才将事情原委告诉了我。原来10年前刘哥跟老婆离婚，正是因为被这个领导绿了。刘哥当即提出离婚，可这个石主任依然仗着职权搞垮了刘哥的小公司。刘哥，你先回去。随后我拿出手机假装打电话，实则将手机对准了包间开始录像。很快那包间里的饭局就结束了，而石主任则是谨慎的最后一个才离开。我立即招呼服务员结账。检测到宿主有一笔用于自身的消费，限10倍返现，恭喜宿主余额超越1000万元，赠送10倍潜能卡1张，可选择寿命、财富、体质、魅力其中一项提升10倍。没想到居然还有福利，不过挺着这40来岁的身体，看来体质是最好的选择了。毕竟直接选择寿命的话，万一是病怏怏的活几百年呢？我选择体质。宿主选择体质提高10倍，力量、速度、耐力等各方面已经获得10倍提升。随后我立即下楼，此时石主任正准备独自驾车离开，于是我打了个电话给刘哥。刘哥，看窗外有场好戏。随后我挂断电话，直接朝刚起步的车子前方扑去。怎么回事？你没长眼睛啊？赶紧滚！你不礼让行人，还有理了是吧？碰瓷是吧？士兵下车直接朝我甩了200块，而我二话没说冲向士兵。你还敢动手？没错，我就是敢。那又怎么样呢？士兵不知道已经多少年没挨过巴掌了，这2巴掌下去，给他打的脸肿的挤压，眼睛都快睁不开了，鼻血哗啦啦的流。你给我等着！士兵刚拿起电话准备摇人，我再次1巴掌将他打了。要不要我让交警过来看看你酒后驾车撞人到底有没有理啊？士兵顿时吓得脸色煞白，现在严打酒驾，一旦被查，他不仅会被开除公职，还会面临牢狱之灾。
你刚才不是很嚣张吗？是不是有钱就了不起了？还是有权就了不起啊？一套连装下来，直接给士兵打得找不着北，直接瘫坐在地上怀疑人生。刘哥在楼上的包房全程目睹，心里爽得飞起来。无数次夜里做梦，他都幻想着这一幕，没想到今天竟然真的实现了。别打了，你要多少钱？你那包里有多少现金，我就要多少。车里的公文包有30万，全给你了。看在这钱的份上，老子就不跟你计较了。谢谢，真是对不起，我大意撞了您。我卡里还有钱，再给你扫20万吧。好啊，扫码吧。行，给您转过去了。士兵生怕我反悔似的，赶紧给我转了钱。谢谢哈，佛祖会保佑你的。他低头一看，才发现手机上显示的不是个人收款码，而是某寺庙的捐款码。等他再抬头，才发现我已经消失不见。本想通过转账留下我的信息，事后算账，这下不仅没了50万，自己作为官员还跟封建迷信沾上了关系，这下警都不敢报，只能吃下哑巴亏。而此时我的手机传来监控预警的声音，打开一看，发现原来是小舅子偷偷溜进了我的房间，而他的2只眼睛正火热地盯着我桌上的2块劳力士手表。我的妻子是个伏地魔，弟弟结婚需要婚房，他就将我爸妈名下的老房子送给弟弟住，而弟弟更是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不仅如此，趁我不在家时，他还偷偷溜进我的房间，并偷走了价值160万的劳力士手表。而看到监控的我却一点也不着急，甚至还开心地笑了。既然你喜欢偷家，那我也偷家。随后我反手就叫上装修队来到老房子，你们把这屋里的装修全部砸了，把房子恢复成毛坯，还有所有当初你们搬起来的家电、家具、摆设、锅碗瓢盆也全部砸了。陈老板，你开玩笑的吧？我先付钱，你们后干活。我没等包工头反应，直接就把5万块转了过去。微信到账5万元。陈老板，用不了那么多钱。没关系，当请兄弟们喝酒了，我再给你发条微信，证明这房是我让你们砸的，不要害怕事后有任何麻烦。听完这话，工人们的热情瞬间点燃，他们撸起袖子，举起锤子，哐哐哐就是一通打。不到半个小时，家具全被砸成了一堆垃圾，整个房子也变回了毛坯房。陈老板，需要我叫车过来把这些拖走吗？不用了，全部堆在屋里，不用清理，你们只要负责砸就行了。就在这时，刘哥的电话打了过来。老陈，事情办妥了，你是没看见签和解书付钱的时候，你老婆江凡那脸色是有多难看，哈哈哈。你现在在哪？我把那100万的现金都还给你。不用了，刘哥，这是你应得的。那哪行啊？江凡拿出来的这100万，归根结底还不是你的血汗钱吗？我要是占了，岂不是畜生都不如？那和江凡那臭婆娘也没什么两样了。行吧，刘哥，我现在在外面没空，改天再约你。刚挂断电话，另一个电话又打来了，原来是我15万买的顶配电脑到。喂，师傅，我在外边，我给你远程开门，你把东西装在桌子上就行了。我都不敢想，连348块都不愿意让自己花的魔女，回家看见这台超级游戏电脑会是什么反应？接下来就等着看好戏了。随后我下楼打了一辆出租车，直接就对师傅说：师傅，去市区最豪华的酒店，哪家贵就去哪家。那就去半岛酒店吧，听说那里最便宜的一间客房都要3万1晚。车子行驶没多久，我的电话又响了起来，原来是丈母娘。这丈母娘也是个畜生，这些年没少占便宜，这次我可不会管多。喂，我快要到高铁站了，你赶紧过来接我。滚，我没空。电话那头瞬间沉默，随即传来怒骂声。你敢这么和我说话？而我直接挂断电话并把他拉黑。这软脚虾女婿今天是反了，你给我等着！怒气冲冲的丈母娘也不省钱了，一下高铁就立马打出租车来到了老房子。当他气喘吁吁地爬到楼上时，就看到门开着，而里面还传来砰砰砸墙的声音。他顿时脸色大变，冲了进去，眼前的一幕令丈母娘晴天霹雳，差点就当场晕了过去。女儿被抓进派出所，我却无动于衷，反而直接去5星级酒店开了30天的总统套房。先生，总统套房入住30天，一共是890万元，请问您是刷卡吗？扫码吧。前台第一次见有人扫码付这么大一笔钱的，但很快他就平静下来。可以的，先生。我付完钱后，余额瞬间从1030万掉到134万，同时也触发了10倍返现系统。丁，检测到返现金额巨大，建议宿主更换接收方式。于是我果断选择返现到前2天刚办的银行卡上，很快一笔8900万元的资金就到账了。请问先生，发票抬头是开公司还是个人？开个人的。好的。前台此时心里更加震惊，原本他还以为这位客人那么不在意钱是因为有公司报销，可万万没想到他竟然是自己花钱。随后在私人管家的带领下，我成功住进了顶层的总统套房，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俯瞰着迷人的城市夜景，我第一次深刻地理解了高高在上这4个字。而就在这时，我的电话响了。陈老板，这边有个自称是业主妈的老太婆在阻扰我们施工。不管她，继续干你们的活。陈宇，原来是你，你是不是发神经了？竟然找人拆我儿子的婚房！我说李翠芳女士，你没老年痴呆吧？
这房是我爹妈单位分的老房，和你家有半毛钱的关系。现在抢房子都抢到我爹妈头上去了，你自己有本事，倒是也给你自己的宝贝儿子留下套房啊！你看看你的宝贝儿子都30岁的人了，还像个废物一样，要结婚了连自己的狗窝都没有，还不都是跟你学的吗？这番暴击输出字字诛心，给工人们都听乐了，纷纷偷着笑。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畜生！我把女儿嫁给你，你就是这样对待老人的吗？我倒是想问问，买东西都还可以7天无理由退货，你那傻逼宝贝女儿，我可以退货吗？陈宇，你不要后悔，到时候你跪着求我们都没用。不用到时候了，我现在就求你赶紧打包带着你女儿滚出我们陈家吧。说完我就挂了电话，随后给当小区保安的老同学黄伟打了个电话，并说明了基本情况。你放心，这事就包在我身上，我现在就带人把那老太婆撵出去，今后她和她儿子休想踏进我们小区一步。原本要休息的几个保安一听要对付那个讨厌的老太婆，立马争先恐后的赶来，浩浩荡荡的众人冲到楼上，直接把还在撒泼打滚的老太婆扛走，随后丢出小区门外。快来看啊，保安打人了啊！这么多人就欺负我个老太婆啊！然而众人对他没有丝毫同情，反而是流露出大快人心的表情，只因他实在是臭名昭著，小区公厕里的纸永远被他薅得一干二净，放多少就拿多少。为了自己种菜，就私自打开下水道井盖，咬粪浇地，搞得臭气熏天不说，还差点让某位业主家的小孩掉进去。更令人忍无可忍的是，这老太婆还光明正大拿人家放在门口的鞋子，见物主是个年轻小姑娘，她就故意欺负别人，愣说自己是捡别人不要的，直到物主威胁报警，她才心不甘情不愿的归还。你再嚎我就报警了。丈母娘见状，这才起身骂骂咧咧的走了。看到黄伟发来的现场视频，我简直爽翻了。这老家伙恨我一辈子，总算是遇上不惯着他的人。就在这时，家里的监控预警传来，原来是妻子江凡带着吴倩倩从派出所回来了。然而他俩一进门就发现一个陌生男人在家里。见状，装电脑的师傅抢先解释道：“太太您好，我是来给您先生装电脑的，电脑已经装好了，还请将发票转交给陈先生。”江凡低头一看发票的金额，顿时傻眼了，15万，什么破电脑要花15万？母女二人赶紧前去查看，果然看到一台看起来就贵的电脑，当即娘俩就火冒三丈，嚷嚷着要师傅退了把钱转给他。师傅自然不可能放弃这单生意，况且谁付钱就听谁的。于是他趁娘俩不注意，一溜烟就跑了，只留下江凡在后头愤怒的咆哮。想到这几天陈瑜的所作所为，娘俩恨不得在网上写个几10页的小作文网暴他。妈，既然退不了，那就装到我房里去吧。行，反正不能便宜了你爸，我先让你小舅舅把电脑装在你屋里去。于是江凡拿出手机准备呼叫弟弟，由于刚在派出所要求关机，江凡这才想起来开机。然而刚一开机，微信消息就蜂拥而来，全是母亲李翠芳发来的语音消息。妻女企图将我送入精神病院来独占财产，只因年薪50万的我突然停止了对他们的无底线供养。女儿，你糊涂啊！陈瑜现在一年还有50万的工资，加20-30万的奖金啊！更何况他爸妈名下的那套城中村老宅，你都还没弄到手，就这样离了，岂不是便宜那小子？江凡沉默不语，心里也在进行盘算。假如现在和陈瑜离婚，自己得到的只有陈瑜买到自己名下的这套房子，还有这么多年陈瑜上交的工资，而且现在女儿也年满18岁，不能再以抚养子女的义务让法院强迫陈瑜给抚养费。反观陈瑜那边离婚后还有保底年薪50万的工作，以及他父母留下的粮油局老单位房，还有陈家最值钱的城中村老宅，这样看起来现在就离婚绝对是亏的。然而这些我通过监控都听得一清二楚。呵呵，这一家人竟然还对我抱有幻想啊！既然这样，那就再给火上浇点油吧。随后我拨通了5星级酒店的管家电话，麻烦帮我安排辆车，我要出去一下。很快，一辆劳斯莱斯幻影就在酒店大门口等待。您好，陈先生，请问你要去哪儿？去江城商业银行。很快，劳斯莱斯就开到了目的地。我一进银行就表明自己要贷款。经理见我是从劳斯莱斯上下来的，立即就将我请进 VIP 房间。先生您好，请问怎么称呼？姓陈。陈先生，幸会，不知道您需要贷多少款？你刷这卡验一下资，看看我能贷多少。经理心里还纳闷，怎么会是普卡？这可不太符合对方从劳斯莱斯上下来的逼格。直到他在机器上刷了这张卡之后，顿时大吃一惊，因为这张卡上竟然有将近9000万的余额。这居然不是公司账户，而是私人账户。身家上亿或许不足为奇，但是私人账户中拥有近亿的现金，这绝对不一般啊！平静下来的经理表示我可以贷7000万，而我听后表示自己只需要贷200万。这个操作再次让他大吃一惊。明明有将近9000万的现金，为什么还要向银行贷款200万？这样一来一回，岂不是还会亏掉10几万块的利息钱？富人的思维果然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经理自然不敢怠慢，火速给我办好了手续。很快我的银行卡就到账了200万。我还有一个要求，关于下款，我要一份正式的通知文书，需要你们银行盖章，还有我的签字，而且这份通知文书请帮我寄送到我家里。这才是我来银行办理贷款的真正目的，我就是要让妻女知道自己向银行贷了200万的消费贷。好的，
3个工作日内，我们会安排邮政投递到您的住处。处理好手续后，我再次坐上劳斯莱斯。这次我指挥司机去我上班的公司，开始执行下一步计划辞职。为了不引人瞩目，我特地提前下车再走进公司，这让公司里的同事都震惊不已。毕竟我前几天才新梗进了医院，都没想到我会这么快回来上班。老陈啊，不管有事没事，你怎么不多休息几天？我们部门今天下午还准备去医院看望你呢。你说你怎么就出院了？马总，其实今天我来是辞职的。老陈，你说什么啊？主管难以置信，他对陈瑜家里的情况也多多少少了解一点，知道陈瑜之所以一直任劳任怨的工作，都是为了供养老婆和女儿。像他这样一身软肋的男人，是绝不可能会主动提离职的。老陈，你是不是找到更好的下家了？没有，只是这一次的意外让我意识到了很多事情。我这一辈子过去一大半了，剩下的时间，我想为自己而活。老陈啊，你话都说到这个份上，那我也不能强迫你了。不过你放心，该有的离职补偿我会为你争取，绝对1分都不少。在主管的争取和帮助下，我获得了30万离职补偿金，这已经是能争取到的最大金额。走出公司，我顿感神清气爽。此时我的电话响起，我拿起来一看，居然是小舅子江灿的未婚妻徐蜜。他怎么会打给我这个姐夫？好奇的我接通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了徐蜜的声音：姐夫，我们能不能见一面？小舅子去商退花天酒地。我故意把照片发给了他的未婚妻徐蜜，成功让他认清了小舅子的为人。然而徐蜜转头就约我出来吃饭，似乎还带着一种别样的情愫。姐夫，这是退还的彩礼，家里也强烈支持我退婚。哦，你是让我帮你转交给江灿吗？不是给江灿，就是还给你的。为什么给我啊？姐夫，我知道这彩礼其实是你出的钱，江灿他们一家都是吸血鬼，一直花的都是你的钱，所以今天我把彩礼都还给你。见徐蜜态度十分明确，我便接过了钱。为了避免江灿一家日后找徐蜜麻烦，我还特地给他写了个收据。姐夫，你真是一个好人。就在这时，徐蜜的电话响了，原来是江灿的妈妈打来的。蜜蜜啊，你在上班吗？我现在在你单位外边呢，你一定还没吃饭吧？我在上次那个餐厅等你一起吃个饭，顺便和你说点事情。徐蜜顿时吃惊地看了一圈，果然看到江灿妈坐在远处。不过江灿妈并没有看到我们。就在徐蜜不知所措时，我朝她点了点头，让她去看看。她本来不想去的，但在我的支持下，她还是走了过去。蜜蜜，你来了，快坐。今天我请客，你想吃什么尽管点。徐蜜看了2眼菜单，随意点了一份套餐。我就吃个沙茶牛肉卷盖饭吧。丈母娘低头一看，发现这个套餐居然要99，就立马开口道：蜜蜜，牛肉是红肉，吃多了上火不健康，你还是吃那个黄焖鸡米饭吧，有肉又有菜，多健康啊！丈母娘赶紧推荐了一款只要29元的最便宜套餐。此时徐蜜心里满是鄙夷，心想这个丈母娘还真是小气，但还是没有撕破脸。好，蜜蜜啊，最近工作还好吧？还可以吧，阿姨，你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我时间不多，一会就要回去上班。蜜蜜是这样的。随后丈母娘小声地透露了想把我强行送进精神病院来独吞财产的想法，并想让身为护士的徐蜜帮忙联系人。徐蜜当时惊得眼珠子都要掉下来，她做梦也没有想到对方会堂而皇之提出这么伤天害理的要求，随即她就愤怒地站起身。你们死心吧，我是绝对不会帮你们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也没有那个能力。蜜蜜，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可是我们江家的儿媳妇儿啊，可一定要站在我们这边啊！嘿，谁是你江家的儿媳妇？我早就和江灿分了。什么？为什么？你回去问你的宝贝儿子去吧。你先别走，我们可是下了彩礼的，你说分就分啊？哼，那20万的彩礼我已经还给姐夫了，我可不像你们这家人那么不要脸，那么没人性。你把钱还给陈瑜了，谁让你还给他的？那可是我儿子的彩礼啊！谁出的钱我就还给谁，天经地义。姐夫出的彩礼我不还给姐夫，难不成我要嫁给姐夫吗？那我倒是愿意，就怕他江凡不愿意。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竟然说出这么下贱的话！我在角落里听见徐蜜的这句惊人之语，一时之间也有些诧异。我不信那20万你舍得还回去，快把钱给我！睁大你的狗眼看好了，这里有姐夫的亲笔签字。徐蜜拿出了那张我写下的收据，这让丈母娘大吃一惊，没想到彩礼居然真的还回去了。但下一秒她就面露凶光，她一把抢过纸条吞入口中。你，哈哈，这一下你没证据证明你还过钱了吧？见丈母娘开始胡搅蛮缠，徐蜜转身就准备离开，谁料丈母娘一把扯住了徐蜜的头发，疼得徐蜜直叫唤。就在这时，一盘热腾腾的盖饭飞来，直接盖在了丈母娘脸上。吃痛的丈母娘连忙松开徐蜜的头发。是谁干的？我要杀了他！是我干的，怎么了？正准备暴怒的丈母娘一抬头就看见了我那双犹如野兽一般充满杀气的眼睛，一种生物的原始本能恐惧突然从丈母娘心里油然而生，压制住了她的撒泼，让她不敢再上前半分。呵呵，李翠芳，原来你喜欢吃纸啊！你想吃多少，我现在马上给你写多少。丈母娘黑着脸不说话了，
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刚刚费劲吞的那字条屁用没有，因为我可以随便写。见他没了反应，我和徐密直接走了出去，只留下丈母娘在原地气得发抖。随后丈母娘回去跟江凡几人大吐苦水，几人是越听越气，恨不得现在就把我摁进精神病院关起来。而就在这时，吴倩倩注意到了小舅子江灿手里的奥迪车钥匙。小舅舅，你买车了？是啊，奥迪6L，等明天舅舅带你出去兜兜风。儿啊，你出息了。奥迪是不是就是那个5个圈？上次你大伯的儿子过年开回乡里，那可威风的不得了啊，带连着你大伯的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丈母娘刚刚的愤怒瞬间被得到新车的喜悦替代，而清楚自己弟弟德性的江凡却感到疑惑。等一下，江灿，你哪来的钱买车？小舅子为了装逼贷款买了一辆50万的奥迪，却丝毫不考虑每个月要还8500的高额车贷，只因他想着自己的亲姐姐江凡肯定会给自己兜底，这可让宠弟又爱台的江凡相当为难。然而从小娇生惯养的女儿却还嫌不够乱，也闹着要买辆车。妈，你要给小舅舅还贷款，甚至要给他买新车，我都没意见。但是现在我的车被爸砸了，你也得给我买辆新车，而且一定要比奥迪 A6 还要贵才行。面对这种局面，江凡只好先答应下来。真的吗？宝马我也开腻了，这回我要买保时捷。与此同时，我正坐在总统套房里刷着短视频，正巧刷到了妻子江凡的闺蜜陈琳正在直播。她是坐拥200万粉丝的知名女权博主，天天打着情感咨询的名义在网上传播极端女权言论，而偏偏这样的智障言论还有非常多人追捧。我知道很多男的讨厌我，因为我指出了他的痛处，我就是喜欢看他们讨厌我，却还要偷偷看我直播，拿我无可奈何的样子。呵呵，是吗？那么自信啊，看来该好好治治你了。我淡淡一笑，反手一个50万充值到账户上，账户上瞬间多了500万英镑。与此同时，我的银行卡里也同步收到了一笔500万的返现。此时陈琳正在打 PK， 匹配到了一个街头卖红薯的大叔。红薯大叔见匹配到了一位100万粉的主播，非常高兴，还礼貌地和陈琳打招呼。可陈琳高高在上并没有理他，而是冷冷地提出了 PK 规则。如果我输了，就用这场的双方累计的音浪等价换成钱，买你的1斤红薯。如果你输了，就要趴在地上学狗叫。很快 PK 开始，陈琳毕竟是200万粉丝的主播，礼物全程刷屏不断。当 PK 接近尾声时，陈琳这边已经累计了将近3万的音浪，换算成钱就是3000，去掉平台一半抽成，到手1500块。红薯大叔那边只有区几百英镑。就在陈琳沾沾自喜，为自己短短的几分钟就收入了大1500而得意的时候，悍然出手，10个嘉年华瞬间铺满直播间。这10个单价3000块的豪华礼物下去，红薯大叔直播间的音浪值瞬间暴涨到30万，以10倍的差距碾压陈琳。陈琳顿时惊得合不拢嘴，下一秒他就开始后怕。按照我刚提的规则，现在场上双方已经累积了一共33万音浪，折算成钱就是3万3，也就是说我要花3万3的天价买1斤红薯。但陈琳怎么可能愿意？好在现在 PK 时间还剩下最后1分钟，于是他赶紧对着镜头嘤嘤诉苦。这招不然奏效，直播间的音浪值很快刷到了35万，比红薯大叔那边还要多5万。幸好没翻车。就在陈琳刚松了一口气时，我再次出手，这回直接上了20个嘉年华。很快倒计时结束，双方音浪定格在35万比90万。双方音浪总计125万，折合成钱是12万5千，也就是说，陈琳将要花费12万5来购买大叔的1斤红薯，真是爽死我了。镜头前的陈琳彻底傻眼了，此刻他的心都在滴血，但为了维持自己的人设，他还是颤巍巍地把钱给红薯大叔扫了过去。不行，自己刚刚破费了那么一把，必须得再打 PK 挣点回来。这次陈琳匹配到了一个也是200万粉丝的才艺主播。阿姨好啊，想怎么玩？敢叫我阿姨是吧？给我等着！如果我输了，就在直播间唱歌；如果你输了，就要在直播间现场关掉美颜和滤镜，还要现场卸妆，敢不敢玩？不过对方也不是小主播，根本不怪这陈琳。阿姨，这样不公平哦，除非你输了要唱小鸡小鸡的副歌。这妹子是会玩的，她知道陈琳不怀好意，所以也来了一招绝杀。不行，自己不能退缩，跟这种大主播打 PK 才能多圈点礼物，必须得把刚刚亏的补回来。好，那就按你说的来。很快两边就开始热火朝天的 PK， 等到最后5秒的时候，双方音浪78万比55万，这下稳了，绝对稳了。然而下一秒，所有人都傻眼了。我再次出手，只见才艺主播的直播间里出现了非常罕见的鲲鹏万里特效。卧槽！我潜水10年，白嫖10年，没发过一句言。这头大鲸鱼把我炸出来了。新人只看了2年的直播，哪个雕大的能够解释一下这是什么稀有礼物吗？兄弟们，这可是只有60级以上神豪或者一次性充值50万以上才能购买的神秘礼物啊！16万音浪一个，也就是16000块一个，我来个豆！陈琳再次惨败，他整个人都愣住了，心情在短短的几秒钟就经历了大起大悲，这才仅仅是开始。当惩罚时间到来，
陈琳听到对面放的那首《小鸡小鸡》原曲，整个人都傻眼了。这也能叫歌曲吗？副歌部分不就是母鸡乱叫吗？这可咋办啊？这要是唱了，我的人设就毁了啊！但如果愿赌不服输，那很有可能被平台处罚，到时候也许连号都保不住了。最终在反复斟酌下，陈琳还是不情愿地唱了。目睹了全程的我，简直给我乐坏了。而此时我如此高调的行为，也让我的账号多了一堆私信，其中也包括刚刚的才艺主播。于是我点开查看了一下。大哥，我真的太爱你了。不用在意。大哥，你想要听什么歌，想看什么舞，我都可以在直播间唱给你听，跳给你看，不会我也可以去学。不必了。大哥，那你有什么想要我做的吗？看出来对面收了这么多礼物，确实想要报答一下，于是我决定开个玩笑逗他一下。如果我让你来线下给我唱歌跳舞，你愿意吗？对方顿时沉默了。正当我以为他知难而退的时候，他竟然发来了4个字：什么时候？一集不够看，主页置顶可提前看下一集。我明明拥有9000万，却向银行贷款200万。不仅如此，我还将其中50万全部打赏给了主播，甚至还将消费流水寄到家里。这是个什么玩意？江凡毫无心理压力地拆封了文件，映入眼帘的是一封平台出具的充值消费告知书。尊敬的陈瑜先生，为了保障您的合法权益，现我司向您出具本份充值消费告知书。您于4月23日通过尾号为9986的江城商业银行借记卡，分10笔向我平台充值共50万元，并于4月23日期间总计在我平台消费50万元。表格中更是详细列举了我的每笔消费的用途，各个价值昂贵的礼物让江凡看得目瞪口呆。陈瑜那个畜生啊！他一晚上就花了50万打赏网络主播，这是平台给他寄来的消费账单。什么作孽呀，作孽呀！丈母娘晴天霹雳，感觉天塌了，这可是50万啊，白花花的50万，陈瑜竟然一晚上就花光了，而且还是花在网上送给主播，他真心疼麻了，也跟着哭哭唧唧的。姐妈，你们怎么了？一大早你们就在嚎什么？你那个杀千刀的姐夫，他一晚上就给网上的陌生人送了50万。什么？陈瑜遇上网络诈骗了？江灿第一反应就是电诈，心里竟然还有点激动和兴奋。不是，那个畜生给网上那些主播打赏了50万，你自己看。江灿得知我不是被电诈了50万，心里顿时感到非常失望，想要看我倒霉的愿望顿时落空。我操，这老东西一出手就给这人刷了30个嘉年华，这可是9万块啊！等等，还有高手，他居然还打赏了10个鲲鹏万里，这可是价值16000一个的稀有神好礼物啊！那就是一下子送了16万啊！江灿看着流水清单，不断发出一阵又一阵的惊叫。然而江灿并没有注意到他的每一次惊呼都像是一把刀，深深地插在江凡和丈母娘心头。一大早你们干什么啊？就不能让人好好睡觉吗？倩倩，过来看你爸有多厉害！江灿看热闹不嫌事大，赶紧把吴倩倩招呼过来。吴倩倩看了眼账单，瞬间全身气得发抖。倩倩啊，真没看出来，你爸那么有钱啊！女儿啊，你怎么那么笨啊？连老公藏了那么多私房钱你都不知道，真是没用。你还愣着干嘛呀？赶紧看看自己卡上的钱少没少！丈母娘冲着江凡大吼，江凡这才拿出手机进入了手机银行，所幸余额还有200万，一分没少。而丈母娘全程伸着脖子偷看江凡的屏幕，看见余额的时候，她皱起了眉头，显得有点不太满意。或许在她看来，江凡应该不止他有这点存款才是。钱没少，那我爸哪来的钱啊？众人顿时陷入了疑惑。烦啊！我看你那200万存款放在你的卡里也不安全，要不然先转到你弟弟卡上，让他给你保管着。丈母娘见状趁乱打起了主意。江灿听完也自信地拍了拍胸口，保证道：好，这个主意好啊，姐，我帮你保管着，绝对万无一失。没有这个必要，陈瑜不知道我的密码。江凡岂不知道这两人的想法，果断拒绝了他们。可丈母娘还不死心，正想要对江凡进行洗脑劝说时，一阵门铃声打断了他的思路。陈瑜的快递到了。江凡出门签收拿回快递，众人顿时好奇地盯着。女儿啊，赶快看看，这又是什么？当江凡拆开快递后，脑袋瞬间嗡了一下。尊敬的陈瑜先生，您在我行申请200万元消费贷，已于2024年4月23日审核通过并下款，特此通知。几人看完一阵惊呼。呵，我说姐夫怎么突然出手那么好，一个晚上就打赏了主播50万，原来是撸了200万的贷款啊！江灿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一副看热闹的表情。女儿啊，陈瑜贷了200万，他要是还不上，那是不是得你来还啊？丈母娘一脸担心，她心疼女儿是真的，但一想到那200万很有可能泡汤，心里郁闷更真。而江凡没吱声，只有满脸的愤怒。行了，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了，我们去陈瑜的公司，我一定要当面向他问个清楚。众人听完都觉得是好主意，于是风风火火的就出门了。我通过监控看完全程后，随即就拨通了5星级酒店的管家电话。帮我找一个离婚律师，越贵越好。
江凡几人很快就去到了我的公司。当他们愤怒地表达来意后，却得知我已经辞职的消息。你说什么？陈瑜辞职了？什么时候的事情？你没弄错吧？我女婿这班上的好好的，怎么会辞职呢？你确定我爸是主动离职，不是你们把他炒了吧？三人大声质问，没有丝毫礼貌，这让主管开始恼火。陈瑜是昨天辞的职，作为他的家人，你们竟然一点都不知道吗？主管一句反问，令江凡无地自容。那个领导啊，像我姐夫这种情况，一般是有离职金的吧？丈母娘一听到钱，顿时就来了精神。对，我听别人说，在厂里干了几年不干了，都有一大笔钱拿。我女婿给你们干了10几年，应该能拿不少吧？主管跟我共事10几年，也听说过我家人的德行。今天一见，果然大跌眼镜。于是看穿了几人不怀好意的主管丝毫没有提及那30万离职金，准备打发走几人。这个不归我管，我主管业务，离职金的事情归人事部门。女儿啊，我们去问问，陈瑜昨天才离职，离职金肯定没这么快发。你去和他们说，让他们把钱打你卡里。江凡自然也是这么想的，于是几人又风风火火地准备去人事部，主管则趁机溜回办公室，立即拨打了保安室电话。老王，来我这一趟，把那一男3女给我赶出去，以后不准他们再进公司一步。一集不够看，主页置顶可提前看下一集。我故意辞掉年薪50万的高薪工作，还向银行贷款200万。妻子一家得知后，直接就要和我离婚，甚至扬言要打官司让我净身出户。可抠门的他们却连几万块的律师费都不舍得出。而深知他们德性的我，主动联系了王牌律师来全程沟通。正当妻子一家忙着商量怎么最大程度瓜分家产时，在他们眼里穷途末路的我，却从容地走进了一家劳斯莱斯的 4S 店。吴先生，您可以试驾一下。不用了，直接签合同吧。心里顿感震惊。花千万买豪车的人我见过不少，但是像这位先生这样1分钟就决定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很快我就走完购车流程，成功以1100万拿下了这辆今年最新款的劳斯莱斯。丁，检测到宿主有一笔用于自身的消费，限时被返现。紧接着我的手机就收到银行短信提醒，到账1.1亿，当前余额1.9亿。丁，宿主累计返现超过1亿，现奖励透视之眼。没有想到，在返现累计超过1亿的时候，竟然奖励了这种好东西。迫不及待地尝试了一下，眼前的世界变成了一个色彩深浅不一、物品相互交叠的世界，就好像是机场安检机上显示的画面，看见的人也像是医院 X 光解析的画面，骨头发白，除了阴森恐怖，毫无任何美感可言。嗨，我究竟是在期待什么？随后买完车的我回到了我的总统套房，很快王牌律师就被我的私人专属管家带了过来。而这位律师可不简单，别的律师要是知道有个花了900万把总统套房包月的大佬要打官司，巴不得第一时间贴上来。这个女律师被我主动点名找来，却还一副不情愿的样子。当然我并不认识她，只不过是因为我想找一个最贵的。你好，我是景城律师事务所的柳香。这种挥金如土的有钱人打离婚官司，想都不用想，就是嫌弃家里的糟糠之妻，想要花费最小的代价离婚。这种典型的以强凌弱，是我最为鄙视的。看见对方表情如此冷淡，我笑着说道：“刘小姐，我们之间见过吗？”没见过。柳香一愣，立即回答：“怕不是这个老男人想当众聊自己吧？果然不是个东西。”既然我们之前没有见过，那为什么柳小姐对我好像非常有意见呢？柳香心里震惊，惊讶于我的感知力。这时同行的一名律师连忙出来给柳香找台阶。陈先生，您误会了，柳律师他是身体不舒服。原来是这样啊，那就情有可原了。柳香觉得这一刻对方的目光视线十分锐利，这种感觉就像是去照 X 光一样。于是他赶紧转移话题。陈先生，还是先说一说你的离婚诉求吧。我没有什么诉求。没有诉求，那你为什么提出离婚？呵呵，谁说一定是我提出的离婚呢？难道是您妻子提出的离婚？柳香大吃一惊，这和他之前的猜测完全反了过来。是的，我的妻子主动向我提出了离婚，我找你们来是想让你们代表我去和我妻子面谈。您希望我们怎么和你妻子谈？你们什么都不用说，只用和我妻子会面之后，如实的记录下她的主张，向我汇报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柳香有点不太相信。是的，至于后面的事情，等对方明确了态度之后，我再告诉你们怎么做。柳香虽然不太理解，但还是一口答应。她也巴不得这案子越简单越好，反正律师费1分没少拿。接着拿到地址的柳香等人立即就去了我家。江凡女士，既然你主动向陈先生提出了离婚，我们想明确一下你的要求。柳香一直以为江凡是个受害者，对他的态度十分友善。我们要陈瑜净身出户，家里的东西他休想拿走一件。对，我们要我爸滚出这个家，所有东西都没他的份。没错，所有东西都必须留给我姐。柳香被3人突如其来的大呼小叫吓了一跳。这几位是？这3个是我的妈妈、女儿和弟弟。我是陈瑜的丈母娘，我警告你们这帮送棍，别想帮着陈瑜抢家产，要不然我饶不了你们。也不知道丈母娘从哪里学来送棍这2个字，张口就乱用，这可把柳香等人气炸了。作为一名有理想有信念的律师，被人称呼送棍，其侮辱性不亚于男人被戴了绿帽子还被奸夫起脸。
此时此刻，柳香的心里开始重新审视起江凡起来。有这样的家人，这个女人绝对不是什么洁白无辜的白莲花。我的要求就是陈瑜净身出户，家里的东西、房子、存款他一样都不能拿走，同时他自己的债务贷款由他自己负责，和我们无关。这句话彻底让柳香清醒，对江凡的弱者滤镜完全破碎。也就是说，你们要钱、要房、要所有的东西，就是不要债务。也就是说，只享受权利，不享受义务。有这样的自私自利的家人，那个男人真的好惨。之前先入为主的对他胡乱猜测，真是不应该啊！你这个贱人，怎么说话的？什么叫做我们只享受权利，不享受义务？你给我把话说清楚，不说清楚，我撕烂你的臭嘴！这可把柳香气得浑身发抖。这位大娘，请注意你的言辞，如果你在骂人，我们可就要采取法律手段了。而丈母娘也是个欺软怕硬的主，看到后面高大的男律师出头，瞬间就怂了，顿时一言不发。我们还要陈瑜父母留下的一套单位房，以及他们的老宅。你所说的陈瑜父母的2套房产，现在是在谁的名下？2套房子都在陈瑜父母名下，但是他爸妈早就已经死了，只不过陈瑜一直还没有去办理过户而已。好的，也就是说这2套房是陈瑜父母的遗产。那按照我们国家婚姻法的规定，你们没有任何权利分配。我不管，反正那也是陈瑜的东西，我至少要一半。如果说丈母娘是不懂法，那江凡就是故意装傻，纯纯的坏。他明知道陈瑜父母的遗产，不管从法理上还是情理上都没他的份，可他就偏要。还有我爷爷奶奶的东西，我作为他们唯一的亲孙女，起码也可以分一半吧。柳香当场就气乐了，这家人还真是极品啊。不过他并没有争论什么，只是默默按我的吩咐记下了一切。还有，我要我爸每个月都给我和我妈抚养费。我是他丈母娘，他也要每个月给我赡养费。这让柳香忍不住笑出了声。果然这一家贪得无厌的法盲，真是无时无刻不在刷新下限。而这次他终于决定要反击了。一集不够看，主页置顶可提前看下一集。妻子跟我离婚，妄想趁机分走我爸妈的房子，年满19岁的女儿还想继续索要抚养费。更离谱的是，丈母娘居然也要求赡养费。这群贪得无厌的法盲让律师听完都忍不住对了回去。江凡女士，你老公爸妈的房子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连一块砖都不可能分给你。另外，你都已经成年了，请问你要什么抚养费？还有你女儿都和陈先生离婚了，你还算他丈母娘吗？就算你还是他丈母娘，人家嫌赡养亲爹钱多吗？还轮得着来赡养你？你这个小姑娘怎么和老人说话的？抱歉，我家老人可不会像您这样。丈母娘刚准备发作，柳香就强制中断后面的话，让丈母娘一下子发作不起来，给她气得够呛。你们的要求我全都已经如实记录，至于陈先生的答复，我会通知你们。如果你们没有别的诉求，就是我们告辞了。柳香一气呵成完成了3杀后，转身就带着律师团队走了。小舅子江灿见状谄媚的跟了上去。刘小姐，我送送你。江凡和陈瑜闹离婚，说穿了干自己屁事，还是看美女更重要。你哪位？滚！柳香的回复简单明了，让江灿愣在了原地，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离开。酸萝卜别吃，等老子以后考上公务员，我天天检查你们律所，我要让你天天跪舔我。真是太佩服陈瑜了，能和这样的恶心的家人生活那么久，还不主动提离婚，简直是当代圣人啊！随后柳香回到总统套房来跟我汇报情况。果然和我想的一样啊。陈先生，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除了我父母留下的东西之外，江凡提的诉求都可以答应他。这个回答让柳香有点意外，但更多的是听到我那么轻易的就答应对方如此贪婪无理的要求，他的心里是又气又急，只不过他并不清楚我的真实想法。我一个穿越之人跟他们可没什么夫妻父女情谊，那套房子还有那200万的存款，就算全给了江凡，他也根本守不住。我有100%的把握，离婚后让他们一点一滴连本带利的把全部吐出来。陈先生，请您相信我的专业能力，我一定能帮你打赢这场官司，至少争取到属于您合理合法的那部分财产。柳香还想劝我一下，但我风轻云淡的表示不必了，就按我说的去做吧。好吧，陈先生，我会把你的想法转告对方。另外，你告诉江凡，如果他想和平的离婚，就别打夫妻共同财产之外的主意。对于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他要分什么，就列一张完整的清单，写好具体的东西和清晰的数目。单子上的东西归他，其余的归我，然后我们就协议离婚，两不相欠。好的，我会转告他。江凡啊，江凡，你听到不得偷着乐。不过我这坑可给你挖好了，等着你跳呢。时间很快到了第2天早上，丈母娘刚回到家就看到江凡和吴倩倩正坐在餐桌上吃早餐。妈，你一大早去哪了？快来吃点东西。又点外卖，这多贵呀！丈母娘看见这一堆外卖，心里气就不打一处来。也没多贵啊，就100多块。100多还不贵啊？够买7、8斤猪肉啦！吴倩倩刚还想说什么，江凡瞪了她一眼，于是她只好小声嘀咕道：7、8斤猪肉，你老也吃不下啊。江灿呐，怎么就你们娘俩吃不喊他？一大早就出去了。他说要去资格复审。什么资格？什么审？外婆，是资格复审。小舅舅公务员考试进面了，去机关进行资格复审了。审什么？阿灿进面试了？他不是才考第6名吗？丈母娘听完突然全身开始发抖，说话也磕磕绊绊的。
要不然就说咱小舅舅运气好呢，招一排六。可是他这个岗位的第1名国考上岸了，第2名主动放弃，第3名资格复审没过，这不就刚好轮到小舅舅递补吗？只要小舅舅资格复审没问题，他就可以参加面试了。谢天谢地呀，咱们江家的祖宗终于显灵了一回。凡啊，你那个死鬼老爸这么多年在天上，也总算是做了件正经事儿。希望祖宗们保佑，阿灿一定要进面考上公务员啊！就在这个时候，江凡和吴倩倩的手机微信同时响了。吴倩倩拿起来一看，就兴奋地说：“外婆，小舅舅发消息来了，他资格复审已经通过，确定进面，下个星期就面试。”老天有眼啊！我江家终于要出大官了，我得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家里的亲戚，要把他们都请来，在江城给阿灿办一场风风光光的酒席。妈，你冷静点，弟弟这只是确定进面了，又不是确定被录取了。他就算进面，也只是递补排在第3，能不能考上还两说呢。哼，等真考上了再办酒就晚了。去年你三叔家女儿考上了个乡镇公务员，想办酒都办不了，单位不允许办。何况你弟这儿1线城市公务员，我必须要在面试前就给你弟弟办好，把这些年送出去的份子钱也收一收。反正我相信你弟弟能说会道的，面试肯定没有问题。随后丈母娘就开始在家族群和乡邻群内语音发布消息：各位亲友，这里通知一下啊，我李翠芳的儿子江灿已经进了江城公务员考试的面试。我李翠芳决定3日内在江城举办酒席，具体时间和地点到时候另行通知，希望大家都来捧场啊。江凡见阻止不了他，也只能任由他去了。还有一件事，你们俩要给我记好了，这一段期间你们一定要好好做人，小心做事，千万别出什么问题，影响了你弟的正事。就在这时，门铃响了，来人正是我的律师团。一集不够看，主页置顶可提前看下一集。见过这么大方的男人吗？妻子离婚，我直接表示共同财产任由他分配，只需要他详细列举出来。妻子听后非常高兴，直接将全部都要了过去。可他不知道的是，这一切都是针对他的心。首先，女儿吴倩倩离婚后跟我和陈瑜之间的所有家庭存款也全部归我，请明确金额。我微信余额里的3688.17元，还有我银行卡里的2006574.62元。江凡翻看手机，连小数点都没放过。好的，还有这套房子和房子里的东西也全部归我。好的，但是屋内的东西你要求划分什么，必须要有详细的物品数量清单。柳香有故意为难江凡的意思，但更多的还是为了贯彻委托人陈瑜的要求。你故意的吧？江凡女士，我们只是按照规矩办事。书房那台新电脑归我。吴倩倩听到要清点家产，第一时间点名要了我那台15万的新电脑。随后这3个女人把这套房子里里外外的东西都清点了一遍，甚至连盘子几个碗几个筷子几双都算得清清楚楚。直到3个小时以后，柳香才完成了清单的录入工作，随后便让江凡确认后签字。谨慎的江凡几人愣是把清单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确认没问题后这才签了字。今天下午3点，陈先生会在区民政局等你一起办理离婚手续。好，不送。接着律师团便转身离开。凡啊，下午你自己去行了啊，我和倩倩就不去了，免得见了陈瑜忍不住在民政局打起来。万一有人报警影响你弟弟正事儿就不好了。你也一样，反正都离婚了，就别理睬陈瑜那个已经废了的人。办完程序就回家啊。我知道了，妈，下午我一个人去，你放心，我不会和陈瑜吵起来的。那个男人已经是一个没有工作贷款消费的废物，多和他说一句话都会让我感到恶心。这就好，这就好，那我就继续去联系老家亲戚，给你弟弟张罗办酒席的事情去了。很快到了下午3点，两人像是仇人一样，见面后一句话没说利索的办完离婚手续。走出门口后，江凡正要打车，突然迎面开来一辆奥迪6，江灿笑嘻嘻的从车上下来。你怎么来了？倩倩给我通风报信啊，说你来民政局和姐夫，啊不对，和陈瑜离婚了，我不得来看看。走吧，已经办完了。别啊姐，我可不得等等我的前姐夫，让他看看我的新座驾，请他过2天来吃我考公上岸的酒啊。江灿现在极度膨胀，他之所以来民政局，可不是为了接江凡来的，就是为了向陈瑜炫耀打陈瑜的脸来的。这时我也走了出来，一眼就看到了这2姐弟。哟，江灿买车啊？哎，本来想整辆保时捷的，但是一想到以后在机关上班太高调，就随便搞了辆奥迪将就将就。江灿自认为这个逼装的满分，但我对此没有丝毫感觉。哦，你考上公务员了？暂时还没，但也和考上没什么区别了。我和第一笔试相差不到0.5分，面试我随随便便翻他。是吗？那恭喜你了。我的嘴角差点没压住。都说事已密成，言已谢百，这个沙笔是一点也记不住啊，还敢主动跑到自己面前来炫耀，那我当然只能成全他了。明天下午在望海楼我举办上岸宴，虽然说你和我姐离了，但是这宴席你可一定要来啊。一定一定，到时候我一定给你随一份大礼。我笑盈盈的回答。此时我已经想好了要给江灿准备一份什么样的贺礼，那是一件绝对能够轰动全场的礼物。行了，上车吧。江凡催促江灿道，
他是实在一刻也不愿意多看见陈瑜。哈哈，那我就先走了，你在后面慢慢等出租车吧。江灿一脸嘲讽，然而就在这时他突然愣住了，因为他看见一辆极度奢华霸气的豪车正缓缓驶来，车头的小金人标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我靠，劳斯莱斯，这可是劳斯莱斯今年的最新款，落地至少1000万啊！这么贵？姐，这关键不在于贵，在于稀缺，稀缺你懂啊。这车全球上市才2个月，国内你就是有钱想要提车，至少得排半年多队。这还是我在江城看见的第一台。正当江灿激动的唾沫横飞时，劳斯莱斯已经停好，从副驾驶上下来了一个身穿职业制服、身材长相气质都完美的无可挑剔的年轻女子。江灿当时就两眼冒光，心里流起了口水。然而美女径直走过，她来到了我身边，为我撑起了一柄大黑伞，接着领着我坐上了那辆劳斯莱斯。而我全程看都没看这姐弟俩一下，我散发出来的那种由内而外的松弛感让这两人失了神。相比较之下，江灿的奥迪还有刚刚他上蹿下跳的模样，简直活生生像个傻逼。直到车子开远，两人这才回过神来。怎么可能是陈瑜？不对，租的，肯定是租的。姐，这肯定是陈瑜贷款租的车，就是为了演戏给你看。哼，陈瑜这个废物，以为这样就能让我后悔和他离婚吗？我看他那2套老房子的贷款够他撑多久？两人都认为自己想的绝对没错，顿时又恢复了一开始桀骜不驯的样子。随后江灿突然一个人上了车。姐，你自己先回去。你要去哪？我去办点事。你是去找徐密对吧？江凡当即猜到了他的想法。没错，我就是去找那个贱货，我要看看他吃惊后悔的样子。好，早点回家。而在另一边，徐密主动约我出来见面。突然一辆救护车急速驶来，徐密下意识地牵起我的手，把我拉到一边。谢谢。我们赶快去乘公交吧，一会全是人挤得要死。而这一幕刚好被对面车里的江灿看见。1集不够看，主页置顶可提前看下1集。小舅子的未婚妻连手都没被他碰过，却主动牵起了身为姐夫的我的手，而这一幕恰巧还被小舅子当场看到。嘿，贱货！我们交往这么久，你他妈的从来就没有拉过老子的手！这从天而降的一顶绿帽子把江灿的肺都砸爆了，于是他立即开车冲了过来。你这个不要脸的贱人！江灿，哼，看来我妈说的对，你和我姐夫果然有一腿。你给我说话放尊重点！你自己都不尊重自己，还要我尊重你？和这样的老男人拉拉扯扯，你就不感到一丝羞耻吗？我和谁拉拉扯扯关你什么事？你以为自己是谁啊？江灿一时语塞，但他突然想起来了什么，立即指向身后的奥迪叫道：“这奥迪我买的。”接着他又拿出手机展示了一个短信页面。公考面试我进了啊！说完这些，江灿瞬间又恢复了自信，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看到徐密后悔的样子了。然而他等来的只是徐密的冷嘲热讽。江灿，你脑子没毛病吧？这只是奥迪，不是布加迪。你只是进了公务员面试，不是进了部委选调。你该不会以为开个几十万的奥迪进了公考面试，所有女人都要跪舔你吧？徐密这波嘲讽拉满，给公交站台围观的群众都整笑了，显得江灿像个跳梁小丑。而且现在挣钱都不容易，买车你可以上瓜子看看啊！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特斯拉，才花了9万9。瓜子每台车都有官方检测，电车3电系统都有原厂质保，电池还有100天回购保障。而且瓜子最近上架了几千台便宜的个人直卖车，你也去看看吧。总之买二手车，瓜子有保障。这一刻，江灿的自尊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心里的怒火也是沸腾到了极致。可他偏偏没法反驳徐密，于是只能怒气腾腾地转向我。好啊，陈宇，你厉害！前脚和我姐刚在民政局离完婚，转头就过来泡我女朋友。你做的库里南呢？你请的司机和佣人演员呢？这么快就还回去了吗？而我风轻云淡，既不反驳也不辩解，只是一副关爱智障的眼神看着江灿。你和江凡离婚了？没错，他是和我姐离婚了，而且所有家产都归我姐。他什么都没有，连工作都没了。徐密，你被他骗了，你该不会以为他还是以前那个年薪50万的陈瑜吧？可下一秒他就笑不出来了，徐密竟然再次主动挽起我的手，并且义正言辞地说道：“那又怎么样？既然陈瑜哥和你姐都离了，你管他找谁？既然我都和你分了，你管我找谁？”此时公交车正好到站了，于是徐密转头温柔地对我说道：“陈瑜哥，公交来了，我们上去吧。”你，老子的奥迪你不坐，你要跟这个穷鬼老男人坐公交？这可给江灿气得咬牙切齿，全身发抖。围观群众看着他议论纷纷，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两人上了公交车。陈宇，你敢当众给我戴绿帽，还敢嘲笑我？你给我记住，总有一天我一定要你加倍奉还。此时另一边，烦啊！你再给我转2万块钱。我不是中午才给你转了10万块吗？那10万是订酒席的钱，这2万块是给老家亲戚买高铁票和订酒店的钱，不一样。江凡无奈，只能又赚了2万过去。而吴倩倩看到这一幕可就不乐意了。这么说，合着全是我妈出钱呗？以前有年薪50万的生物爹在，吴倩倩是绝对不会过问这区2万块的。但现在江凡和她都没有工作收入，她这才意识到要省着点花钱。哎呀，我忘记给3舅公家打电话了，得马上通知他们。丈母娘自知理亏，找了个理由就溜走了。哼，倩倩，你理解一下，等你小舅去机关上班，一切就都好啦。
此时我和徐宓正坐在一家火锅店内。江灿那个混蛋，如果真让他考上了公务员，还不知道他会怎么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放心吧，他不可能考上的。可是江灿能说会道的，面试是他的拿手项目啊。明天下午江灿在望江楼办酒席，你也一起去看看吧，我带你看一场热闹。看我说的煞有介事的样子，徐宓顿时好奇起来。什么热闹？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在望江楼2楼订了一个包房，明天下午让人开车去接你。好，行啊，先吃菜吧。吃完饭跟徐宓分别后，我回到了总统套房，接着掏出手机打给了柳香。柳律师，很抱歉晚上还打扰你，请问你现在有空来酒店一趟吗？现在吗？就我一个人吗？是的。对面沉默了几秒钟才回道：好吧，那就待会见。半小时后，柳香就赶到了，似乎还有点不安的样子，而我直接开门见山：柳律师，今晚我请你来，其实是还有一个案子想要麻烦你。闻言，柳香心里突然有点失落，但她还是马上1秒就进入了工作状态。这段监控录像，你请先看看吧。这是江凡的弟弟，那个叫江什么来着？柳香看着视频十分吃惊。对，是他，江灿。他好像从书房拿走了2块表，是你的东西吗？一块价值32万的劳力士绿水鬼，一块价值55万的劳力士白金水鬼，总计82万。82万，这属于盗窃，金额特别巨大。如果追究刑事责任，那可以判10年以上，最高无期啊。那陈先生，你想要我怎么帮您处理？我想请柳律师你这么做。随后我详细向他讲述了我的计划。好，这没问题。那就感谢柳律师了，这是你的代理费用。我拿出早就准备好的50万支票递给柳香。谢谢陈先生。收下支票后，柳香便起身告辞。接下来便静待明天江灿的好戏开场。第2天下午，望江楼整个大厅熙熙攘攘的，热闹的就像是乡下赶集。而江灿和丈母娘正激情的在台上发表感言。由衷感谢各位父老乡亲来参加我李翠芳儿子江灿的酒席。我家江灿马上就要考上江城的公务员了，也算是我们江家光宗耀祖了。以后不管我江灿混到了什么位置，我永远不会忘了你们。你们只要有事就来找我江灿。翠芳真是交了个好儿子。是啊，等江灿以后当上了大官，肯定不会忘了咱们啊。此时我在2楼贵宾包房的窗户里，看着大厅里的这一幕，忍不住笑出了声。真是小人得志。不要着急，好戏才刚刚开始。最后多说一句，瓜子9万9就能买特斯拉，买2手车，瓜子有保障。我的话音刚落，门外就传来了警笛的声音。小舅子高调庆祝自己考公进入面试，谁料下一秒警察直接破门而入，立马就将小舅子捉拿。江灿，你涉嫌盗窃他人财物，数额极其巨大，现在对你进行现场传唤，请你配合我们回去调查。江灿当即就傻眼了，随即满头冷汗，内心无比的恐惧，因为他很清楚警察说的是什么。这一幕让在场的宾客们都震惊不已。怎么回事？江灿怎么被抓了？刚刚警察好像说江灿偷东西了。这不可能吧？江灿都要考上公务员了。丈母娘见儿子喜提银手镯，当即脑袋嗡的一下就炸了。警察同志，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我儿子可是个好人啊！我弟弟怎么可能会偷东西？你们可不要乱污蔑人！你们说我弟弟偷东西，有什么证据？他偷了谁的东西？偷了什么？你们拿出证据来啊！这位女士，请你冷静一些，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事关被害人的隐私，请恕我暂时无法在这公共场合透露。如果你愿意，可以和我们一起回所里了解情况。丈母娘此刻已经心乱如麻，脑子一片空白，完全没有任何主意，只能看向女儿。妈，千万别去，一旦去了他们那儿，就是他们说了算。我和倩倩都上过当啊！那我们不能去，绝对不能去。你们没有证据就不能带走我弟弟，要不然不说我和我妈不会答应，我们老家这几十上百的亲戚也不会答应。江凡抬出了在场的宾客给警方施压，这让警方非常为难。江凡女士，你确认要在这公共场合让我们出示证据吗？这有关你什么事？怎么哪都有你？柳大律师，你是闲得很吗？我是被害人的代理律师，你说呢？原来又是你这个宋棍在这里撺掇的。我家江灿和你什么仇什么怨？你要报警来污蔑他。丈母娘对警察唯唯诺诺，看见柳香直接重拳出击。呵呵，我是不是污蔑江灿，他自己心里清楚，你们怎么不问问他呢？江灿，你说实话，你到底偷没偷东西？我没偷。江灿咬死不承认，因为他认定我肯定没有证据。警察同志，你们都听见了吧？你们误会我儿子了。柳律师，到底是谁指使你来污蔑我弟弟的？是不是陈宇？江凡厉声质问柳香，见柳香没有回答，他就知道自己猜对了。陈宇这个杀千刀的畜生啊！我前女婿刚和我女儿离婚，他就是嫉妒我儿子进了公务员面试，所以才故意污蔑我儿子。你们应该去抓这个畜生，他的心眼实在太坏了。丈母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好像受到了天大的委屈，而在场的宾客也在无意之间吃了个大瓜。什么？李翠芳的女儿离了？不是听说她那个女婿很厉害，年薪上百万吗？他们娘俩怎么舍得离的？酒席饭菜都还没上，宾客们瓜都要吃饱了。这个老太婆太可恶了，我看她才是血口喷人。嘿，
谁要嫉妒他儿子？不用在意，好戏还在后头呢。那看来江灿真的是被冤枉的。警察可不能随便把人带走啊！眼看周围人都被丈母娘的表演带偏了，柳香决定放出大招。你们想看证据是吧？说我儿子偷了东西，有证据你就拿出来呀！好吧，这可是你们自己要求的。随后柳香做了个手势，大厅正中央的屏幕上就开始循环播放一段监控录像，正是江灿溜进了一个房间，并顺手摸走2块表的一幕，看见自己当日的行为被摄像头一清二楚的记录下来，在家乡亲戚朋友面前循环播放公开处刑。江灿被当头一棒，脑袋嗡嗡作响。这不就是在偷东西吗？没冤枉江灿啊！到底怎么回事啊？而江凡和丈母娘看后反倒不以为意。警察同志，这分明就是我女儿家，我儿子在他姐姐家拿点东西，那咋啦？没错，这就是我的家。柳律师，你不会想就凭这段视频就说我弟弟偷了东西吧？江凡女士，你弟弟江灿偷的那2块表可不是你的东西，而是偷的陈瑜先生的东西。我儿子拿走2块表又怎么啦？哪能值多少钱？陈瑜这个畜生真是小心眼，而且我儿子拿他姐夫的表玩一玩，戴一戴，难道是什么大事吗？既然你们2位认为江灿的行为不属于盗窃，只是借我当事人的财物去玩一玩，那么现在就请江灿归还吧。柳香情绪控制满分，完全无视2人的质问，直接向2人提出了要求。还就还，有什么大不了的？阿灿，那2只破表呢？还给他们。可江灿却是低头沉默不语，回避着所有人的目光。儿啊，你怎么不说话？把那2只表还给他们就完事儿了。你要真喜欢，大不了让你姐给你买，可千万不要因为这点小事影响你的面试和政审啊！可江灿依然低着头，一言不发。江凡见状立即开口道：“那2只表多少钱？我给江灿赔了。”呵呵，江凡女士，你恐怕赔不起。呸！少看不起人，再贵的表，我女儿都赔得起。直到此刻，2人都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江灿盗窃的1只劳力士绿水鬼价值32万，盗窃的1只白金水鬼价值55万，总计87万元。柳香不急不缓地说出了2只表的价值，场上的宾客顿时一片哗然。陈瑜那个畜生，怎么不说1000万1个亿呢？警察同志，你也听见了，我可以反告他们诬告敲诈吗？而柳香一点都不解释，而是直接将发票和付款凭证甩了出来。江凡接过一看，当即2眼一黑，差点连站都站不稳，刚才的嚣张顿时烟消云散。1集不够看，主页置顶可提前看下1集。小舅子偷走了我的2块价值87万的劳力士手表，但我一点都不生气，而是故意在他高调庆祝进入公务员面试时报警将他抓捕。可面对铁证一般的监控和发票，小舅子一家却胡搅蛮缠，公然拒捕。丈母娘还甚至一把就将发票塞入口中吞了下去。什么证据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看见？说完，丈母娘还洋洋得意地看着柳香。他又来这招，这老东西还真是死性不改啊！就没点新鲜的活了吗？呵呵，那只是复印件，如果你喜欢吃，我这里还有好几份。什么？你妈，你别说话了！连江凡见到这一幕都脚趾扣地，觉得自己老母亲很蠢很丢人。现在既然你们已经了解了情况，看到了证据，那我们就要把嫌疑人带走了。等等，凭什么认定我弟弟拿走的就一定是那2只价值87万的手表？就是，没有证据，今天谁都别想带走我的儿子。2人索性破罐子破摔，一条道走到黑，就是咬定柳香和警方没有实质证据。而柳香见状冷笑一声，对警官说道：“陈队，今天这个局面，你不让证人出来指证，怕是不行了。”于是警官转头向门外喊道：“把那家伙带进来。”很快，一个男人就被带了进来，而江灿见到他立即大惊失色，把头埋得更低了。可2道贩子立功心切，一见到江灿就立马喊道：“陈队长，是他，就是他江灿，是他把那2只价值87万的劳力士手表拿来我这里典当的，我当场就给他转了20万，转账记录你们也看见了的。”这下人证物证俱在，铁证如山。任江凡和丈母娘在强词夺理，此刻也无话可说。江灿，你的那辆奥迪就是用这20万的赃款付的首付吧？柳香给了江家最后一击绝杀，彻底让他们失去了最后一块遮羞布。老家的亲戚邻居们开始指指点点。原来江灿的那辆奥迪是偷他姐夫手表当了买的啊！我从小就看出来了，这小子不是个东西。可不是嘛，3岁看老，他从小在村里偷鸡摸狗，李翠芳还包庇着，这下是彻底养废了。听到这些话，江灿脸上别提有多难看了。在这些闲言碎语之中，他是1秒也待不下去，他宁愿去局子里蹲着。是我干的，求求你们快点把我带走吧！而就在这时，江凡又跳了出来。我弟弟拿表的时候，我和陈瑜还没离婚，那2只表是陈瑜的，也是我的，我现在同意送给我弟弟。然而柳香却早有准备，她早就预料到江凡可能会拿婚内共同财产说事。江凡女士，当初离婚时你列出来的财产分割清单，连碗筷几双都列了，可唯独没有这2只表。那么也就是说，这2块劳力士手表的所有权只在于我的当事人陈瑜先生身上。李翠芳的姑爷人那么好吗？这不相当于净身出户了。不过江凡怎么忘了把那2块表列上去？这还用说吗？表都被江灿偷了，江凡肯定不知道，所以就没列啊。这下江凡几人彻底哑口无言，于是江灿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警方逃走。可尽管丈母娘脸都被打烂了，但面对家乡的父老乡亲，他依然死鸭子嘴硬。
这只是个误会，我儿子江灿是被冤枉的，我和江凡先去处理一下。几人都走后，大厅里沉寂了一会，不过很快就该吃该喝，现场一片欢快的气氛。接下来就是让江凡大出血的时刻了。另一边警局走廊里，江凡和丈母娘正焦躁地等待着。凡啊，你跟妈说实话，你和倩倩到底怎么着陈瑜了？他原本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就突然走极端，变了个人似的？就一些小事，过去的事别提了。江凡有点心虚，不想聊这个话题。可在丈母娘的一再追问下，江凡这才讲述了自己是如何因我300多买游戏臭骂我，还停掉我银行卡，以及吴倩倩网暴我导致我心肌梗塞住院，而两人甚至还没去看望的经过。听完这些饶是无赖，丈母娘都汗流浃背，忍不住开始痛骂起来。吴倩倩这臭蹄子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她把年薪70、80万花个300多买游戏怎么了？她还发网上去，这给她能的。现在让阿灿平白无故的替你们承受了陈瑜的报复，真是造孽呀！而江凡见丈母娘口无遮拦骂自己女儿，便赶忙劝解。江凡，我告诉你，江灿今天要是回不了家，我非得打死吴倩倩这个惹祸精。丈母娘也是个重男轻女的货，一心想着自己的宝贝儿子，这让江凡受不了了。妈，你不会以为自己对陈瑜就好得很吧？接着江凡也开始细数丈母娘以前是怎么要高价彩礼，怎么将我当牛做马使唤，以及怎么威胁我把老房子让给江灿住的恶行。两人魔法对轰甚是精彩，把隔壁房间的柳香听得既无语又想笑。实在没想到一切的起因居然是因为几百块买游戏，真是说出去都没人信。又过了一会，撕逼累了的两人最终得出一个结论，说到底还是陈瑜这个畜生太可恨了。就这样，最终还是我承担了所有。很快两人也被传唤进去，警察对两人打。这个案子情况特殊，虽然数额巨大，但属于特定的家庭内部，不涉及人身伤害的一般犯罪，不具有一般社会危害性，而且当事人还是初犯，只要取得谅解就可以不立案。丈母娘听完欣喜万分。凡啊，只要人不坐牢，那就没有案底，这样就不会影响你弟弟的公务员面试和政审了。而江凡却一直闷不吭声，因为他可太有经验了，他知道所谓的谅解需要付出多么巨大的代价。一集不够看，主页置顶可提前看下一集。小舅子偷走我87万的全新劳力士手表后被我报警抓走，可想要取得我谅解书的丈母娘一家却态度尤其嚣张，竟然只愿意赔偿1半的金额。但我的律师只说了一句话，就让丈母娘一家瞬间破防。根据相关规定，传唤不得超过12小时。江灿盗窃金额如此巨大，12小时后就会转为刑事拘留并立案，这样你宝贝儿子的公务员面试可就泡汤了。柳香全程微笑，就像是在漫不经心地说一件和自己不相关的事情。丈母娘晴天霹雳，刚刚在柳香面前装出来的谈判气势荡然无存。而这时一直沉默的江凡发言了：陈瑜到底想要多少？退1赔3，退2只手表的原价87万，再惩戒性的赔偿3倍，也就是348万。什么348万？他怎么不去抢啊？这个畜生真是太狠了。当然，我的当事人也说了，这348万要不要都可以，他更想看到江灿受到法律的制裁。柳香一句话就堵死了江凡和丈母娘还价的空间。随后丈母娘把江凡拉到走廊上讨论，可此时江凡银行卡上只有200万，差的148万，哪怕找有300万粉丝的闺蜜陈琳界也不可能一下子拿得出来。讨论了半天的两人最终决定把现在的房子抵押向银行贷款，但是这绝对不能让倩倩知道。行，那我回去拿房产证，不然一会儿银行下班了。好，待会我先去银行排队。随后江凡返回调解室表示接受赔偿348万。待两人火急火燎的离开后，柳香拨打了一个电话。江家母女出来了，跟好他们去了哪个银行，马上告诉我。很快丈母娘回到小区，没等业主出电梯，电梯门一开，她就迫不及待地挤进去，把电梯里的业主们都吓了一跳，还以为谁家的边牧没锁好扑进来了。仔细一看，是2808内的闻名整个小区的老夫妇，突然又觉得合理了。与此同时，柳香也接到了一个电话：香姐，江凡去了天元路上的工建银行，他妈回家拿房产证去了。好的，我知道了。接着柳香拿出档案资料，在上面找到了吴倩倩的名字以及她的电话号码。另一边丈母娘一进屋就看到吴倩倩跟没事人一样，还在沙发上边吃东西边看剧，这让她气不打一处来，刚要发作出言训斥，但一想到房产证，还是硬生生的给吞了回去。外婆，你怎么那么早就回来了？哦，我回来帮你妈拿点东西。随后丈母娘在房间柜子里找到了房产证以及10张面值100的纪念钞。丈母娘大喜过望，直接把2样都装进自己包里。而此时吴倩倩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喂，哪位？吴小姐是吗？我是锦城律所的律师，刚才给江凡女士打电话没打通。如果你和她在一起，请你转告她一下，银行就要下班了，请她尽快拿房产证过来贷款。你说什么？我妈拿房产证贷款？原来吴小姐你还不知道吗？那就打扰了。等等，你给我说清楚，我妈拿什么房产证？要贷什么款？吴倩倩当即大吼。随后柳香把江凡两人想抵押房子贷款来捞小舅子的计划全盘托出。吴倩倩听完整个气血上涌，直冲脑门。正好丈母娘鬼鬼祟祟的抱着包出来了。外婆，你的包里有什么？没什么，帮你妈拿的一点东西。丈母娘心虚的把包别到了身后，强装镇定。愤怒的吴倩倩直接上前争抢，拉着中纪念钞和房产证都掉了出来。吴倩倩当时就两眼一黑，心彻底凉了。
原来都是真的。吴倩倩看着手上的房产证，浑身气得发抖。你儿子犯事偷东西被抓，要我妈给他擦屁股，居然还想我妈拿房产证贷款赔给人家，你们休想打我家房子的主意！什么你家的房子？你妈还没死呢，这事儿轮不着你一个丫头片子说三道四，把证给我。老邓，你休想！就在这时，丈母娘直接给了吴倩倩一巴掌。你敢打我？连我爸妈都没打过我。我就是要教育你，要不是你这个惹祸精网暴你爸，哪有后面的这么多屁事儿？你舅舅要是因此不能面试，不能过政审，你看我怎么打死你！丈母娘越想越气，反手又是狠狠的一巴掌。这两巴掌直接给吴倩倩干懵逼。拿来吧你！抢过房产证的丈母娘起身就要走，反应过来的吴倩倩立马又冲了上去，两人瞬间缠斗在一起。可丈母娘作为远近闻名的泼妇，战斗力岂是吴倩倩这个小丫头片子能比？很快就打得吴倩倩哭天喊地，嗷嗷直叫。外婆，别打了，呸！你这个害人精，等你舅舅晚上回来了再收拾你。临走时，丈母娘还把吴倩倩的手机也拿走了，为的就是避免吴倩倩给江凡打电话坏事。随后，丈母娘满脸狼狈的火速赶到银行，江凡心里十分诧异。妈，你怎么搞的这一身？路上跑的。丈母娘言辞闪烁，她可不敢说刚刚使出全力把吴倩倩给暴打了一顿。随后把房产证交给银行方进行核验后，经理表示这套市值1200万的房产抵押可以贷600万。真黑，1200万的房子只给600万。妈，我们这是贷款，你以为不用还的吗？贷那么多出来干什么？这个道理丈母娘当然也知道，可她就是有看见钱不拿就浑身不舒服的毛病。随后丈母娘又怂恿江凡都贷出来，表面上是说江凡离婚了要多备点钱安心点，实则心想要是江灿真因为这事考不成公务员，还可以拿着这笔钱给他做生意。就在这时，行长走了进来，把经理叫走了。小赵啊，关于这位江女士的贷款，有位身份尊贵的人物通过半岛酒店的渠道给我打了电话，让我们按照抵押物的上限给江女士下款。什么？欲要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一集不够看，主页置顶可提前看下一集。妻子离婚后想抵押我的房子换取高额贷款，可银行表示只能贷600万，而我只是打了个电话，行长就直接给妻子贷了与房子等价的1200万。拿到巨款的妻子顿时感觉自信心爆棚，从没上过1天班的她确信自己用这笔起始资金很快就能成为商界新的女领袖。不过这笔钱第一时间得先给我打348万，刚到手就花了348万，这让丈母娘心痛的直滴血，嘴里骂骂咧咧。陈瑜这个畜生哟，一下子就让我们少了这么多钱，老天爷你开开眼呐，赶紧一道雷劈死他吧！但现在可没时间说这些了，两人立即前往警局。而这时银行内，小赵啊，这笔贷款你要做好贷后跟踪和维护，一旦发现贷款人的风险，要立即抽贷。所谓抽贷，就是银行对贷款人实施风险评估后，有权把放出去的贷款随时收回来。行长，这难道也是那位的意思吗？随后妻子江凡来到警局拿到谅解书，终于成功通过这348万，让小舅子免除了牢狱之苦。江灿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两眼泪汪汪。妈，谢谢你们。警官被江灿出色的演技所蒙蔽，连忙安抚他道：江灿，浪子回头金不换，只要你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还有的救。出去以后要好好做人，再也不要回来了。随后三人刚出警局，江灿就原形毕露。妈的，陈瑜这个王八蛋敢这样整老子，等老子考上公务员再慢慢和他算这笔账。对了姐，陈瑜今天到底开口要了多少？348万。什么？陈瑜这个王八蛋，他真敢要啊！可不是，这个畜生心太黑了。姐，你哪来这么多钱？这下丈母娘又不说话了，她不想给儿子带来额外的心理压力。我把房子抵押了，还是我说服你姐去贷的款。丈母娘见江凡说了实话，心里埋怨的同时，也赶紧跳出来抢占功劳。姐，你放心，等我考上了公务员，这笔钱用不了多久我就能还你。而且区面试对我来说小菜一碟，等着看我的分数是怎么断层吊打第2名的吧。江灿不可一世的刚说完，他的手机就响了，掏出来一看，竟然是考试院打来的。快接啊，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你好，请问是江灿吗？这边是江城人事考试中心。对，我是。江灿，我们这边接到举报，你存在着重大的违法犯罪问题。经核实，该举报属实。我们经开会研究，决定取消你的面试资格，现正式通知你。江凡和丈母娘听到这个消息呆若木鸡，江灿更顿时感觉天旋地转，仿佛这一刻全世界都崩塌了。随后他眼前一黑，直挺挺地倒在马路上，双眼翻白，面色青紫，口吐白沫，全身抽搐，大小便失禁，显然是受不了这个打击触发的羊癫疯。灿啊！丈母娘立即扑向地上的江灿，同时朝手机恶狠狠地大骂道：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畜生，我儿子明明是冤枉的，你们竟然取消他的面试资格，要是我儿子有个3长2短，我和你们拼了！而江凡正扣着江灿的嘴巴，恼怒地大喊了：妈，都什么时候了，你快过来帮忙，免得他咬断自己的舌头。丈母娘一听急了，
赶紧随手从地上捡了根棍子，上前来要塞进江灿的嘴里。江灿直接一口咬在了丈母娘的手背上，给丈母娘疼得大叫：“妈，别撒手！你快打120！喂，120吗？我弟弟突发羊癫疯，在望江区局门口，我妈也被他咬伤了，你们快点派人过来。”很快救护车就把3人送到了医院，江灿被迅速抬进去急救。丈母娘这种外伤只简单处理了一下，而知道丈母娘护子心切的江凡索性给2人都办了住院，同样也能让自己清静几天。凡啊，你说是不是陈瑜那个畜生干的？除了他还会有谁？这个畜生啊，明明都给了他348万了，他还要举报你弟弟，我们江家的第1个公务员就这么没了啊！随后丈母娘更是开始对我大骂起来，而就在这时，江凡的手机响了。接完这通电话之后，他的脸色变得更阴沉了。凡啊，怎么了？你请来的那些好亲戚，几十号人把我们家小区都围了，保安打电话来让我赶紧回去处理。随后江凡把手机往丈母娘面前一摆，亮出大大的收款码。你干嘛？你说干嘛？之前给你的那2万块还给我，我去打发走你请的那些亲戚啊。好，转给你就是了。丈母娘极不情愿地拿出手机，一会输入密码错误，一会又想不起密码来了。行，你自己留着吧。江凡懒得拆穿他这点小伎俩，转身就离开了医院。刚回到小区，江凡就看见大门被老家亲戚堵得水泄不通。亲戚们一看到江凡回来，立马就围了上来。你妈李穗芳呢？她不是说好了给我们报销路费和住宿费的吗？告诉你妈，这钱可别想赖账啊！要不是她一个劲的承诺，谁愿意大老远的跑这地来给你们江家撑门面？李穗芳要是不给钱，我们回去就把你家住院都推了。老家人群情激愤，七嘴八舌把江凡都给淹没了。我妈有事，让我来把钱给你们，还好对一个一个的来。江凡大吼了一句，众人当即喜笑颜开，迅速排好了队。江凡满脸的鄙夷，花了钱打发走这帮贪婪的老家人之后，江凡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到家，一进门就看见吴倩倩蜷缩在沙发上抽泣，大厅里纪念钞撒得满地都是，看起来就像是刚上演过全武行一样。倩倩，你怎么了？妈，倩倩，谁把你打成这样的？是不是陈瑜？他来过了是不是？随后江凡就准备拨打110，可下一秒他就愣住了。是外婆打的。什么？一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还有好几集。从没上过1天班的女人，仅仅用500万投资了一家新开的餐厅，就让自己1星期挣了10几万。更爽的是，员工开业忙成狗，而作为甩手掌柜的她只需在楼上吹着空调享受，这可让她的自信心膨胀到了极点。妈妈，我简直是个商业女天才。女儿闻言也觉得该轮到自己大展拳脚了。妈，那你可得管好店里的那些打工牛马，我听网上说他们最会偷奸耍滑了，可不能让他们破坏了你的事业。吴倩倩这一说让江凡认真思考了起来，他也觉得店里的员工有点懒散。倩倩，那你说应该怎么做？妈，我们书上说了，一个企业要想长久，必须要建立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我好像听过，这个要怎么建立？这个简单，良好的企业文化就是奉献、奋斗、拼搏，只要树立制度、规范惩戒，就能激发员工的内应力。妈妈，我听不懂。具体来说，就是妈，你要使劲折腾他们这些打工牛马，给他们安排早读、跑操这些项目，还要给每个人定 KPI， 每周考核末位淘汰，考核不合格的还要接受体罚。要是遇见不听话的，还要杀鸡儆猴，给自己立威。工商管理专业的吴倩倩大言不惭地发表了一通掉路灯的资本家宣言，给江凡听得一愣一愣的。这能行吗？不会把他们都逼走吧？逼走更好，要是能被这一套规矩逼走的，就说明他们根本不服管教，不认可我们的企业文化。这样的害群之马留在团队里，只会带坏其他人。而且现在3条腿的人不好找，4条腿的牛马到处都是，走就走了呗，大不了再招就是了。吴倩倩风轻云淡，高谈阔论，大抵在她心里从来都不认为自己也会有成为打工人的那天。好像有些道理。而且妈，这一套企业文化也是训练他们的服从性。你想，他们连这套规矩都服从了，那他们还会不听你的话吗？倩倩，你说的对，那我明天就早点来，给他们上点企业文化。江凡顿感干劲十足，没想到自己的女儿也如此有经商头脑。此刻他已经心想着自己成为福布斯女企业家的梦想又进了一步。很快到了第2天，江凡7点就来到店里，此时离上班还有整整1个小时，直到7点50，员工们才陆陆续续到店，这让江凡一脸不爽。所有人都集合，我们开个早会。随后江凡将昨天吴倩倩说的那套需要无私奉献的屁话在众人面前说了一遍，这让众人一头雾水，不知道这位女老板突然发了什么神经，讲什么企业文化。而更绝的是接下来的话，从明天开始，你们每个人7点就要到店里，统一上街，一边跑操一边大喊我们的企业文化，这样又可以强化你们的身体，深化我们的企业文化，还可以宣传我们店，一举3得。无故缺席的人，通通按照当天旷工处理，我会开着车来监督你们的。江凡雄心壮志的说完，底下的人都愣住了，因为这太过抽象了，这特么把我们当日本人整啊！而这件事很快就汇报到了我的手里。哈哈哈，这个女人自己都没有几分文化，还想搞企业文化，
那后来呢？当天员工集体跑完操之后，个个怨气冲天，营业额暴降，堂食外卖出餐速度大大降低，因此还收到了很多顾客的投诉。这样搞了2天，江凡就吓得取消了跑操，改成了比较温和的每天午饭后集体学习企业文化。哈哈哈，笑死我了！到底是哪个大聪明给这个女人出的主意？据我们了解，应该是吴倩倩。吴倩倩在学校里曾经和同学们炫耀自己家里新开的餐厅，并且还吹嘘自己在帮忙进行企业文化建设和管理。原来是她，还真是个大孝女儿。那江灿那对母子呢？江灿已经基本康复，达到了出院标准，但他整个人处于自闭状态，因此还继续在医院住着。他母亲李翠芳也在继续陪护。是时候让这个老东西知道他女儿开了一家大餐厅了。好的，陈先生。另一边，李翠芳刚回到病房，发现江灿没在屋内，只有一个面生的年轻小伙子正坐在床上。你刚住进来的吗？对啊，阿姨您是？我是你隔壁床的妈。对了，你看见我儿子去哪儿了吗？哦，刚刚护士带他去体检了。这时丈母娘突然警惕起来：你年纪轻轻得的什么病啊？不会是传染病性病吧？可别传染给我儿子啊！阿姨，我只是血压有点低，来住院观察几天。小伙子也是脾气好，这都还能带着笑脸。不是性病传染病就好。接着丈母娘就没再搭理小伙，随后小伙掏出了一份精美包装的食盒，里边是8枚热气腾腾的包子，香气四溢，可把旁边的丈母娘馋得直咽口水。于是他故意发出了提醒的声音：哎呀，阿姨，不好意思，瞧我光顾着自己，把您给忘了。这包子你也吃2个。那我就给你个面子，随便吃点吧。丈母娘拿起一个包子啃了一口，顿时睁大了眼睛。这包子可真不赖啊！随后他吃了一个又一个，还觉得不过瘾，直接把盒子都端到自己面前，然后饿死鬼投胎一样狼吞虎咽，直到盒子里还剩下最后一个，丈母娘才不舍得停下手。你血压低，不能吃这么油腻的东西。还好你遇上我这个好心人，剩下的这个就留给我儿子帮你吃吧。那可真是谢谢你们母子了。对了，小后生，你这包子在哪儿买的？周包子啊，这么有名您都不知道吗？很有名吗？那肯定啊，赶上了饭点不排队还买不上呢。你看看，我这还有照片呢。小伙子热情地拿出手机，给丈母娘展示周包子开业那天的盛况。天啊，这么多人，这家店肯定老赚钱了吧？那可太赚钱了，一个月少说能赚100万呢。可突然丈母娘愣住了，等等，这不是我女儿吗？什么？阿姨，你确定没看错吧？这位可是这家周包子的老板啊。我亲女儿我能认不出来吗？怪不得我说她最近怎么不来医院了，原来是趁着我和阿灿住院，悄悄把那笔钱拿去投资了。好啊，江凡，你给我等着。1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还有好几集。你见过胡搅蛮缠的老人吗？打车车费86块，可这个老人却只愿意付10块钱。大妈，你这就有点不讲道理了。这么远给你拉过来，油钱都不止10块了。嘿，是我不讲道理，还是你欺诈老年人？这么点距离，怎么可能要86块？司机顿时欲哭无泪。此时后方的车已经排起了长队，不停地摁着催促喇叭。这到底是老人变坏了，还是坏人变老了？今天他妈算是认栽了，就当出门遇见老官了。行，算我错了，上车没说清楚。本来86块，我给你抹个零头，再给你少10块，收你60总行了吧？60块，爱要不要？丈母娘有恃无恐，后边的车堵得越多，喇叭摁得越响，她的心里就越有底气，准备就和司机耗在这儿了。而司机这回没说什么，只是默默地锁死了车门，随后启动了车子。你要去哪儿？然而回应他的又是一脚油门。你可别乱来，我报警了。哼，放心吧，您这根不知道哪个深山里的老葱，送我都咽不下去。你到底要去哪儿？快给我停车，听到没有？去哪？当然是送您老回医院啊！你不是不愿意付钱吗？那我送你回去，不是很正常吗？好，我给你钱还不行吗？司机听到这话，才把车靠着路边停下来。拿去，真是小心眼儿。于是司机这才开了锁，让他下了车，随后立即就启动车子远离了他，生怕他还会搞什么幺蛾子。而路上的丈母娘傻眼了，她万万没想到车子刚才开了这么一会儿，自己就离目的地好几百米了。此时烈日当空，她只能在大太阳底下硬走。等她走到目的地时，已经把她热得满头大汗。这真的是凡开的店吗？而且怎么取这名？叫什么周包子啊？应该叫江包子，或者叫李包子也行啊。刚准备进店找女儿问问，丈母娘就被拦了下来。阿姨，请您到后边去排队，里边已经没有座位了。你们老板姓什么？姓周啊。那江……丈母娘刚开口，服务员就已经转身走了。她刚想跟上去，就被另一个服务员拦了下来。大娘，后边排队去。于是丈母娘只能往后看去。这要排到什么时候？而这时她发现队伍中有3个学生模样的女孩，她顿时灵机一动走了过去。丈母娘直接见缝插针的挤了进来。老奶奶，你干嘛啊？而丈母娘却假装没听见。算了，看他年纪大，就让他吧。凭什么年纪大了就可以插队啊？
算了吧，这种人没素质，别和他一般计较。反正马上就要到我们了，不差这一会儿。小蹄子，你说谁没素质呢？触发了关键词，丈母娘突然怒目转身，大吼一声：“原来你没聋，听得见啊！”呸！谁聋了？你这个小养的，再胡说八道，我撕烂你的嘴！本来丈母娘今天心情就不好，现在竟然还被3个丫头骗子蹬鼻子上脸，她哪忍得住？直接各种污言秽语、劈头盖脸的就往上招呼。我就没见过你这么肥头大耳的，我要像这么胖，肯定躲在家里连门都不出，还来这里吃。同行的女生闻言实在忍无可忍，直接把丈母娘一把推了出去。哎呦，你这个小蹄子，还敢打老年人！今天我非得替你爹妈教训教训你！丈母娘扯着嗓子企图占领道德制高点，毕竟这招她在乡下百试百灵。接着趁女生不注意，丈母娘直接一巴掌扇了过去。这一幕来得太过突然，现场的群众还处在震惊之中，没来得及出手调停。就在这时，远处冲来3个黄毛，前头的黄毛一箭步上前，就给丈母娘来了个窝心腿，直接把丈母娘踹出去，跌了个狗吃屎。哎呀，你们想干什么？老壁灯，你敢打我干妹妹，找死！救命啊！哎呦，我的腰！这一幕让围观群众恨不得拍手称快。很快被店员通知的江凡就从楼上下来了。此时店员已经把黄毛分开了，只留下躺在地上的丈母娘。这老太婆死了吗？怎么办？要报警吗？会不会牵扯上我们店啊？要不然你们把她扶远点吧。女儿救我！听到江凡的声音，丈母娘赶紧抬头出声，这给江凡吓了一大跳。他万万没有想到，地上这个被打的老太婆竟然是自己老妈。妈，烦啊！快打电话报警，把这小畜生给弄进去！江凡大脑一片空白，根本没有思考的能力，服从性的掏出了手机。打，马上打！谁不报警，谁是孙子！老太婆，你殴打我妹妹，等帽子叔叔来了，你就等着吧，老子未成年，陪你进去，看看我们俩谁先出来。江凡顿时一个机灵，正要拨号的手也停住了。原来你是这死老太婆的女儿，你还是这家餐厅的老板是吧？呵呵，你等着看吧，等老子出来以后，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看看怎么陪你玩。江凡突然后背一寒，心中忽然生出几分恐惧。烦啊！我是你妈啊！我被这个小畜生当众打了一顿，你连报警都不敢！哎呦，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黄毛则是笑盈盈的一脸看戏，他很清楚这个女老板心里已经怂了。快报，快点啊！老板，我看这事儿最好还是不要报警，我们刚刚开业，帽子叔叔来了，对我们生意的影响不小。这个时候，领班站了出来，给几乎被逼上绝路的江凡一个台阶。江凡喜出望外，像看见救星一样，赶紧问领班下一步该怎么做。我觉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他们放了，就这么算了。好，就这样吧。有这个完美的嘴替，江凡赶紧拍板放人。可黄毛不但没有走，反而走向了江凡。江凡顿时心里发怵，而丈母娘更是高手，一把就把众人拥在身前。你想干嘛？干嘛？你妈这个老登为了插队，无缘无故打了我干妹妹一顿，现在你就让我们这么走了，合适吗？江凡这时再蠢也听出来了，对方这是在索财，但此时他只能认怂。你们要多少？什么叫我们要多少啊？搞得我在敲诈勒索你一样。我这可怜的妹妹去医院做个全身检查，还有精神损失费，你自己估摸着赔吧。3000。此时店里的员工不少，站出来随随便便就能吼住黄毛的能耐，可所有人都默契的观望着，任由黄毛对江凡蹬鼻子上脸。毕竟江凡这段时间大搞企业文化，可没少折腾他们。6000。丈母娘听见直接气晕，拿现金来。黄毛得意洋洋，一副胜利者的姿态。至此江家母女完全溃败。一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还有好几集。你见过这样做生意的吗？顾客只买了基础款的便宜包子，他就对其冷眼相待；而当顾客一次性买几个包子时，他就喜笑颜开。但下一秒他就偷偷少装了2个进去。不仅如此，当他发现后厨用的都是较贵的好食材时，他立马就亲自采购，3块5一斤的优质面粉换成了1块4的陈年面粉，210桶的古法压榨纯花生油换成了30块钱1桶的小作坊油，其他各种调料也通通换成最便宜。这让供货商都吓了一跳，连忙打电话给了老婆。老婆，你赶紧把周包子的货款统计一下，明天就去要账，以后要先款后货。我看这周包子大概是撑不了多久了。而更过分的是，包子用的上品土猪肉直接用黑心淋巴肉代替，而他对此得意洋洋，迫不及待来到女儿面前邀功。女儿啊，以后妈每天至少可以帮你们店节约这个数。2000，真的吗？什么2000？是2万啊，2万，那你也太厉害了吧！成本暴降，两人顿时笑得合不拢嘴。深知李翠芳厉害的店员们对此却敢怒不敢言，都想着忍到周老板回来就好了。而这些情报很快就传到了我的手中。呵呵，真是不出我所料啊！这完全是那个死老太婆能干得出来的事情。陈先生，按照这样的进度，最多1个星期，周包子就撑不下去了。老周都还没回来，不能让这家店就这么倒了。从明天开始，你压住网络平台的所有差评，是暂时压住屏蔽，不是彻底删除，然后组织拖去就餐排队，要维持现有的客流量不变，甚至还可以微微上涨，直到他们挤走老周，成为这家餐厅100%的股东为止。好的，陈先生，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到那一天的到来了。
接下来的几天，包子铺的生意一切如常，依旧红火，外卖平台上也没有出现任何差评，只是人群中老顾客变得越来越少，而李翠芳母女自然对此一无所知。女儿啊，你看看，我就说这些城里人哪吃得出来什么好坏嘛。江凡原本担心换食材会影响生意，这会也终于彻底放下心来。而另一边，老周一脸疲惫地走出了高铁站。多亏了那位主动找上门来的大律师，否则这次离婚就不只是伤筋动骨那么简单，那将会是骨头都被前妻吃的没剩下。可我问他为什么要千里迢迢从江城来帮自己，他却只是说受人所托，不肯过多透露，还说回到了江城会有见面的机会，真是太神秘了。哎，不管了，先去看看我的店怎么样了。随后老周上了一辆出租车，麻烦去金湾万象城周包子。老哥，你要去吃那家的包子啊？我劝你还是换一家吧。为什么？嗨，你不知道，这周包子品控极差，我有个同事吃完周包子就拉了2天肚子，另外一个同事吃到的蟹黄都是臭的。去他那不买贵的包子，还会遭到档口那老太婆的白眼，还有这老太婆也经常故意少拿包子。现在我们知道的都不去他们家了。司机并不知道车上的就是周包子的真正老板，所以肆无忌惮的评价。这一番话直接让老周整个人愣住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一直最重视的品控和服务，如今被人骂得狗屁不是。老哥，你没事吧？我看你脸色不太对啊。没事，高铁上没吃东西，这回可能有点低血糖了。你还是带我去金湾万象城吧。老周回过神来，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决定还是先当面去亲眼看看。可等他来到店门口时，就看见一眼望不到头的队伍。难道出租车司机说的是假话？就在这时，一个女孩朝老周走了过来。嘿，这家包子真难吃，避雷了，下次再也不来了。随后，女孩就把只咬了一口的包子扔进了垃圾桶。老周见状，立即捡起来咬了一口，下一秒他整个人都僵住了。这面皮不对，是陈年面粉；这油也不对，这猪肉也不对。等等，怎么有一股这么浓的腥味？该不会是……老周立即掰开肉馅仔细查看，果然露出了一些黑褐色的不完整小颗粒。这一瞬间，老周心底的最后一丝希望也被击碎了。他一眼就看了出来，这就是猪脖子里的淋巴结。随后，愤怒的老周直接冲进店里，走向厨房。周哥，你回来了！看见老周，后厨全体正在忙碌的厨师全部停下了手头的活，不约而同的抬起头来，目光闪烁的看着老周，看着他们这些老伙计一个个有苦说不出的模样，老周心里非常不是滋味，都怪自己有眼无珠，找了江凡这个合伙人，让他们受苦了。听到动静的丈母娘和江凡也走了过来，于是老周指着桌上的肉问道：“江小姐，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江凡有点心虚的低下了头。这是肉啊！你一个厨师，连肉都不认识了吗？老周没鸟丈母娘，依然盯着江凡，用眼神质问他：“是肉。”好，很好，老许，把这盘肉给我炒了，我陪江小姐和她母亲一起吃。好的，老板。老许知道老周这是在将这对母女的军，于是立马行动起来。而江凡见厨师还真敢把这盘淋巴给炒了，心里顿时慌了。女儿，别怕，我就不信他这能拿得出上千万的老板敢吃那盘纯淋巴肉，吓唬谁呀？很快炒好的淋巴肉就被端了上来。二位请。江凡捂着鼻子避之不及，闻着味他都快要吐了。而丈母娘则冷笑道：“哼，有本事你先吃啊！”两人认为老周也就是虚张声势罢了，然而老周直接夹起一块淋巴肉嚼了2下就吞了下去，两人瞬间傻眼。江小姐，到你了。一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还有好几集。人人都避之不及的淋巴肉，这个男人却一把塞入嘴中，这可把对面的两人看傻了。江阿姨，该你了。你神经病啊！你是不是有病？自己爱吃你就自己吃个够，非逼着我们娘俩吃干嘛？你是看我们是女的好欺负是吗？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在场的员工听完目瞪口呆。既然你们自己都不吃，凭什么拿给客人吃？原来你们也知道这玩意人不能吃啊！你们这样做就是把成本节约了，哪怕90%又怎么样？这是在谋财赖命啊！说到这儿，老周的心脏就是一阵绞痛。我真是后悔，为什么会选了你当我的合伙人？你这话什么意思？缺钱的时候到处求人低声下气，我给了你钱，帮你解决了燃眉之急，现在倒咬我一口是吧？别忘了这店不仅你是老板，我江凡也是老板，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就是，你拽什么啊？哎，早知道我当初就不该卖你那1半股份。呵呵，我看你就是眼红我们，觉得现在这店赚钱了，才后悔卖股份。老周，听你的意思是不想和我合作了？江凡立即盘算起了小九九。你要是真不想干了，大不了我再出500万，把你剩下的股份全买了。触发关键词，丈母娘立即恨铁不成钢的提醒道：“怎么张口就500万？你就不知道压一压价吗？”江凡也发现自己莽撞了，连忙又提了补充条件。介于你开业这个月都没来过餐厅，所以这个月的利润分成你不能拿。还有这些人都是你招的，所以你还得负责发他们这个月的工资。在场的厨师员工们听完当场就气炸，这对母女也太畜生了吧！不仅要挤走老周这个创始人，还要抠走所有利润，真是叫人大开眼界。此时另一边，陈先生，你交代我的工作已经顺利完成。随后柳香详细汇报了工作内容，
正是半个月前，我特意派他去帮老周打一场离婚官司。当时老周的前妻向法院起诉老周家暴虐待，并且要求法院判决二人离婚，而且财产和孩子他全都要。更重要的是，前妻在老家很有关系，再加上老周准备不足，结果就是第一次判决1000万共同财产，老周得200万，前妻得800万和孩子的抚养权。判决一出，前妻如沐春风，春风得意，老周则是一种的深深无力感。明明自己没错，明明自己就是冤枉的，怎么就有口难辩呢？不行，钱给他了无所谓，但是孩子必须要回来。跟着这种女人，这孩子迟早要毁了。于是老周提起了上诉，但前妻对此不屑一顾。有那层关系在，你输定了。然而就在这时，柳湘带领江城顶级律师团从天而降，直接给了这个小地方的人情社会一点小小的震撼，让他们见识到了柳湘作为全国顶尖 top 政法高校优秀毕业生的人脉。这个小地方瞬间地动山摇。老周前妻的奸夫，那个躲在后边出谋划策的家伙，这下知道怕了，赶紧说服了前妻庭前和解，什么都不要。可柳湘却不惯着他们，直接重拳出击，让这个奸夫丢了铁饭碗，洗去了防防。随后再让老周反诉前妻诬告，收买人作伪证，成功让他喜提缓刑1年，吓得前妻不要孩子也不要1分钱。柳小姐，你真是辛苦了。不辛苦，作为律师应该的。随后送走柳湘，王海也找了上来。陈先生，老周已经去过周包子了，看起来他已经做出了最终的选择吧？是的，他的确是一个少见的正直汉子。那家店是时候开业了。陈先生，那我安排的虚假客流是不是可以撤了？先别急，等到老周新店开业前的一天再撤。我可没把江灿这傻逼忘记，江凡和他妈已经享受过了这虚幻的繁荣，怎么少得了江灿呢？人世间最大的喜剧就是失去自以为得到的东西，而最大的悲剧也是如此。此时在医院的江灿正失魂一般坐在病床上发呆，而这时他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了丈母娘急切的声音：儿啊，你快点打车过来，今晚万象城周包子，你姐花500万给你买了一家餐厅1半的股权，你快点过来签字。这家餐厅可赚钱嘞，才刚刚开业了不到1个月就赚了200万。多少？江灿顿时整个人大脑轰的一声巨响。200万，你姐已经干了1个月，我也帮忙快半个月了，真的就是这么赚钱。你赶紧过来把字签了，以后你也是月入100万的大老板了。妈，你让我姐等着我，我马上就来，一定要等着我啊！江灿瞬间满血复活，心情激动的就要飞到天上，连病号服都来不及换就往外跑。喂，江灿，你去哪？体检还没做呢。老子好得很，没病。很快他就赶到了餐厅，此时正好是下午的饭点，整个餐厅座无虚席，江灿顿时心花怒放。能在这种城市中心繁华的商业步行街拥有这么大的一家餐厅，而且生意爆火，每个月净赚100万，谁还考什么他妈的公务员啊？这不爽多了。灿啊，你终于来了，快上楼，就等你签字啦。随后两人来到楼上，我弟弟来了，签字吧。江凡一副命令的口吻，而老周没有半点犹豫，就在这份股份转让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灿，你快点签。江灿此时已经高兴坏了，二话不说就签署了自己的名字。明天你来店里找我，等我们一起去办完相关手续，我再把500万转给你。江小姐，我们的合作已经结束了，我只有一个要求，你们不许再使用周包子这块招牌。哼，谁稀罕啊？我早就想改了。老周没说什么，起身就打算离开。慢着，你是不是还忘记了什么？底下那些员工这个月的工资你先发了才准走。丈母娘生怕他食言，非要看着他发了工资才安心。而老周也没说什么，拿出手机逐一转账，还额外给每个人多发了1000块奖金。切，就你有钱，每个人还多发1000块，白花花的钱送那些泥腿子，不如送给我们娘仨。随后老周下楼走出餐厅，下一秒，餐厅所有员工第一时间停下手上的工作，集体追了出来。老板，我们都愿意跟着你。一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还有好几集。人生建议不要招亲戚给自己打工，一个月入100万的餐厅，员工却集体跑路，看着大排长龙嗷嗷待哺的队伍，老板娘江凡一家心急如焚。就在这时，老板娘他妈李翠芳出了个主意：儿子女儿，你们别怕，妈现在就打电话让老家村里的人赶紧过来支援。可江凡却不太相信老家的这些亲戚，你白花花的钱拿去便宜外人都不肯拉自己老家人一把吗？再说了，外人谁会真心实意的帮你干活？你看看那堆白眼狼，全跟着姓周的跑了，谁记你一点好吗？还得是乡里乡亲的自家人才真正能扛事。李翠芳气急败坏的一通训斥，把江凡噎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女儿不吱声了，李翠芳就在家乡群里广而告之：你们瞧着吧，没了姓周的和那帮白眼狼，咱们店的生意肯定会更好。李翠芳自信满满。就在此时，前方呼哧呼哧的跑回来了一个人，母女二人当即皱起了眉头。你小子还回来干嘛？大娘，我回来上班啊。你不跟他们走吗？老板，你对我这么好，在工作之余还不断鞭策我锻炼身体，加强企业文化学习。大娘也对我这么好，心疼我一人身兼数职，主动帮我承担了采购这项辛苦的工作。我感激你们都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走呢？刚刚我跟着他们，只是为了劝说他们都留下来，可是没人听我的，所以我就一个人回来了。领班这一番掏心掏肺的投名状，听得母女俩身心舒坦。
总算没全部都是白眼狼。小张，你好好干，下个月开始给你涨50块钱的工资。那个，你先把这些客人们劝走，告诉他们明天再来。好的，老板。这时家乡群里也回消息了，然而却是亲戚们的嘲笑。翠芳，你到缅北搞店家去了吗？上来就是1000万开店啊！乡里乡亲的，你去了缅北也别来诈骗我们啊！小心我们把你家猪圈都给推了。这可把李翠芳气坏了，直接甩了几个生意爆火的视频在群里面，这下群里轰动了，很快就有人毛遂自荐。然而离谱的是，有些还要求带上媳妇、小姨子、小舅子，甚至是小姨子的闺蜜一起才肯来。一旁的江凡一看不乐意了，当年齐厅长都不带这么安排的吧？这简直把我们当陈宇整了。烦啊！现在咱们不是缺人吗？只要保证明天咱们餐厅能正常营业，一切都好说。而且都是乡里乡亲沾亲带故的，多给一点也无所谓，就当卖个人情了。反正肉都烂在锅里，又不是给外人。这时江灿也站出来声援李翠芳，劝江凡别做了。姐，你就别在那里推三阻四的了。咱们这店一个月能挣200万，一天就是6、7万，付这点工资不是简简单单吗？要是人手不足开不了业，那损失才多呢。话说如此，其实江灿只是想尽早当上名副其实的大老板，在亲戚面前装逼而已。至于餐厅的运营管理，他可懒得管。行吧，你们都这么说了，那就答应他们吧。江家报销高铁费，很快这些七大姑八大姨就到了。妈，我怎么感觉来的人不止30个？哎，你怕什么？人多力量大，咱们店生意这么好，来再多都吃得下。不得了的，这么好的店，看看这椅子都是真皮的咧。要是搬回家去，都可以直接当新房家具了。呵呵，瞧你们那点出息，跟着我家阿灿好好干，迟早在这城里买车买房，到时候这些玩意儿送你们都不要。众人闻言双眼冒光，现场一片欢快的气氛。李翠芳看着这赶来救场的老家人，心里无比开心。烦啊，灿啊，咱们的好日子就要来了啊！时间不早了，大家先回去休息，明天早上8点记得准时来上班。随后李翠芳就让领班带大家回宿舍。老婆，你什么时候买了这么好的2条烟？啥买的？我拾的。从餐厅吗？不从餐厅，我还从高铁上啊，顺手不就拾回来了吗？不会被摄像头拍下来吧？你以为我是你啊？不用包挡着摄像头的。那就好，那就好，我还从来没抽过这么好的烟礼。去，谁说让你抽的？你抽这1条芙蓉王就行了，剩下的2条，明天你找个烟酒铺子卖了，把钱交给我，这钱存着，以后还要给你儿子上大学娶媳妇用的。好吧，都听你的。你也别偷懒，你们后厨也肥着呢，眼睛手脚都放麻利点。是，这还用你教啊？那就好，以后的日子真的是有盼头啦。次日一大早，江凡、江灿、李翠芳3人就到了餐厅，可餐厅里除了领班之外，一个员工都没来。怎么还不来上班？江凡当时就不爽地皱起了眉头，眼看到开业时间了，李翠芳着急了，他首先给侄子2强打电话，结果人还在睡觉，嘴上说着马上就来。李翠芳听完还不好发脾气，接着李翠芳一个一个的给老家人打电话，求着他们快来上班。江凡就在一旁冷眼看着，心里已经在笑了。这就是你请来的好帮手，连最基本的时间观念都没有。终于到了9点，人才勉强来齐了，而众人一副不高兴的样子。好了，明天一定要8点准时到，你们快点开始干活吧。我们早饭都还没吃呢，这就让人干活了，也太不地道了吧。显然他们都带着乡下那种办事去帮忙的心态，没人当成是来打工上班的心态，这可让江凡气不打一处来，刚准备发作，李翠芳就拦住了他。烦，算了，第1天上班，他们不懂规矩，以后就好了。小张，你带他们到去旁边吃牛肉粉，快去快回。半个小时以后，他们终于酒足饭饱了。江凡以为他们总算是可以工作了，结果一个个坐在大厅里，剔牙的剔牙，抠脚的抠脚，又不动了。这下江凡真受不了了，朝他们大吼道：“你们到底想干什么？这班到底还上不上？”表妹，你别生气，老家的规矩你可能不是很清楚。按照规矩，东家要先给工钱，我们才干活。江凡恍然大悟，原来这帮人吃完早饭在这里干磨着，就是要先领工资。瞬间他就气血上涌，差点晕倒过去。1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还有好几集。本以为招亲戚当员工可以更放心，可谁料亲戚上班第1天就要求先发工资后干活。烦啊！我们呐，确实是这样的规矩。我们到底是招员工上班，还是请了一帮老爷？唉，早给晚给，反正都要给，就先给他们吧。唉，小张，给他们登记发钱。江凡只能无奈妥协，毕竟现在让他们滚，沉没成本实在太高了。老板，我昨天已经连夜打印了劳动合同，你要看它吗？不用了，你办事我放心，让他们排队登记签字，再一个个的发钱。众人一听要发钱了，一个个马上跑得比兔子还快，赶紧排起队伍。就这样，众人签订了合同，领到了工资，这才肯去干活。可看到他们包的包子，江凡差点气吐血。老家的这帮人把包子包的大的大，小的小，歪瓜裂枣，毫无卖相，也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而且那味道也简直绝了。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卖了。然而就是这样水平的包子端出去档口，还是没一会儿就卖光了，速度比前几天都还快。
而且排队的人比前几天还多，堂食也早早就坐满了。虽然也有一些客人投诉包子难吃，但这些声音都淹没在了爆火的生意之中，这连江凡都不敢相信。难道这家店真的不管怎么搞都能赚钱吗？看来自己就是天选之女啊！晚上打烊后盘点，看着账户上在创新高的营业额，江家三人无比激动。当然，这一天的各种物质消耗也在创新高，毕竟公家的东西不拿白不拿。此时总统套房内，陈先生已经按照您的吩咐，让那50多个人签署了劳动合同，这是所有原件的复印件。辛苦了。合同特别约定试用期3个月，如果在试用期内餐厅因为不可抗力倒闭，餐厅无需进行额外补偿，这正是我特意要求加上去的。陈先生，我其实不是很理解，如果不加这一条，那餐厅倒闭的时候，他们老家的那些人就可以主张补偿，这对于他们不是雪上加霜的打击吗？我没有直接回答王海，而是反问了他一个问题：你觉得他们老家这些人怎么样？这些家伙贪婪无耻，精明市侩，有利无义，不愧是和那老太太一个地方的人。说的没错，如果江凡的餐厅倒闭了，他们会怎么做？他们一定会当场翻脸不认人，争先恐后的向江凡他们一家要补偿，反正亏了谁也不会亏了他们自己。那如果他们要不到呢？那他们肯定会把餐厅洗劫一空，把带走的能搬走的全部抢光。毕竟昨天晚上刚到江城，都还没有开始上班，就已经有人开始顺手牵羊了。可那个时候的餐厅已经不是江家的餐厅了。陈先生，原来你的目的是要把他们全部送进去。王海一直以为自己深谋远虑，但是此刻他才知道谁才是真正的高手，因为我一直都在大气层。既然他们来都来了，就在江城多吃2年公家饭吧。我可没有忘记这些没有是非只有利益的家伙当初是怎么跟着丈母娘编排原主父母的。本来我只想专心的整垮江凡一家的，但是这伙人又上赶着来送人头，我哪有不收的道理？既然如此，就统统去牢里蹲着吧。这样一来，江凡他们娘仨是连回老家的后路也绝了。小王，你去准备一批和天下还有飞天茅台，要50人份，够判3年的那种的量，你懂的。好的，陈先生，但是在真正的实践中，恐怕是法不责众啊。哈哈哈，小王啊，浙江北区是江城最落后、最不发达的一个区。我听说江北官方准备振兴经济，搞什么半导体产业是吧？是的，陈先生，但由于风险过大，一直没有人愿意入局，所以这个项目也暂时搁置。这个项目不错，利国利民，帮我注册一家投资集团和江北官方接触。这个项目我接了，50亿启动资金随时到账。陈先生，你确定吗？早就知道陈先生有钱深不可测，但是也没想到陈先生随随便便就能投资一个500亿的项目，甚至都不做基本调查。当然确定，这样你说那法还责不责众？第二天，有着江凡提前3令5申迟到扣钱。今天老家人们都勉强在8点前赶到了餐厅，但还是跟昨天一样赖着不干活，完全没把江凡这个老板放在眼里。你们都还坐着干什么？都给我去干活！可不管他怎么咆哮，这50多号人完全都不搭理他，该干嘛还干嘛。这时得到授意的领班上前喊道：老板说了，要是再不干活，就要我登记扣你们的工资了。你算个什么东西？有本事你扣啊！就给这点工钱，把我们累得跟狗一样，还要威胁扣工资，有本事你就扣，大不了我们不干了。其余几十个老家人也纷纷响应，一时间骂声震天响。看着这些情绪激动的老家人，江凡当场就吓破了胆，赶紧退回2楼办公室。而这些其实都是老家人商量好的。我们累死累活，1个月就挣这几千块钱，他们坐着不动，每天就是几十万进账，凭什么？越是挨得近关系近的邻居，就越眼红江凡一家。所以这才有今天这逼宫的一幕。2楼的江凡立即向丈母娘说了这件事，可丈母娘立即骂了领班一顿，都怪这蠢货，谁让他拿着鸡毛当令箭？大家昨天累了一天，今早能准时来就不错了，休息一下又怎么了？凡，你等着，我下去和他们交涉一下。可没过一会儿，他就灰溜溜的回来了。女儿啊，他们的意思是每个人要再涨2000块工资，而且要现发财，肯干活。什么？这50个人就是10万啊！他们一个个做的东西像一坨狗屎，还好意思要那么多钱？让他们全部滚蛋！烦啊！你现在让他们走，昨天发的1个月工资不就白发了吗？而且你爸的坟还在老家呢，他们这群人说不定什么都干得出来。姐，实在不行就给他们涨了吧，也就是10万块，我们一天就挣回来了。江灿还是一如既往，只要能花钱解决的事情，就别搞那么麻烦。江凡沉默了半天，只能无奈妥协。但下一秒，他又做出了个大胆的决定。小张，你去把招牌黑土猪包子涨到5元，其他菜品全部涨价20%，例汤不要再免费供应，一律10元1碗。什么？一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还有好几集。一个2块钱的包子直接涨价到5块，然而排队的客人却有增无减，这可让丈母娘高兴坏了。我们卖的是包子嘛，我们卖的是品牌，就应该值这个价。哎呦，这价格真是涨晚了。虽然也有少数客人看到价格转身就走，但江凡对此不屑一顾。吃不起是他们自己的原因，不是我们的原因，是他们应该反省自己这些年努力了没有。
为什么连稍微好一些的包子都吃不起？与此同时，离江凡包子铺不远处，柳香正和老周会面。那位大恩人为什么要选择和自己在这见面？老周，你自己进去吧，我就不陪你了。柳香指了指旁边的巷子，示意老周从那进去。对了，老周，那位先生姓陈，名叫陈瑜。陈瑜先生嘛，谢谢柳小姐。于是老周便走了过去。一进去，老周顿时大吃一惊，以为自己来错了地方。眼前分明是一间宽阔明亮、看上去刚刚装修好的餐厅。这间餐厅至少比对面的餐包子大了2倍，装修也更加精致。中间一个男人正独自坐在餐厅中，微笑着看老周。老周立即紧张地上前去。您就是陈先生吧？我非常感谢您。老周，无需多言，先请坐。我以前经常吃你的包子，后来偶然间听说你家里的事情，正好我认识一位非常不错，他本人也是爱打抱不平的律师，所以我就把你的事情告诉了他。我主动开口解释，先打消了老周心中的疑问。老周丝毫不怀疑，认为自己真的走运遇到贵人了。老周，你看我这家店怎么样？陈先生，这果然是您的餐厅吗？没错，但以后这也是你的餐厅。老周，我对餐饮非常感兴趣，也很钦佩你的厨艺和为人。你想不想成为我的合伙人？我出钱出店，你出人出技术，餐厅的股份我们1人1半，利润也1人1半。闻言，老周浑身忍不住微微发抖起来。这样的一家餐厅是我做梦都想要拥有的，而且还可以解决那些老伙计们当前面临的失业危机。可是在这巨大的利益面前，老周还是保持了清醒和克制。陈先生，我老周非常感谢你看得起我，也心甘情愿为你打工，但是这股份我是万万不能要的，这利润我也没有资格分一半，您只需要给我正常开公司就行了。我微微一笑，对老周的回答很满意。刚刚我的那番话自然也有试探老周的意思。老周，你当了10几年老板了，总不能越干越回去打起工来吧？而且你只领工资，日子长了，这餐厅的生意也未必能做得长久。你手下团队的成员也未必不会为你鸣不平。陈先生，如果你是担心这一点，那我愿意投800万，但我只要20%的股权就足够了。但是对外我宣称我占有49%的股权，不管怎么样，您都是无可争议的第1老板。哈哈哈，我拿下这个破面，外加装修成餐厅，总共也没花到3000万，你800万才占20%，实在太少了。陈先生，您别再说了，请给我一个报答你的机会吧。好，你的确是个实在人，那就这么定了。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这绝对是你人生中最划算的一笔投资。晚点柳律师也会来找你签订合伙合同，3天之后的星期6就正式开业吧。随后我告别老周，来到江凡店铺门口，好好享受吧，今天是最后一天，过了今天，你们的梦就该醒了。晚上江凡盘账发现这一天的营业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但是有一点让江凡很困惑，那就是档口的现金收入怎么反而下降了2万，而且这物资的消耗也明显有些不太正常。姐，我们就要发了，光是今天1天的净利润就有20万啊！那可不是，按照这样的赚钱速度，咱们每个月赚1000万也不是不可能啊。姐，我觉得你的定价太低了，干脆再涨一些。肉包子咱们卖10块钱一个。也不是不可以，我让小张明天一早就改价。江凡脑子一热，一下子也觉得有道理。凡啊，我觉得咱们用的食材还是太好了，干脆我让他们明天全部送冻货，他们那里有一种冻肉，可便宜了呢。好，就这么干。于是丈母娘立马乐呵呵的打电话，一家人都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之中，准备磨刀霍霍，明天狠狠的把食客宰一刀。第二天早上，大概是因为昨天才敲诈了江凡2000块，所以今天老家人倒是没有作妖，8点准时到齐开工。但他们看到仓库里的东西时就傻眼了，真是黑心，真没道德，卖的这么贵就给客人吃这些东西，放在我们农村，这些万一拿给自家的猪吃，都要被老人撅；拿给别人家的猪吃，人家都还以为是恶意投毒，也不知道这一家拜对了什么神，这样乱搞生意都还能这么好。但这活还得干。可是货现的时候，二强媳妇越想越气，凭什么就该这家子发财？于是他直接当着众人吐了一口浓痰到肉馅里。众人看见心照不宣，没有说什么。我让你们赚钱，我让你们生意这么好，哼！还不解气的二强媳妇拿起桌上的盐罐，哗啦哗啦的往肉馅里倒。这疯狂的举动给旁边的人吓了一跳。这女人真可怕。就在这时，一个同乡拿着一罐燕窝走了过来。二强，江凡让你给他把这燕窝热一热，听他说这小小的一罐就要8000多块呢。二强接过燕窝，刚准备加热，二强媳妇冲了上来，直接往盅里吐了口翠绿色的浓痰。我让他吃个够。一集不够看，竹叶之顶还有好几集。我让他吃个够。真是太好吃了。凡啊，你吃的是什么玩意儿？藕粉吗？丈母娘嗅着鼻子闻着味凑上前来，看着晶莹剔透、微微泛绿的燕窝，直咽口水。什么藕粉啊？这是燕窝，8000一罐呢。什么8000？就这么一小罐就要8000？啥燕子窝那么贵？凤凰窝也没这么贵呀。哎，和你说不清，拿去吧。随后丈母娘迫不及待地吃了一口，好吃，好吃，太好吃了！里面这绿绿的是什么？还挺有嚼劲儿。不知道，你吃就得了。看啊，你快来吃吃你姐买的这好东西，8000块才这么一点呢。我尝尝。
妙啊，真好吃。妈，剩下的就给我吧。乖儿子，好吃你就多吃点。很快到了早上10点，可店里一个客人都没有，这可把江凡和丈母娘两人急坏了。小张，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的客人呢？昨天这个时候都已经卖了快20笼包子，大堂也早就做得水泄不通，怎么今天连一个包子都卖不出去？你这个领班到底是干嘛的？樊姐，你说会不会是品质的问题？你的意思是我买的原料有问题？那怎么之前卖的那么好？樊姐，你说会不会是味道的问题？小逼崽子，你说味道有问题，那就是说我老公不行了。樊姐，你说有没有可能是价格的问题？这不可能，虽然调了价，但也没贵多少啊。难道现在的人出来玩连10块钱都花不起吗？江凡一口否定了领班的分析。这时领班不再说话了，他心如止水，因为知道这家人这家店已经彻底没救了。小张，那你还是把价格调回昨天的去。虽然江凡嘴巴很硬，不承认自己乱涨价有问题，但是身体却很诚实，当即就让领班调了价。这一举动很快就在万象城商家群里传开了。呵呵，笑死我了！这涨了个寂寞，半天没撑到就换回去了吗？金价都不敢这么涨，他们母女哪来的底气？哈哈哈，这么有乐子吗？要不是我在外地，高低得去现场观摩观摩。劝你别去，那老太婆战斗力爆表，专治低血压。而丈母娘和江凡等了半天还是没个人来，看着不远处生意爆火的同行，丈母娘突然心生一计，这外头排队的不全是目标客户吗？于是她就不知死活地走上前去挨个问道：喂，我家那边的包子店黑土猪包子一绝，是正宗的黑土猪，今天搞活动只要半价。另一边江凡百无聊赖地站在餐厅门口，又是半个小时过去，却依然没有一个顾客上门。但突然他听见有人带着哭腔喊自己，烦啊！江凡猛地抬起头，然后就看见丈母娘鼻青脸肿满身是灰地走来，看上去就像是被人摁在地上暴打了一顿。妈，你怎么了？谁打的你？你不是去揽客了吗？江凡想不通，好好的老妈怎么被毒打了一顿回来？那些王八蛋，我不就是在他们门口揽下客，推销一下我们家的猪肉包子，他们几个大男子汉就全部冲出来，对我一阵拳打脚踢。啊，你怎么能跑人家店门口去拉客呢？他家都爆满了，门口还排了那么多人，反正也坐不下，我揽下客又怎么了？他们又没有什么损失。这丈母娘还振振有词，觉得自己没错，都是对方太小气。哎，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也不能打人啊！到底是哪家店？我找他们去。江凡心里也很火大，准备帮老妈讨个公道。就是拐角过去的那家清真牛肉拉面店。江凡听完顿时愣住，怎么了女儿？快点叫上人，叫上物管，咱们一起找他们去。我们50多号人还站着理，怕他们10几个人不成。今天我非得让他们跪下给我道歉不可，要不然这事儿没完。妈，我真是服了你了，你真是一点常识没有啊！什么意思？你敢跑到那里揽客推销猪肉包子，人家打你一顿都是轻的。为什么？我就这么白挨打了，你就不管吗？丈母娘一副不服气的模样，非逼着江凡给她出头。你就是报警了，这打也是白挨。凭什么？难道这世道就不讲道理了吗？都可以随便对老年人拳脚相加了吗？丈母娘还在那里为自己挨的这顿打喋喋不休。江凡见她精神挺好的就放心了，便不想再搭理她了。就在这时，领班急急忙忙地冲了出来。樊姐，你快来！怎么了？樊姐，我们的外卖系统出了点问题。难怪我说今天早上一单外卖都没有，原来是出了问题，那你赶紧修一修啊！樊姐，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咱们家被外卖平台下架封禁了。什么？江凡猛地一愣，现在他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而丈母娘听到后气急败坏地质问道：为什么要下架我们的店啊？他们有什么权利这么做啊？现在害得我们店一单外卖都没有，这个损失他们赔不赔？妈，你不懂就别在这添乱，有时间你赶紧去洗把脸吧，客人都被你吓跑了。江凡吼了一句，就急冲冲地跟着领班进屋了。随后领班为他展示了外卖终端机的后台，已经完全无法进行接单操作。怎么会这样？江凡彻底懵了，毕竟这外卖可是占了全店营收的40%啊！樊姐，你再看看我们店的评分和评论。领班操作终端电脑，很快餐厅评分就出现在了江凡眼前，赫然是高达1.5分的评分。然而更让他震惊的是底下的12428条差评。江凡瞬间晴天霹雳，两眼一黑。这家包子店用08肉做肉馅，还胆敢标价10块钱一个包子，不出3天店铺评分就暴跌到1.5分，外卖平台也将其拉黑，顾客更是慷慨送出12428条差评。这包子的肉馅绝对是槽头肉08肉，避雷。吃了他家一个包子，上吐下泻我3天，差点就见我太奶。老公吃了一口就扔进垃圾桶里，你们猜怎么着？第二天起床，垃圾桶里多了2只死耗子。谢谢商家，耗子要做成包子的形状，还怪好心的呢。谢谢商家，让我足不出国就吃到了正宗的恒河风味，他真的，我哭死！店主江凡看着这些评论，顿时气炸了。污蔑，他们纯粹是污蔑，一定是有人眼红我们生意好，就故意刷差评整我们。会不会是老周搞的鬼？直到现在，他都认为自己没错，都是别人对他的迫害，这让领班忍不住说了一句：
樊姐，你说有没有可能客人们都是有味觉的呢？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你认同他们这些差评吗？当然不是，当然不是，我相信我们餐厅是绝对没问题。哼！江凡这才稍稍消了气，见此领班赶紧转移话题。樊姐，你快拿手机看看后台里边的营业额还能提取出来不？于是江凡连忙掏出手机进入商家后台，下一秒他傻眼了，账户还有200多万的本周营业额根本就提不出来。这下江凡彻底慌了，毕竟这可是开业至今的一大半净利润啊！而领班眼看自家老板大脑已经宕机了，就连忙提议道：“樊姐，你先打平台客服电话试一试。”好的。随后江凡找到客服电话拨打过去，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转接之后，最终一位大区的商户经理接通了电话。电话一接通，江凡就质问道：“你们为什么要封我的店？”请稍等。这边查询到的下架原因，是因为你们的餐厅差评和投诉太多，按照我司相关规定，对你们的餐厅做封禁下架处理。我真服了，为什么封你们的店你们还不清楚吗？1点几的餐厅评分和1万多条差评是白扇。就算你们封了我的店，但是我账户里的200多万营业额，你们有什么资格冻结？那是我辛辛苦苦挣的钱，你们有什么权利这么做？江女士，按照规定，如果因为商户提供了明显有质量缺陷的商品，导致客户投诉，我们平台会先行赔付，随后冻结相关商户的该笔经营流水，并且扣除相应的罚款金。但是你把我这1周多的营业额全部冻结了，总不可能所有人都投诉吧？江女士，这边查询到的具体数据是这样：在过去的1周，您的餐厅一共有99.2%的消费者进行了投诉，投诉的主要原因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不干净、不新鲜、吃到淋巴、疑似使用槽头肉。请问你们餐厅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商户经理直接反客为主，在事实面前，江凡哑口无言。此时他终于意识到，这200万怕是真的要打水漂了。而且这还没算上平台对餐厅的罚款，这200万说不定还不够。放屁！我们餐厅用的是最好的黑土猪肉，你少污蔑我们，小心我告你，敢黑我们的钱，信不信把你全家都送进去吃牢饭？丈母娘见江凡半天憋不出个屁来，她直接凑到手机边就破口大骂：“江女士，如果你还有疑问，不如到我们集团的江城分部来面谈。”好，我马上就过来。为了避免老妈再胡说八道坏事，江凡挂断了电话，随后就叫上领班准备去现场沟通，并让丈母娘留下看店。而丈母娘当即表示要一起去，却被江凡果断拒绝。自己老妈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性子，自己已经领教无数次了，绝对不能让她跟着。随后两人打了辆出租车就走了。哼，还不让我去？没我，你还能要得回我儿子的那200万吗？后脚丈母娘也打了辆车跟了上去。就在江家母女刚走不久后，刚参加完 cosplay 的吴倩倩就带着2个同班女同学来到了店门口，正是想带同学来自家餐厅装逼。倩倩，这个就是你家的餐厅啊，大是挺大的，装修的也是挺好的，怎么一个客人都没有呢？吴倩倩看到也有点懵，这就是自家餐厅啊，可是名字怎么改成灿包子了？而且还一个客人都没有。哦，可能中午客人都吃好走光了吧？走吧，今天我请客，你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吴倩倩绞尽脑汁才找了一个理由，不过2个同伴却完全不在意这些，一想到马上就要能吃上大餐了，他们非常的兴奋。这3人一进餐厅，老家人们当即两眼一黑，心想哪来的妖魔鬼怪，只有百无聊赖的2强媳妇两眼一亮。妙啊，正好江凡一家都不在，可算等来大肥羊上门了，把他们仨好好的宰上一顿，今天自己的奖金可又有着落了。3位美女欢迎光临，给我们安排一个包房。好的好的，这边请。2强媳妇把3人带着穿过大厅前往包房，直到此时也没人认出大换装的吴倩倩。这些员工也太懒散了，待会再和老妈聊聊企业文化的事，非得好好的治一治这群打工牛马不可。随后3人就坐，吴倩倩掏出手机对准桌上的点餐2维码就准备点菜。2强媳妇见这是最新款的苹果手机，心里顿时乐得不行。这丫头看着就有钱，今天非得好好的宰她一顿不可。你这2维码怎么打不开啊？这2维码不好用，你们还是用菜单勾吧。我早就把2维码全部故意破坏了，这样顾客要么用现金，要么给他们扫我的收款码，这操作空间可太大了。你们想吃什么尽管点，尽管往贵的点。2强媳妇听到他这句财大气粗的豪言壮语，心里再次乐开了花。这头送上门来的肥羊不仅肥，而且蠢。可他却不知道，此时吴倩倩心里也蠢蠢欲动。到时候给他们个惊喜，学学都市小说里的情节，付个1块8来个装逼打脸，想想都爽啊！哈哈哈。就这样，2人各自心怀鬼胎，却不知待会等待他们的是怎么样的意外。客人点了店里最贵最硬的大菜，可餐厅主厨却一个都不会做。本想借口说没食材了劝退客人，但一旁的老婆却不想放弃这单生意。随后他灵机一动，出了个好主意，直接将灯影牛肉换成外面几毛钱的辣片，红油冷锅多宝鱼就用火锅底料加草鱼切片糊弄一下。最绝的是，他直接捡了隔壁海鲜酒家吃剩的龙虾壳，塞了点冷冻虾肉充当奥龙。很快满满一桌大菜就摆在客人面前。随后客人兴奋地拿起招牌包子吃了一口，顿时就面露难色。身为东道主的吴倩倩见状连忙问道：怎么了？倩倩，这包子是不是有点太咸了？ 2人也不好意思直接说这包子难吃，
还有股很重的臭味。当然，他们不知道这包子可是被加过狠料的。怎么可能？于是吴倩倩也拿起一个咬了一口，顿时她也不说话了。包房里死一样的沉默。过了一会，她才勉强解释道：“今天厨师发挥的不太好，没关系，你们吃其他菜吧。”同伴也觉得尴尬，连忙夹起了一块牛肉片，硬夸道：“哇，这灯影牛肉好薄啊，真的像灯罩一样薄。”但是等他放进嘴里，瞬间又不说话了。怎么样，好吃吗？好吃，而且挺别致的，能把牛肉做出豆皮的味道，这厨师真是绝了。以前只听过用素食仿荤菜的，没想到还有厨师能用肉食仿出这么原汁原味的素菜，这位厨师真是个高手。是吗？我试一试。吴倩倩还挺高兴，夹起吃了一片，顿时脸都黑了。这玩意哪是什么灯影牛肉，根本就是豆皮辣片啊！但是死要面子的他肯定不能说实话的。接下来三人又吃了鸡汤娃娃鱼、川味奥龙、冷锅多宝鱼、海鲜八宝鸭，那也是一吃一个不吱声。两位同伴绞尽脑汁也实在是找不到角度来夸了。最后他们喝到了开水白菜，顿时发自内心的夸赞：这道汤真好喝啊！在这一桌子又臭又怪的丰盛美食面前，这道开水加点酱油煮出来的白菜，简直算得上是出类拔萃的美味了。没办法，吴倩倩只好叫服务员先结账了。加上服务费，一共是18000块。我就学都市小说里的情节，付个1.8块，假装吃白食，等受益人惊诧愤怒、狗眼看人低的时候，再高调亮出自己老板女儿的身份，来个装逼打脸，想想都爽啊！于是他说干就干，微信收款到账1.8元。二强媳妇的手机里传来了收款到账的语音提示，这让他顿时愣了几秒。你是不是输错了？一共是18000。而吴倩倩嘴角上扬，似笑非笑，理直气壮地说道：没错啊，就是1.8块。两位同伴都知道吴倩倩在玩什么把戏，都笑着准备看戏。但是这一幕看在二强媳妇眼中，可把她气炸了。好啊，你们3个想吃白食是吧？哼，把你们老板叫来。吴倩倩就等着接下来老妈江凡出现，自己完成一次华丽的装逼打脸。然而下一秒，叫老板是吧？我叫你。这突如其来的一幕令两个同伴都愣住了。你敢打人？你知道我是谁吗？我管你是谁，敢来老娘这里吃霸王餐，我。而被一连串问候的吴倩倩当然也不是等闲之辈，此刻她心里怒火冲天，端起桌子余温仍在的红油锅就朝二强媳妇泼去。二强媳妇顿时受到重创，掉头就往外扯着嗓子边喊边跑，而吴倩倩乘胜追击追了上去。外面的老家人们看见这一幕也愣住了，一时间竟没人上前制止。就在这时，二强冲了出来，快弄他！他吃白食还打人！吴倩倩面对眼前这个愤怒到极致中年男人，终于清醒过来，内心感到阵阵的恐惧，同时由于刚刚吃的那些东西，腹部也开始剧烈的绞痛，于是连忙想表明身份，我是吴。二强直接一脚凌空飞踹，吴倩倩顿时飞了出去，身下也是瞬间喷射出一股黄色不明物体。她的两个朋友见状也吓坏了，连忙大声呼救：救命啊！打人了！这家餐厅打人了！而这时江凡刚好回来，平台居然说账上的那200多万的营业额会全额退还给消费者，同时还要求我缴那200万罚金，真是气死我了！江凡听到里面的喊声，赶紧走了进来，下一秒他就犯恶心的捂住鼻子，什么味？真臭！他顿时也被眼前这一幕震惊了。当然，他第一眼没认出地上那人就是自己的宝贝女儿吴倩倩。表妹啊，这个死丫头来吃白食，还把我打了一顿啊！你看看我这一身，真是太没天理了啊！两个朋友看众人的反应，猜到了江凡就是老板，于是赶紧开口道：阿姨，你是吴倩倩的妈妈吗？你们是？阿姨，倩倩，她就是倩倩啊！什么？江凡顿时大吃一惊。妈！这时吴倩倩虚弱的哭着喊了一声：倩倩，真的是你啊！倩倩，你怎么成这样了？江凡当头一棒，当场就哭了。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尤其是二强和他媳妇，他万万没想到这丫头竟然真的是江凡的女儿吴倩倩。二强当即愣住，而二强媳妇心里还很不服气，正好自己被他女儿搞成这样，今天不敲诈江凡个大几万，这事就没完了。哎呀，我这脑袋哟，怕不是脑震荡了。二强媳妇在那里哀嚎演了半天，可全场的目光却没一个人在她身上，都被吴倩倩给吸过去了。妈，我肚子好疼，那些菜有毒。你都给他吃了什么？我二强结结巴巴不敢回话。江凡正要发作，丈母娘立即开口道：你别在这里找麻烦了，先送倩倩去医院吧。于是江凡打了120，很快救护车来了，吴倩倩被抬了上去。江凡正要跟车，二强媳妇连忙喊道：表妹，你看你女儿干的好事，我被打成这样，你要是不给我个说法，我现在可要报警了。他就是吃准了江凡现在焦急担心，六神无主，准备趁乱敲诈一笔赔偿。就在江凡不知所措的时候，领班主动站了出来：樊姐，你先去，这边的事情交给我来处理。好。随后江凡就坐上救护车走了。二强媳妇见是领班留下来交涉，觉得平时低头哈腰的领班更好拿捏，顿时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强哥，强嫂，我们去屋里谈吧。一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还有好几集。
服务员被老板女儿泼了一身热油，张口就要求赔偿20万，而代表老板谈判的领班却只说了一句话，就让局势瞬间反转。先别急，在此之前，我想先明确一件事。刚刚在楼下，我听吴倩倩的那2个同伴说起，吴倩倩恶作剧给餐厅支付了1.8块，是吧？对此，二强媳妇不屑一顾道：“那又怎么样？谁知道她是老板的女儿啊？我以为她是吃白食的客人，冒着被打一顿的下场问她要钱，这不是刚好说明我对餐厅的责任心吗？”见状，二强也连忙附和：“没错，也就江凡是我表妹，我们是自家人。要是外边的员工碰见这事儿，谁会真管啊？”可为什么吴倩倩明明扫码支付了餐厅1块8毛钱，但是我在后台却没有查到这笔流水？领班淡淡回应一句，瞬间令夫妻2人破防。这二强顿时有些惊慌。那就说明吴倩倩连那1.8块都没付，这个小畜生真是太可恶了。二强媳妇倒是反应得快，短暂的震惊之后，立即装腔作势、凶神恶煞的反咬一口。是吗？我先打电话问问樊姐，让她看看吴倩倩手机上的支付记录，然后我们再继续谈吧。领班说着就站了起来，这下二强媳妇是再也装不下去，整个人都慌了。这要让领班打的这通电话，那不全完了？要是江凡倒查下去，把这2天包房营业额、流水都翻出来，我收钱进自己钱包的事不就暴露了吗？那倒霉的人就是自己啦！站住！就在这时，二强气势汹汹地走了过去，仗着自己有几分蛮力，一把抓住领班的肩膀。我劝你别东拉西扯的，给自己找不痛快。这句话充满了威胁，但领班却只是淡淡一笑，随即一个转身就把二强制服得死死的。二强顿时动弹不得，痛苦万分。这个领班平日跟在江凡屁股后面点头哈腰的一副窝囊样，竟然有如此恐怖的力气。你干嘛？放开我老公！二强媳妇大吃一惊，立马就准备冲上前来救自己老公。可领班只是一个回头，眼神一凌，二强媳妇顿时一个激灵，一种生物原始本能的恐惧油然而生，浑身竟不自觉颤抖起来。你是？他战战兢兢看着领班，领班脖子后面的老虎刺青还有暴露的一身杀气，让他不敢再造次半分。被压着死死的二强也不敢反抗了，心里直发怵。没想到这个平时看上去文质彬彬的领班，竟然暗藏着如此惊人的肌肉，还有恐怖的刺青。领班见二人老实了，终于是放开了二强。这下夫妻俩老老实实的，屁都不敢放一个。现在你们可以提要求了。夫妻此时头都不敢抬，哪还敢提什么要求？还报警吗？不报了，不报了。吴倩倩那个小人渣会进去呢，但是还轮不到你们这2条土狗，你们也配吗？领班阴然的说完，随后留下惊恐中的二强夫妇2人离开了包房。老婆，你说这家伙不会把咱们黑钱的事情告诉江凡吧？他看上去好像什么都清楚啊。我看不会。为什么？你傻啊？他要是想告诉你表妹，还用等到现在？那他究竟想干什么？你听刚刚他最后说的那句话，他好像和江凡一家也不对付。你问我，我怎么知道？总之，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以后尽量少惹他。说得对，管他是干嘛的，别招惹他就是。此时医院的江凡刚接完电话，烦啊，谁给你打电话啊？小张，他说什么了？二强2口子要咱们赔多少？都是老家亲戚，你可别舍不得钱，传出去多不好。你和吴倩倩倒是不在乎，可你弟弟的根还在那里，你可别让你弟弟以后回湘抬不起头来。他俩没要钱，说就这么算了。江凡憋着火回答，他就恨老妈这副样子，那些蹬鼻子上脸的老家人都是他惯出来的。什么？真的吗？不，这怎么行？你还是多少给一点，免得人家回去以后去说闲话。毕竟倩倩那丫头下手没轻没重的，把人二强媳妇儿打得脑袋都开了。这一番话让江凡瞬间忍不住了。我凭什么赔他俩？倩倩的同学说的明明是那臭婆娘先动的手，所以倩倩才还的手。你凭什么说倩倩错了？她受了伤，难道倩倩就没受伤吗？你的外孙女现在还在里边躺着生死未卜，你怎么一直在这里帮外人说话？你到底还算是个当外婆的人吗？丈母娘顿时有些心虚。我也是为你娘俩好。嘿，我可太清楚你想什么了。不告诉你，倩倩要是有个3长2短，我回去就找那2口子算账。哪怕店没了，钱没了，房没了，我和倩倩还可以去纠缠陈宇，硬逼他拿钱。再怎么样，他和倩倩也还是打不断的父女亲情关系。倒是你和你的宝贝儿子，我看看你们到时候还能有什么。江团也是气急眼了，口无遮拦的什么话都往外说，这些气话有真有假，但是至少他打算找我割肉这个计划是估计是真的。烦啊，你别冲动，倩倩年纪轻轻，皮糙肉厚的，不过就是吃坏了肚子，有什么大不了的？丈母娘赶紧安抚，生怕江凡真的鱼死网破，连店都不开了，那儿子江灿就真的什么都没了。但偏偏他好赖话都说不明白，这一番话反令江凡更加火大了。好在这个时候，急救室的门打开了，护士拿着签字单出来。吴倩倩的病人家属在吗？在这，我女儿怎么样了？经抽血化验，病人吴倩倩严重食物中毒，大肠杆菌超标10万倍，诺如病毒和海洋肉毒素病毒也严重超标，必须马上进行洗胃手术。护士一说完，江凡就哭了。洗胃手术分为全麻、半麻和局部麻醉，价格都不一样，你们看看给病人选择哪种。
而丈母娘低头一看手术单，局部麻醉的价格只是全麻和半麻的零头，想都没想，张口就说道：“局部麻醉，给我外孙女儿局部麻醉就行了。烦了，搞个局部麻醉就行了，这个最实惠。”护士听完都惊了，心想这是什么外婆啊？呵呵，那干脆就选择不麻，1分钱不用花，更加实惠。真的吗？还可以选择不麻吗？护士顿时整个人都麻了。闭嘴妈！江凡狠狠地瞪了丈母娘一眼，然后勾选了全麻。而丈母娘看见江凡选择了最贵的，内心那叫一个失望和心疼。然而娘俩却不知道，接下来会有怎样的大场面等着他们。一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还有好几集。柔柔花季少女做手术居然一点麻药都不用，只因她是不受麻药体质。一旁的妈妈见状连忙心疼地安慰道：“女儿，别害怕，妈妈在，都怪你爸基因不好，让你受苦了。”医生护士们听到这话人都傻了，心想哪有这么安慰病人的？然而令医生护士吃惊的是，病人好像还挺吃这套，一下子就来了精神忘了疼痛。我那个可恶的生物爹，真应该让他来受这样的苦。医生护士见状，赶紧趁机把导管深入食道。一声凄厉的惨叫回荡在手术室，吴倩倩绷紧了全身，眼泪哗啦啦的掉。这是她至今从未体验过的疼痛，简直透彻心扉，直入灵魂。然而这仅仅只是开始，随着手术的深入，整个急救楼的回廊上不断响彻着鬼哭狼嚎的惨叫，搞得路过的病人一个个心惊胆战，还以为妇产科临时搬到这里来了。直到1个小时之后手术结束，而吴倩倩也已经昏死了过去。全程陪护的江凡也像是在地狱里走了一遭，身心备受煎熬。江凡拖着疲惫的身子刚走出来，他的手机就响了，是闺蜜陈琳打来的。喂，江凡有气无力地接通了电话。凡凡，你们的餐厅怎么回事？都上热搜了。什么热搜？此时江凡是一头雾水。天啊，这么大的事儿你都还不知道吗？还有我看热搜视频里的那个小姑娘有点像是倩倩，不会真的是倩倩吧？陈琳突然又提到了吴倩倩，顿时让江凡心里一咯噔。我先去看看。好，你要快点处置啊，这可不是什么好事。舆论要是真起来了，对你们餐厅很不利啊。我知道了。江凡挂断了电话，立马打开了相关软件查看，还没等他主动去看热搜榜单，主页就已经推送了相关的新闻。这是江凡被当头一棒，整个人都懵了。上面赫然写着黑心餐厅暴打花季女大，女大抠的当场失禁，屎都被打出来了。这下不仅倩倩出糗抬不起头来，餐厅的口碑也完了。江凡忍着剧烈的心疼打开评论区，结果没开2度又被当头一棒。天啊，这家餐厅也太狠了吧，给客人打成这样子。有人知道这是哪家餐厅吗？急需避雷。我知道，江城金湾万象城的那家餐包子超级难吃。这家餐厅还有个老太婆，每次去她都杵在门口盯着人买东西，买便宜了还不高兴，非要推销贵的东西，而且还要一个个的检查人家付款界面，像是盘查小偷一样，真是让人心里不舒服。江凡只看了几条就彻底破防了，他站在原地，愤怒、痛恨、伤心、委屈，然后他又拨通了闺蜜陈琳的号码。琳琳，我被网暴了，他们太可恶了。此时此刻，他终于也尝到了被全网网暴欺凌的滋味。凡凡，你先别哭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降低影响。见状，电话那头的陈琳连忙安慰道：“你说的对，这些视频和新闻绝对不能让倩倩看见，要不然她肯定会疯的。”江凡心里很清楚，如果女儿吴倩倩醒来看见自己的糗事被全网传播，那她肯定受不了这个打击。于是江凡主动问道：“琳琳，你认识的媒体人多，你看看能不能撤掉这些热搜？”能是能，就是要花钱。陈琳就等着江凡主动开口。要多少？这好几个平台加起来起码得100-200万吧，具体我得去问一问。好，尽快给我消息。江凡一口答应。10几分钟之后，陈琳回消息了。凡凡，我帮你问了，全网下架主要视频和撤热搜需要200万。好，我马上转给你。江凡没有丝毫犹豫，直到他打开餐厅公账，才发现上边只剩下205万。但江凡也没想那么多，直接就转给了陈琳。餐厅保险箱里还剩下50多万现金，足够当餐厅经营的流动资金了。只要这个事情压下去，餐厅正常经营起来，生意和以前一样好，那就没问题了。陈琳也的确拿钱能办事，半个小时不到，主要平台上的热搜就撤了。这下江凡终于松了口气。然而网络上的火气压下去了，但现实中却没有。当然，此刻身在医院的江凡是完全不知情的。此时另一边餐厅门口的丈母娘正使出毕生绝学舌战群雄。就在这时，不知道哪里飞来一颗鸡蛋，直接砸丈母娘脸上，粘稠的蛋液敷了她一脸。人群之中顿时响起了经久不息的哄笑。丈母娘此时就像个暴怒滑稽的小丑，被游客围观。你们全都得被天打雷劈！被破了防的丈母娘转身就走进了餐厅，里面的老家人一言不发地看着她，然后该聊天聊天，该嗑瓜子嗑瓜子，都是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尽管她心里很不舒服，但也拿这些老家人没什么办法。毕竟用她的话说，她和儿子江灿的根还在老家，只能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然而这个时候，江凡的一通电话让她心情立马从低谷翻到高峰。妈，这几天我可能要在医院陪倩倩，
店里的事情就交给你和弟弟了。丈母娘一听，立马高兴的答应。烦啊，你就放1万个心吧，有妈和阿灿在，店里的事情你完全不用担心，我们肯定能再把这店做起来，这样最好不过，毕竟这个店迟早全是阿灿的，江凡越早放手越好，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把江凡挤出去的机会。还有妈，我认真的考虑了一下，咱们这些天暂时把包子和所有菜品的价格都调回老周以前的定价，也暂时先别用槽头肉和冻品了，用回土猪肉和鲜虾鲜蟹，等生意恢复客流稳定了再说，你一定要按照我说的去做，知道吗？江凡在电话里再三告诫，当然他并不是良心发现了，只是意识到餐厅要垮了。好，你就放1万个心吧，都听你的。丈母娘虽然嘴上答应的好好的，其实根本没往心里去，毕竟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想让我放弃每天20万的利润去挣3、4万，这简直是要我的命。江凡真是头发长见识短，这一点挫折就顶不住了。看你妈我是怎么让这家餐厅再创辉煌的吧。1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还有好几集。被加过狠料的包子这个女人却自己吃了下去，只因她知道面前这个领班是有多么恐怖，而看到带头的2人都吃了下去，再加上领班说不吃就滚蛋的威胁，不想丢掉这好工作的老家亲戚们便也只能老实的乖乖照做，而领班淡然的看着笑而不语。看来是江凡为了吴倩倩的事报复和威胁我们，这二强2公婆怎么突然认怂了啊？这二强媳妇好端端的，非要在这包子里加什么料，真是害人又害己。监督完老家人吃包子，领班便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打通了电话。海哥，你交代我的事情已经办好了，他们那群人真把包子吃了。那就好，那边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通知我。海哥，我真的佩服你，我把你的原话转告他们，他们一个个真的没有反抗，全都吃了。在拿捏人性这一块，海哥你太厉害了。我可没这本事，那些话都是那位先生说的，我只是个传话筒。海哥，有空能帮我引荐一下吗？我也想见见那位尊贵的先生，他是真的厉害，轻轻松松就把江凡一家耍得团团转，而且连他们老家的刁民也没能逃过。这才哪到哪呀？等看着吧，这些贪婪的乡野刁民迟早会全部进去，一个都不会少。至于你，好好的完成工作，有机会你能见到那位先生。很快，半岛酒店内，王海就向我详细的汇报了一切。陈先生，以上就是当前江凡一家和他们餐厅的情况。陈先生，请问接下来您还有什么指示吗？他们已经半截身子都埋进土里了，接下来就看他们自己的表演吧。我已经拭目以待，想要看看这4个奇葩一无所有流落街头的那天，到时候他们还能整出什么乐子。第二天早上，丈母娘高兴的早早来到餐厅，毕竟这可是她成为餐厅真正绝对一把手的第一天。然而刚到店门口，她就发现对面原本一直在封闭装修的店面今天开业了，万象城大大小小的商铺店主纷纷送上了花篮，场面很是热闹，这可让丈母娘浑身不自在。小张，上次我们开业，他送花篮了吗？他们把店开到我家对面，真是不长眼，绝对是看我们生意好，想来搭顺风车的。领班沉默了，心想既然他老人家非要这么想，那就顺从他吧。但丈母娘不解气，还恶毒的诅咒道：依我说，这家店肯定干不了1个月就一定倒闭。对了，小张，你悄悄去看看对面店到底是卖什么的。丈母娘突然指使领班，毕竟吃一堑长一智，自从上次去别人店门口拉客推销被暴揍了一顿之后，丈母娘也学聪明了，所以不怀好意的让领班去探探虚实。大娘，这不太好吧？这有什么不好的？你1个月领5000的工资，不会连这点事情都做不到吧？哦，不对，我还给你涨了50块工资，我可没忘记呢。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没办法，领班只能领命去看看。这时老家人们也来了，但他们一个个脸色苍白虚脱，走路都有气无力，看上去像是大病了一场。你们怎么了？没什么，没什么。所有人都不敢说实话是食物中毒，还故意躲着丈母娘避免她追问。丈母娘虽有点疑惑，但很快也就懒得管了。她当然不会知道自己的这帮老家人昨天受了多大的罪。而紧接着江灿也来了。妈，对面开了家什么餐厅啊？灿啊，你怎么来这么早？昨晚你回来的那么晚，怎么不再多睡会儿？毕竟在丈母娘眼中，似乎江灿早起就是一件很努力的事情。妈，我没事，毕竟姐现在不在了，这家餐厅就要靠我撑起来了嘛。那到底是家什么餐厅开业？怎么收到了那么多花篮？此时送花篮的人还在源源不断，这可给丈母娘气坏了，又开始咒骂道：送个花圈最好。这么多花篮摆门口，乍一看跟花圈似的，不知道的还以为对面老板全家都没了呢。而这时江灿可没管老妈说什么，他愣在原地，因为他发现对面还有不少大人物送的花篮。哎，半岛酒店，居然是半岛酒店，这可是江中最顶级的豪华酒店啊！等等，还有长恒集团，他们竟然拿金沙树菊来做花篮，这也太奢侈了吧！这可是世界上最昂贵的10大名花之一，光是一株就要10万元以上。这个花篮用了那么多金沙树菊，起码要100万。江灿虽然是个穷逼屌丝，靠着姐姐救济续命，但是懂得还真不少，因为骨子里向往顶级富豪生活，
所以他对这些东西可谓是信手拈来。什么？光这个花篮就要100万？最关键的是旁边还有很多花篮，落款都是大大小小的一些集团，甚至还有江北高新科技园管委会和江北区产业会，全都是套皮的官方机构打了个擦边球，和江北官方送的没有什么区别。哼，认识的人多又怎么样？味道不好，没有客人，还不是得1个月就倒闭？江灿本来想说什么，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只要老太太高兴，就随她去吧。接下来要轮到自己高兴的时间了，难得姐不在，可不能浪费这大好的机会。妈，我上楼拿点东西。随后江灿走进店里，不一会又下来了。妈，今天还是麻烦你一个人看店了，我去找朋友请教一下，怎么才能经营好一家餐厅。儿子，你去吧，店里交给你妈我，放心吧。这儿子真是越来越懂事儿了。但很快他就高兴不出来了。当他看到对面餐厅被簇拥着出来的中年男人时，顿时大吃一惊，脸上的表情跟见了鬼一样。这不是那姓周的吗？一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还有好几集。老太婆看到对面餐厅开业生意爆火，就立即将招牌换成对方成名的招牌。不仅如此，他还自己买了一堆花篮，假装自家餐厅很受欢迎，同时用高功率的大喇叭循环播放半价优惠买1送1。可做完这些他还不够，为了整垮对面餐厅，他灵机一动又有了主意。小张，我不会网购，你等下帮我网购一样东西。大娘，你可以让灿哥帮你啊。领班见他这表情，就意识到这里面肯定有坑。这件事情不能让阿灿做，只能你做，因为我只信任你。大娘，你要网购什么？你说吧。此时领班已经意识到有一口锅马上就要自己来背了。偷油婆蛋，你知道吗？而领班却是一头雾水。哎，你怎么那么笨？就是蟑螂壳，也就是蟑螂拉的卵盒，一丁点大长方形的，里边有很多没蟑螂的蛋，可以孵化出上百只蟑螂。大娘，你网购这玩意儿干嘛？当然是买回来之后，神不知鬼不觉的扔到对面餐厅的角角落落，最好扔到他们面粉干货库房里。我要让他们整个餐厅全是蟑螂乱爬，我看哪还有客人敢去？丈母娘倒也坦荡，恶狠狠地说道：“关键他不坦荡也不行。”毕竟这活他还打算交给领班来干，到时候让领班以老同事寒暄走动参观的名义去干这件事儿，简直完美。大娘，你要买多少蟑螂壳？先买个2斤，我估摸着能有2万个卵壳，可以孵化出200多万蟑螂，足够对面吃一壶的啦。行，那我就先去忙了。记住这件事儿，事情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好的。接着领班就转身离开，去到了地下停车场，随后马上电话通知上司王海，把相关情况汇报。海哥，下一步要我怎么做？我已经汇报给了那位先生，他说老太婆要折腾他们自己家的餐厅，就由他们去。那蟑螂壳呢？这个老太婆真的太恶毒了，竟然能想到这么卑劣的手段对付老周。那位先生说了，让你买2万只活体蟑螂，等江凡过2天回来，他们一家人都在的时候，你再派人送到江家餐厅，让他们一家自己怀着好奇打开。事后那老太婆要怪你，你就说买家发错货了，把卵壳发成了活虫。这个好玩，害人终害己，那江凡非得和他妈干起来不可。时间到了中午，天府包子餐厅已经大排长龙，反观江家餐厅这边依然门庭冷落。想到自己斥重金5000块买的这些摆设屁用没有，丈母娘简直气坏了。随后她气狠狠地对领班说：“小张，你马上给我把音响喇叭的声音给我调到最大，我们店没客人，对面也别想有。”大娘，这会不会太扰民了？你怕什么？这是我们的地盘，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们觉得吵，就把店搬到别处去呀。可领班却依然没动。好，你不干是吧？那我来。丈母娘直接走到音响旁边，把音量旋钮一把拧到最大，全部半价，全部半价。音量瞬间飙涨，丈母娘立马跑回餐厅躲着。对面餐厅的队伍的人群也纷纷捂住了耳朵，这可把里面的丈母娘看得高兴极了。我看你们撑得住多久？老周听到动静也从餐厅内走出，他正要安抚排队的客人之时，一位队伍中的母亲正安慰着被震得大哭的小孩，而愤怒的父亲突然朝着江家餐厅大步走去，暴怒的他抄起地上的锥形，轰一声直接把音响给砸了。世界这一刻终于清静了，丈母娘一愣，随即火冒三丈的冲了出去。你全家啊，敢砸我家东西！中年男人本来就在气头上，现在罪魁祸首竟然还敢起脸，他直接就冲上去一顿暴揍。杀人了！你敢打我，我非要你赔得倾家荡产！周围的商户和热心群众见状也围了上来，男人发泄完也及时停手，一溜烟带着妻儿走了。等丈母娘缓过神来，男人已经早就不见了。王八蛋，你以为你打了人能跑得掉吗？丈母娘咬牙切齿，就拨打了报警电话。很快民警就来了，丈母娘在民警面前肝肠寸断的哭诉，痛诉打人者的残暴，但是对于自己的错事半点都不提。而这片区的民警早就对丈母娘有所耳闻，所以没有偏听偏信。走访了附近的商户之后，他们得知了事情的全貌，直接对江家餐厅开具了治安处罚通知书，处于500元的现场罚款，并给予严厉警告。警察同志，明明我是被打的那一个，你们怎么还罚我啊？大妈，一码归一码，
你们餐厅制造噪音，严重扰乱公共秩序，影响他人正常生活，你被他人殴打，这是另外一码。你把餐厅负责人叫出来，把罚款交了，我们再接着往下处理。丈母娘没有办法，极不情愿地交了罚款。现在你们可以去抓人了吧？你们抓到他之后要判他几年？我能得到多少赔偿？大妈，这都是后话，你先把事发当时你们餐厅的监控给我们一下。有，我们有监控。小张，快把监控拷下来。而领班听完一脸为难地说道：大娘，你忘了，外边的监控插头被你拔了，拿去插音响了。丈母娘听完当场石化。大妈，这没有监控，恐怕要找到打人者就有些困难了。我家没有，隔壁对面周围的商户都有，你们去调一下就知道了。那我们就去问一问吧。可民警走访完餐厅4周的商户后，他们的回答都出奇一致，家里的监控都坏了。当问起还记不记得打人者的特征时，无论是商户还是路人食客，都说场面太乱记不清楚。民警回来以后把这结果告诉了丈母娘，这可把她气炸了。什么？这不可能，他们一定是故意的，他们就是在包庇那个打人者。大妈，你先别那么激动，这样吧，我们先回去再做走访调查，一旦有打人者的消息，马上就通知你。民警也不再停留，转身离开。而丈母娘愣在原地，人都傻了。就在这个时候，江灿回来了。妈，你怎么了？一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还有好几集。男人怒斥20万请了一个60万粉女主播来直播宣传自家包子店，不仅如此，他还打算刷50个嘉年华把直播间人气冲起来。可是他现在兜里又没钱，于是他灵机一动找到了老妈。妈，你卡里还有多少钱？先转给我，我要给丁丁充人气。啥？那个女的不是说不要钱吗？丈母娘顿时面露不悦。妈，人家给我们直播是不要钱啊，我这钱是充到平台上的，这样他的直播间才有人气，才会有观众源源不断的进来，然后才好精准的宣传我们餐厅啊。这钱又不是丁丁得到了，等于跟平台买广告位了。嘿，真黑呀！现在这些平台真是吃人不吐骨头。可不是吗？你快点把钱转我。你姐楼上的保险柜里好像还有不少钱，我帮你打电话问密码。想到是餐厅的花销，丈母娘第一反应就是从江凡那里倒钱。而江灿一听要开保险柜，顿时就急了。千万别！为什么？因为我姐现在不是在医院赔钱嘛，你问她要钱，她又得叽里咕噜的问半天，麻烦死了。再说了，保险柜里的那些钱都是现金，我怎么用啊？妈，你就先把你卡上的钱转我，等我姐回来了，你再问她一起报销就是了。我前2天还看过餐厅公账，上面还有200多万的余额，你还怕我姐不还你不成？而丈母娘果然吃这激将法，立马就上钩。他敢？那就是了妈，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赶紧把钱转给我吧。要是我们再不多想点法子，真要眼睁睁的看着这家店倒闭了不成吗？江灿义正言辞，把丈母娘忽悠得一愣一愣的，当即就掏出了手机。儿啊，我卡里有20万，都是陈宇那个该死的畜生之前逢年过节给我发的，还有几万块之前办酒席剩下的，原本我是打算存来养老的，你就先拿去用吧。江灿狂喜，立即让丈母娘给自己都转过来。丈母娘犹豫了片刻，还是输入了密码，顺利的把钱转了过去。至此，他全身上下就剩下了这58块。江灿思来想去，那58块的确有点少，于是又大方的掏出了200块。妈，这200块是我孝敬你的，你就先拿着这2天用。丈母娘顿时转愁为笑，这还是她第一次收到儿子孝敬的钱啊，可给她高兴坏了。有了钱的江灿给女主播直播间疯狂打赏，眼睛都没眨一下。很快直播间在线人数就突破了1万人。家人们中午好，我是丁丁，没点关注的家人们可以点播关注哦。今天主播带大家来到了一家超级有名、超级好吃的餐厅，这家餐厅的包子据说一绝，哈哈，不是恰饭就是普通的探店，所以主播也一直没有说餐厅的名字哦。等下上包子之后，主播先尝一尝，看看是不是像传说中的那么好吃。如果不是，那我们就要避雷避雷。丈母娘听完皱起了眉头，非常不满地说道：“灿啊，他怎么回事？不是来给咱宣传的吗？怎么一个劲儿的撇清关系，而且还不肯说我们的店名？”妈，我求你不懂就别乱说好吗？人家这才是最高级的宣传方式，这才让网友觉得真实。照你的来，那狗都知道人家是在恰饭了。这时女主播示意上包子，江灿立马吩咐二强媳妇。此时二强正抱着手远远地伸着脖子，一个劲地往那女主播身上瞧。二强媳妇看见气坏了，她原本是想要二强重新用点心做一笼新鲜包子，但是现在她看二强看那女主播的眼神，心里妒火中烧，她直接就把自己加过狠料的包子端了过去。哇，家人们你们看，这包子多大多白啊！我的天哪，真的是太香了！我随便拿一个掰开给你们看啊。随后女主播拿起包子从中间对半一掰开，顿时她就闻到了一股腥臭的怪味，当时就想打呕，但是面对直播间上万的观众，为了自己的形象，为了金主爸爸花的钱，她愣是凭借惊人的毅力忍住了。哇哦，你们看啊，这肉多新鲜啊，这汁水多丰富啊，真的太香了！主播先帮大家吃一口啊。女主播心狠咬了一口，顿时就翻起了白眼。好吃，太香了！女主播终究还是抵抗不住生理的恶心，当着直播间上万的水友直接就吐了，连黄水都吐出来了。江灿见状第一时间冲过来：“丁丁，你没事吧？”
女主播没忍住，直接吐了江灿一身。哎呀，你怎么吐我儿子身上？丈母娘心急如焚，赶紧拿着纸巾上前来给江灿擦拭。而女主播就像被人扎了呕吐穴，简直停不下来，直接就吐在了丈母娘的头上。周围看热闹的老家人此刻面露嫌弃，纷纷往后退。女主播突然一个茫然愣在原地，身下有滴滴黄泥水滴落。你怎么能拉在这儿呢？这是我们餐厅大堂啊！女主播顿时万念俱灰的哭了。别怕，丁丁，我马上送你上医院。江灿连忙一把抱起女主播就冲出了餐厅，丈母娘在后边欲言又止。这个女的肠胃这么不好，出来做什么吃播啊？吃个包子就弄得她上吐下泻的，真是丢死人了。还好她没有一开始就说出自家餐厅的名字，要不然岂不是给自家脸上抹黑了？随后他吩咐领班打扫一下，而领班转头就吩咐二强两公婆去干，他俩只能无奈的乖乖去打扫。此时丈母娘站在门口看着对面餐厅生意火爆，羡慕嫉妒恨的她顿时又心生一计。次日早上6点，丈母娘早早就来到了天府包子门口。女人一家看到对面餐厅生意爆火，而自家餐厅门可罗雀，三人一番商量后，竟认为对面餐厅至少得分他们一半。姓周的，事实就是你欺骗了我妈，反正你就是没有商业道德。你后面签署的解约合同不作数，你和我妈还是合伙人。老周，我女儿说的对，你和我还是合伙人，所以你后面开的这家餐厅，我至少应该有一半。什么？老周人都傻了，心想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而这时丈母娘又跳了出来，你故意欺骗隐瞒我们，你有重大过错，所以你的这家新餐厅我们至少要占80%，你要是同意了还能剩2成，你要是不同意，等到了法庭上我们非要你净身出户不可。这一下老周是彻底明白了，眼前这仨女的没一个是正常人，和他们是讲不通任何道理的。你们想打官司是吧？好啊，那我就奉陪到底。扔下这句话，老周就头也不回的离开了。随后江家三人果断找了个附近的律所准备打官司。律所的律师们看见江凡和丈母娘这大名鼎鼎的母女二人前来，当即闻风而逃，把一个刚来的实习生推出去受捕。而这位新来的实习律师此时还尚未知晓事情的严重性，热情的招待了仨人。当江凡说完诉求后，实习律师直接目瞪口呆。终于明白刚刚前辈们为何一个个落荒而逃了，现在我可怎么办啊？不过年轻人脑子到底还是活络，立即就有了主意。好的，江女士，我知道你的诉求了，我这边帮你简单的核算了一下，你的诉求是对方赔偿2000万现金和80%天府餐厅的所有权，折算现金大约5000万。如果你确认起诉的话，需要向法院缴纳的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以及我们的代理费，大约是600万。什么600万？三人顿时目瞪口呆。是的，请问江女士，你现在需要和我们签订代理合同吗？你只需要刷卡支付，我马上就打印合同。你们能保证打赢这场官司吗？不能。实习律师微笑着回答后，又接着说道：请问您是刷卡呢，还是转账呢？凡，我们走，这家律所太黑了。丈母娘立即反对，而江凡也借坡下驴，跟着离开了律所。就这样，三女的创业致富计划直接就倒在了第一步。当他们回到餐厅时，看见江灿正围着一个巨大的快递箱子看，上面还写着保密发货4个字，收件地址是灿包子餐厅，收件人是李翠芳，发件人是小强科技公司。小舅舅，你买的啥呢？这可不是我买的，是你外婆买的。啥？我没买过啊。妈，你老糊涂了吧？你看这地址写的是餐厅，收件人写的是你的名字李翠芳，这不是你买的，是谁买的？啊，我都不会在网上买东西啊。上次我要买2斤。丈母娘突然意识到自己差点说漏了嘴，赶紧止住。这到底是什么啊？怎么还写着保密发货？妈，你到底是买了什么仿真玩具？江灿意味深长地笑了笑。我这一把年纪了，还买什么玩具？我又不是小孩子。妈，你是不是又在手机上乱点什么广告了？我想想，手机上的广告我倒没乱点，但是好像前段时间隔壁商城有抽奖活动，我为了领鸡蛋也填了名字和电话，还留了餐厅的地址，难不成我真的中大奖啦？丈母娘突然喜出望外，然后立即警惕地左顾右看，果不其然地看见了老家人个个伸着脖子，好奇地往这边打量。妈，这回你真是出门撞大运了。江灿，打开箱子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好嘞。江灿正准备行动，丈母娘突然整个人坐在箱子上。先别打开。妈，你干嘛啊？而丈母娘看着老家人，故意压低了声音，一本正经地说道：依我看，这箱子咱们还是抬到楼上去打开，才不外露，知道吗？这点江凡也觉得没错，便吩咐江灿道：没错，江灿，你抬到楼上去。哎，好吧。随后箱子被搬到了楼上办公室，丈母娘迫不及待地把门关上并且反锁。然而他们都没有注意到，此时门外领班将一根特殊齿印的钢针轻轻地插入锁孔，将这扇门彻底锁死。很快快递箱被拆开，一个方方正正的灰色密封不锈钢箱子出现在眼前。咦，我怎么好像听见里面有什么声音？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这怎么打开啊？是不是按这个按钮？江凡指着顶上的一个印有 push 的方形按钮说道：我来。这时吴倩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摁下按钮，顷刻之间箱子弹开，内部压得满满当当的一箱子褐红色的大蟑螂瞬间暴露在4人眼前。突然涌现的开阔空间和新鲜空气令蟑螂们神经兴奋，当即疯狂往外爬。
吴倩倩吓得张开嘴大叫了一声，一只蟑螂正巧就飞进了她的嘴里。其余3人自然也好不到哪去，很快大叫声就响彻了整个餐厅。他们想出来，却发现门怎么也开不了。此时楼下的老家人听到楼上不断传来咚咚咚的动静，这可给二强媳妇气坏了。就算中了1000万，也高兴不成这样吧？我看这天花板迟早得被这家人落穿不可。过了1个小时，楼上的跺脚声才逐渐消停。这时办公室门口的领班嘴角上扬，微微一笑。时间差不多了。随后他找到二强两公婆，笑着说道：“强哥强嫂，冷库里有一批肉坏了，麻烦你们去楼上帮我问一问樊姐，是留着还是扔掉？”一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还有好几集。老人本想网购蟑螂跳偷偷放到竞争对手餐厅里，可谁料到货后竟然全是活体蟑螂，这可把他们一家折腾够呛。小张，这箱蟑螂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明明让你买的是蟑螂鞘，你给我整了什么回来？妈，这些蟑螂原来都是你弄的。不，我让他买的是蟑螂鞘，也就是蟑螂蛋，我可没让他买这些活蟑螂啊。妈，你有病啊！没事买这些玩意干嘛？可把我们害苦了。我这不也是一片好心，准备用来祸害对面餐厅啊！可谁知道小张把蟑螂鞘买成了蟑螂。大娘，这可不能怪我啊！我都是按照您说的买了2万个蟑螂鞘，还让卖家保密发货，可能是他们发错了，发成了2万只活蟑螂。紧接着丈母娘狠狠地批了领班一顿，甚至扬言要开除他。在江凡的极力劝说之下，最终决定罚领班3个月工资。就在这时，二强走了上来。表妹，负责供应槽头肉冻货的陈老板来要货款了。江凡听后就打开一旁的保险柜准备取钱，可下一秒他傻眼了，40多万的现金不翼而飞。他立即就想到了一个人，江灿，看你干的好事！江凡气得浑身发抖，他哪怕再蠢，也猜到了是谁干的。小舅舅，你又偷我妈的钱！而江灿回避着他们的目光，不敢说话，算是默认了。一旁的丈母娘见状，二话不说就站出来帮儿子出头。你们娘俩少胡说八道，钱不见了，凭什么说是灿拿的？你们哪只眼睛看见的？妈，你就别再护着他了。小舅舅，你老实说，那钱到底是不是你拿的？吴倩倩厉声质问江灿。是我拿的。事到如今，江灿否认也没有用，干脆就认了。但那又怎么样？难道我不可以拿吗？姐，你口口声声说这家餐厅有1半是我的，我和你都是这家餐厅的老板，凭什么几百万的账就放在你那里，而我只不过是拿了几十万你就咄咄逼人？再说了，我拿那40万就是为了我自己吗？你知道这些天我为了扭转咱们店里的生意，我做出了多少的努力吗？那40万我用来请了100万大粉的网络主播探店宣传，这些你知道吗？你都不知道。江灿也憋了个大的，直接理直气壮的倒打一耙，打得江凡节节败退，无话可说。你真的拿那钱来搞宣传了？江凡半信半疑，感到有点心虚，觉得或许是自己错怪了弟弟。这个我可以作证，店里的人都可以作证。阿灿确实请了一个很漂亮的姑娘来搞直播，不过至于宣传效果，2人自然是只字不提。那现在陈老板来要货款了，该怎么办啊？姐，餐厅公账上不是还有200多万吗？你转给他就行了吗？江凡一愣，整个人不说话了。因为那200万早就只剩下个零头，都被他花来帮吴倩倩撤热搜了。当然，这是他暂时也不敢让老妈和弟弟知道，否则还不知道他俩会怎么发疯。烦了，我这里有一笔27万3600块的账，你也给我报销一下。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丈母娘也提出了报账。什么27万3600块？就是你弟请的主播啊！你以为现在请网红搞宣传那么便宜啊？40万哪够啊！我为这事儿还自掏腰包拿了27万3600块出来。姐，公账私账咱们可得分清楚，这27万多是咱妈的养老钱，你不可能让她自己承担吧？江灿也站出来帮丈母娘说话，他当然没这么好心，只是为了帮丈母娘要到这笔钱之后，自己好再找理由转进自己的兜里。这一刻，江凡彻底傻眼了。几天之前，自己还手握400多万营业额，净利润超过200万，怎么才短短几天全部都没了？现在整个江家已经连10万现金都拿不出来了。江凡已然被逼到绝路上了，刚想坦白一切，可突然，哎呦！吴倩倩突然捂着耳朵，很痛苦的样子。你怎么了，倩倩？妈，我耳膜好疼，会不会是小蟑螂钻进去了？走，我们先去医院。江凡当即慌张地搀扶吴倩倩下楼。江老板，那货款。我女儿犯病了，你过2天再来。江凡抛下一句，就着急地扶着吴倩倩出门。此时2楼的江灿十分气愤地说道：“哎，这个倩倩真是早不疼晚不疼，偏偏在这个时候疼，搞得钱都没要回来。”另一边半岛酒店内，我饶有兴致地听完了王海的汇报，随后微微一笑道：“江家餐厅撑不了2天了，你要开始准备起来，在合适的时候出手。”陈先生，请放心，我们团队早已经做好了准备，一旦时机成熟，会马上低价拿下江家餐厅。辛苦你们了，尤其是你手下那位姓张的小兄弟，在这几个奇葩身边干了那么久的活，难为他了。此时小陆走过来说道：“陈先生，江北区府的杨秘书长已经到了酒店，正在楼下等候您。”随后我便下了楼。陈先生，您好，您好，让您这位区府的秘书长亲自来带路，真是让我受之有愧。陈先生，您言重了，这是我的荣幸。
区长他们已经在园区等待您的大驾光临，我们现在就过去吧。好，不过可否多给我一点时间？我要顺路去见一位故友，交给他一样东西。当然没问题。不知道陈先生要去见哪位故友？他从事外贸行业，公司也在你们江北区。那可巧，看样子陈先生和我们江北区真是有渊源呢。随后我们坐车离开，来到了一栋写字楼，而眼前的人正是刘哥。老陈，最近怎么都没你消息了？上次那100个我都没找着机会赔你。哈哈哈，刘哥，我都说过了，那钱是江凡那个泼妇赔你的，我不会收的。这次我来找你，是想让你代替我参加一个饭局，希望你能赏个脸。老陈，你说的什么话？咱哥俩用得着那么见外吗？你有什么饭局不想参加又推不掉的，说一声就行了，我替你去。刘哥一口答应，完全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随后我微笑着继续说道：明天中午11点半，江北区金湾万象城天府包子，巴菲洛先生的1对1私人慈善午餐。一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还有好几集。刚上任的领导点名要来这个男人的公司考察，不为别的，就是为了给男人一个下马威。真是万万没有想到，世间的新领导竟然是石斌，当初害得我妻离子散，一度破产，还不够是吧？我都特地躲着他来这江北区开这家对外贸易公司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混蛋竟然升官到了江北区，这下真的是冤家路窄了。刘哥心里深叹了一口气，感到一丝无助和绝望，心想石斌再怎么肆意妄为，总不能当着这么多属下的面，当面搞打击报复吧。老刘，好久不见了，你老婆还好吗？可石斌上来就给了刘哥一记暴击，这让刘哥当场就脸色一沉。老刘啊，虽然你我是老熟人了，但是公事公司是私，不能因为我和你认识，就对针对你公司的举报和投诉置之不理。刘哥顿时觉得可笑，自己从事的是外贸行业，市场、客户和消费者全部在海外，谁向本地时间举报自己，一看就是石斌无中生有故意安排的人。石斌这个王八蛋还是那么胆大妄为，真是装都不装了。此时同行的世间人员也都看出了新领导和这位企业主有过节和矛盾，于是金队长连忙表现道：老刘，时局来这么久了，你就让人站在门口说话，到底是我们来考察你，还是你在考察我们？这边请。刘哥无奈地把一行人带往公司的公共会客厅。老刘，你没搞错吧？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办公室里还有豪华会客厅，平时我这样的小人物来，你都在办公室的内部会客厅搞接待，怎么今天我们局长来，你反而让他坐着公共会客厅？你看不起人是吗？金队长厉声质问，而石斌冷着脸没表态。金队长，真是不巧，我办公室里也有客人。客人？再重要的客人能有我们时局重要？给你1分钟，赶紧给我轰走！金队长又故意加大了声音，似乎就是让刘哥办公室里的人听见。那不行，那位客人对我十分重要，别说是江北市间的局长来了，就是江北区长来了，他今天也只能坐着公共会客厅。对方既然得寸进尺，死缠烂打，刘哥心一横，直接硬刚，大不了就撕破脸皮，这生意不做罢了。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不清场是吧？我帮你清。金队长火冒三丈，转身就走向刘哥的办公室，一脚就把虚掩的办公室门踹开。刘哥甚至都没来得及阻止，金队长踹开门后，只见里面安然坐着2个穿西装的男人。金队长以为这屋内的2人只是刘哥生意上的客户，当即嚣张的出言不逊：你们给我滚出去！杨秘书长缓缓抬起头来，打量着眼前嚣张的金队长，面无表情的说道：把石斌给我叫来。金队长被当头一棒，嚣张的气焰顷刻之间荡然无存。这人到底是谁？他怎么知道局长的名字？那一刻，金队长内心波涛汹涌，极为恐惧和忐忑。他意识到自己可能惹到不得了的人物了，但已然为时已晚。把石斌叫进来，没听到吗？杨秘书长突然厉声质问，吓得金队长浑身都在发抖。于是他连忙调转身子，惊恐地回到石斌身边。时局里边的人让你过去。此时石斌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甚至还十分不爽地皱起了眉头。于是他黑着脸大步走过去，可下一秒他就傻眼了。杨秘书长。石斌见到屋内人的那一瞬间，脑袋嗡的一声炸了。他也万万没有想到，曲阜的杨秘书长竟然在这屋里。更关键的是，连杨秘书长都只能屈居沙发。石斌难以想象，此时在翘着2郎腿坐在老板位置的那位又会是何方的神圣。再联想到刚刚自己属下在外边大呼小叫，甚至上前踹门的愚蠢举动，石斌现在真是恨不得给自己2耳光。石局长，你刚到我区就任，这威风可真不小啊！今天你就敢踹区内企业家的门，明天你是不是就要踹我们区4大班子的门了？市里3令5申，让要深刻优化企业营商环境。你世间作为排头兵，就是这样的工作作风吗？不敢，都是下边的人太冲动，我没约束好，我负有领导责任。回去之后，我一定举一反三，严格要求，一定认真学习贯彻曲阜的文件精神。石斌吓得浑身发抖，慌不择路地开始甩锅。杨秘书长毫不掩饰对石斌这种没有担当行为的鄙视和不满。随后石斌小声地说道：杨秘书长，那我就先回去开展学习了。把人的门给踹了，连句对不起都没有，就这么走了吗？是，我这就道歉。石斌一想到要跟刘哥道歉，他这心里就非常不痛快。毕竟以前他可是把这个男人玩弄于股掌之中，差点让他翻不了身。但是此时此刻可由不得石斌不情愿。刘总，真是对不起，这门你看看多少钱？我们是先赔偿给你。
你们是监陪，那算了吧，我还是给广大纳税人节约点钱吧。刘哥冷冷一笑，既然有人帮自己出头了，那自己便绝对不能怂，否则岂不是打了帮忙人的脸？石斌又被当众打了一巴掌，这令他内心怒火中烧，却又无可奈何。刘总，这门是我踹坏的，我赔。具体多少我会找专业的公司来定损，到时候鉴定费和修复费我会寄给到你们区市监和区纪律稽查委。刘哥直接釜底抽薪，再次重打石斌的脸。石斌心里痛恨极度，却又无可奈何，最后只能答应并再次道歉，尽早离开了这里。这一切都多亏了陈瑜，虽然不知道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不仅能够拍下巴菲洛的午餐，还能令区秘书长毕恭毕敬，但陈瑜没变，他还是那个陈瑜，真的很庆幸他还把我当兄弟。而此时刘哥并不知道，明天和巴菲洛的午餐会有什么样的惊喜等着他。一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还有好几集。世界著名股神巴菲洛受邀在一家包子店就餐，无数媒体竞相报道，这可让对面餐厅的丈母娘眼红极了。一向聪明绝顶的她立即就决定趁机宣传推广自己家的包子。领班听完微微一笑，一场大计顿时涌现在脑中，于是他转头就找到了负责做包子的二强两公婆，说道：李大娘说让你重新包2笼包子，具体怎么用她也没说，但好像是用来上供的。领班实话实说，没有隐瞒，只是在上供2个词上加重了点语气。行，我知道了。等到领班走后，二强媳妇疑惑地问道：上供？这清明早就过了，中元也还没来，这老太婆给谁上供呢？谁知道呢？也许是这段时间生意不好，表姨要拜神吧。要是求神拜佛有用的话，个个都是亿万富翁了。你也别包了，之前加过料的包子还冻了油，正好你这消耗掉，免得那个领班下次再让我们吃这个。行，还是老婆你聪明。哼，我要你求神都没用，拿这些包子上供，老天爷不劈死你们全家都不错了，还想保佑你们，我呸！果不其然，领班刚刚说的上供，这夫妻俩都理解成了上供。当然，这或许也正是领班需要达成的效果。另一边，巴菲洛对天府餐厅的包子赞不绝口，只可惜由于身体原因，他不能多吃。很快，巴菲洛半个小时的1对1午餐时间结束，巴菲洛和刘哥一同走出餐厅接受记者采访。然而就在这时，让一让，小心烫！只见丈母娘从人群中挤了出来，她还特地穿着一条从丧葬用品店买的布料制作的围裙，上面还印有几个大大的英文单词：包子、威瑞古德包子、南波旺包子、普雷斯。丈母娘高喊着刚刚学来的蹩脚英文单词，激动地邀请巴菲洛品尝。丈母娘顿时成为了场上的焦点，现场的记者不停对着她拍照。丈母娘十分得意，哪怕巴菲洛不给面子，她的目的也已经达到。然而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巴菲洛竟然真的伸手拿起了一个包子。或许是刚刚吃的意犹未尽，或许是为了表现自己亲民，巴菲洛真的吃了。那一刻，丈母娘开心的难以言表。然而当巴菲洛吃了一口之后，他整个人脸色都变了，场上气氛瞬间凝固，所有人都盯着巴菲洛，不知道他这表情到底是什么意思。下一秒，巴菲洛直接没忍住，弯腰就吐。这可是世界级的头条，在场的媒体记者纷纷拍下了这一幕。丈母娘见状，直接愣在原地。不是，我也没干嘛啊，怎么会这样？很快，早就在一旁等待的救护车驶来，立即将巴菲洛送往医院。丈母娘眼见情况不妙，正准备开溜，下一秒就被警方控制。顷刻之间，股神巴菲洛遭遇神秘妇女投喂，现场呕吐不止的新闻就传遍了全世界的网络。不仅始作俑者丈母娘被带走了，警方还控制了江家餐厅，不许任何人出入。这下茫然的老家人都慌了，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有领班平静如水，因为他的任务终于圆满完成了。在江家4人齐心协力、锲而不舍的作死之下，江家餐厅终于垮了。看来这是江家餐厅最后的一天了。此时，在医院的江凡接到了闺蜜陈琳的电话。凡，你妈上热搜了。什么玩意？琳，你是说我妈上热搜了？是呀，凡，你都还不知道吗？你妈太牛了，直接就把巴菲洛都放倒了。陈琳激动的声音中，竟然还颇有点钦佩。什么？巴菲洛？是我想的那个巴菲洛吗？是啊，就是股神巴菲洛。但江凡始终难以置信，觉得闺蜜或许是在和自己开国际玩笑，否则这也太天方夜谭了。而陈琳继续说道，准确的说不是放倒，是阿姨把人毒倒了。今天是巴菲洛江城之行的第1天，他在你们餐厅对面的天府包子和一位企业家共进午餐。就在午餐结束接受采访时，阿姨突然拿着你家的包子冲出来投喂了巴菲洛，当场就把这80多岁的老头子给放倒了。现在小视频全球全网都在疯传呢。陈琳不愧是做主播的，这利索的嘴皮子噼里啪啦一刻没停过，直接把事情的经过说得一清二楚。江凡脑袋嗡的一下炸了，感觉天都塌了，但一想也觉得一点都不离奇，是自己老妈做得出来的事。凡，阿姨真是太猛了，你知道吗？这个消息一出，美股盘中直接跌了5个点，全球投资市场一片恐慌。阿姨真的太牛了。陈琳此时已经激动不已。那巴菲洛人怎么样了？他没事吧？还好，没什么大问题，只是去医院洗了胃，问题不大。巴菲洛本人还在社交网络上发表了视频，感谢大家关心。美股后面又瞬间反弹回去了。那就好。江凡这才松了口气，生怕自己老妈真把股神给弄没了，那事情可就太严重了。琳，
我先上网看看消息。随后江凡挂断了电话，然而下一秒电话又响起来了。你好，请问是江凡女士吗？我是。我们是江城工商局江北区分局，请来这里接一下你的母亲。好，我马上来。江凡对此很惊讶，居然是工商局打来的，不是警局打来的，而且还要自己去接人，那想必问题就不大了。不过江凡不知道的是，这将会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还有好几集。股神巴菲洛正在接受媒体采访，老太婆献上自家包子想趁机宣传，可谁料包子有问题，这个80多岁的老头子直接就被放倒，老太婆也被警察当场捉住。不久后，远在医院的女儿却接到电话，让她去工商局接自己老妈。更意外的是，原本以为毒倒股神要赔个倾家荡产，可谁料最后才赔了1000块，这可让老太婆又支棱起来了。那死老头免费吃了我们家的包子，还要我倒赔1000块给他，真是越想越觉得没天理。我怀疑他就是在对面吃坏肚子，正好赶上让我平白无故的背了口黑锅。丈母娘愤愤不平的逼逼赖赖，连江凡这样的人听了都觉得他无敌了。对了妈，你怎么到工商局来了？烦啊！你说起这事儿我就生气。他们先把我送到了国家什么的安全局，然后那边又把我退给了公安局，公安局又把我扔给了工商局，接着工商局就打电话把你给叫来了。真是到处踢皮球。妈，踢皮球是能这么用的吗？江凡简直无语了，心里冷眼暗暗道：皮球，我看人家是把你当成避之不及的瘟神。此时手机又响了，江凡摸出来一看，竟然是领班打来的。他接通了电话，随后整个人脸色大变，愣在了原地。好，我马上回来。发生什么事儿了？小张说，工商、消防、防疫卫生等部门来到餐厅联合调查，已经现场吊销餐厅营业执照，把餐厅封了。什么？凭什么封我们的餐厅？刚才工商那人不是已经处罚过了吗？我们1000块罚款也交了啊！妈，人家说的很清楚，他处理的仅仅是针对你在街上推销包子一事，而且那1000块也不是罚款，是给人家的赔偿。江凡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刚刚那位工作人员一直在反复强调这事了。随后两人立即返回餐厅，此时店里的包子已经全部被搬上了车。你就是这家店的老板对吧？是的。这是处罚书，请你签署一下。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我们将对你的餐厅处以停业整顿半个月，同时处以罚款80万元，需要在3日内上缴。什么80万？江凡听到这个金额傻眼了，现在他全身上下连8000块都拿不出来，上哪去找80万？我第一次做生意，什么都不懂。我刚刚和前夫离婚，还带着一个女儿，你们能不能看在我是一个女人不容易的份上，就别处罚了。江凡无计可施，只能打起感情牌装起可怜，希望能够逃脱处罚。江女士，什么都不懂不是违法的理由。难道你给客人们吃这样的食物的时候，就真的不知道这是不对的吗？难道你会给自己的女儿也吃这样的食物吗？但凡是个踏踏实实做生意的人，都做不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吧。执法员一番话，直接让江凡的可怜再也装不下去。看见江凡吃了瘪，被熏了个狗血淋头，以二强夫妇为首的老家人们纷纷暗自称快。餐厅最好封久一些，这样不用上班也照样有钱拿，还能看江家人倒霉，真是一举两得。反正他们这家人有的是钱，区停业半个月，交80万罚款算得了什么？然而正在幸灾乐祸的他们不知道，下一个就轮到他们了。还有你们，根据规定，你们从事餐饮接待工作需要持有健康证上岗，但你们全部没有，所以按规定对你们每人处以5000元罚款，也是3日之内缴清。刚刚还在看乐子的老家人们，没想到拳头这么快就砸到了自己头上。这难道要我们自己交吗？凭什么啊？为什么罚我们这些打工的？你干嘛不罚他们当老板的？二强媳妇愤愤不平地说道，而执法员耐心地解释道：因为雇佣方已经告知了你们，并且督促你们先办证再上岗，所以主要责任在你们，而不是雇佣方。他根本就没告诉过我们要办理健康证啊，这罚款不合理。而江凡听的也是一头雾水，他根本都不知道健康证这回事。你们看一看，这是不是你们签的合同？执法员向情绪激动的老家人们展示了合同的复印件。第5条约定写明，受雇佣方需要在签订合同的4日后，自行前往医院办理健康证后上岗。如果受雇佣方故意隐瞒、拖延、伪造证件，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受雇佣方自行负责。这下老家人哑口无言。二强媳妇随即大骂道：江凡，你搞这合同阴我们！我。此时领班站了出来。什么叫阴你们？这份合同不是你们自己签的吗？二强媳妇见到领班直接不出声了，而其他老家人见二强两公婆都不说话，更是不敢吱声。行了，今天你们就先下班吧，再给你们放3天假，这3天就不用来上班了。表妹，那我们这罚款你们先自己交，之后的事情再说。我上千万开的这么大的一个店，你们怕什么？这句话是江凡打肿脸充胖子的无奈之举，他现在只想这群人赶紧消失在眼前。老家人吃了这定心丸便纷纷离开了餐厅，随后江凡把领班也打发走了。这时丈母娘终于从悲痛中走了出来。烦啊，要不然你还是把这罚款交了，把餐厅重新开起来。妈，你觉得这还有意义吗？我们餐厅都闻名全球了，就算重新开业，谁还会来？那你说怎么办？要我说，
就趁早脱手转让吧，起码还能收回一点钱做别的。就在这时，江灿回来了。姐，给我转5000块，我车贷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要不是银行给我打电话，我还真忘了，差点就逾期上征信。呀，灿啊，这可不得了，可不能让你的征信有污点啊！烦啊，快点转钱给你弟弟。事关宝贝儿子征信大事，丈母娘顿时急得团团转，连忙逼着江凡转钱。而今天这一大堆事情，处处都是钱，江凡已经心乱如麻，打算摊牌的他直接大喊道：“我现在全身上下还剩下不到7000块钱，你们还想从我这拿多少钱？就拿去吧！”丈母娘顿时晴天霹雳，烦啊！你说什么？一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还有好几集。女人将200万转给闺蜜，谁料却让老妈和弟弟发现，老妈气得直接给对方打了个电话：“臭子，我警告你，赶紧把那200万还给我们，要不然我现在就报警抓你！”此时弟弟江灿将姐姐江凡拦得死死的，于是江凡只好朝手机喊道：“陈琳，别理他们，他们疯了，你快挂电话！”然而电话那头的陈琳已经气炸了，她好歹也是网络上200万粉丝的知名主播，谁还没点脾气？所以陈琳压根没听江凡的劝告。阿姨，我尊重你是江凡的妈，我才叫你一声阿姨，要不然就凭你这老不死的乡下老太婆也配合我说话？你张口闭口叫谁臭？你给我说清楚！我当然是叫你，就是你，你要不是臭，为什么要帮着江凡偷我儿子的200万？老东西，你给我说清楚，谁偷了你儿子200万？你儿子那个只会吸他姐血的家里蹲废物，哪来的200万？我看他连2毛钱都没有。老东西，你给我听好了，那200万是江凡转给我，求我帮吴倩倩撤热搜的。你再在那里婊子长婊子短的胡说八道，要不然不用你报警，老子先报警送你进去。随后对方挂断了电话，妈妈和弟弟江灿听完瞬间呆住，原来这200万是给江凡女儿吴倩倩撤热搜花了，两人当场就暴怒起来，开始对江凡指责，情绪也是越来越激动，骂的也越来越脏。终于江凡受不了了，你们给我滚出去！不花这200万，难道我要让倩倩当中拉稀社死的视频在网上大肆传播吗？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和倩倩面前，我没有你们这母亲和弟弟，滚！江凡这一吼，妈妈和弟弟老实了，他们心知肚明，离了江凡，在这江城根本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于是江灿立即就站在了江凡这边。妈，你瞧瞧，你说的是人话吗？我支持我姐花这200万，我姐说的对，倩倩一个黄花大闺女，怎么能让她边走边窜稀的视频在网上大肆流传呢？拿200万撤热搜、撤视频，花得值。反应慢了一拍的老太婆时之间有些心疼茫然，但是很快她就反应过来了，心里不仅不怪儿子江灿忘恩负义，反而还觉得他有脑子，于是她也连忙加入。凡啊，你是知道的，我这个人就是刀子嘴豆腐心，我刚才说的其实都是气话，只要看到你和阿灿过得好，妈这一辈子就知足了。老妈立即装起慈祥，打起了感情牌。江凡欲言又止，看见老妈这副可怜巴巴的模样，他心里也有些软了。凡啊，咱们一家可要过得好好的啊，可不能让陈瑜那畜生看了笑话。老妈这句大招一放出来，江凡顿时咬牙切齿。妈，你放心吧，他也配，我们江家不管再怎样都会过得比他好。于是在我这个靶子下，江家3人又和好如初。姐，那你说现在怎么办啊？这餐厅到底还开不开了？不开了，转让了吧，还能少亏点。那工商那80万罚款怎么办？店我们都不开了，这罚款谁还交？姐，你觉得我们这店能转多少？大概800万是可以吧？胡说，至少转1500万。这店我们就是1000万入手的，转出去不得赚1半啊！咱们地段装修那么好，之前生意还那么火爆，他们不得都抢着来接手？老太婆理所当然的说道。而两姐弟听完竟然也觉得有道理，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那我们怎么找个大员、大老板接手这个店呢？我想找陈琳帮忙，毕竟陈琳认识的生意人多。姐，刚才妈都这么骂人家了，人家还愿意帮我们这个忙吗？我这还不是……老太婆欲言又止，一副后悔莫及的样子。哎，我看看能不能和他说一说好话吧。你们在一旁别出声。江凡交代完了以后，拿出手机拨给陈琳。琳琳，刚刚真是对不起，我妈她那个人就是这冲动的臭脾气，事情还没有搞清楚就乱骂人。江凡赶紧诚挚的道歉，见对方没出声，他便继续说了转让店铺，想让他帮忙找人接手的想法，态度卑微到江凡自己都快不认识自己了。就这样，终于让陈琳松了口。可接下来他却提出了一个离谱的条件，想要我帮忙也行，你必须让你妈亲自来求我，还要跪下来向我道歉，我要全程录视频，避免她以后翻脸不认人。陈琳咬牙提出了这个条件，看得出来他刚刚确实是被气得够呛。江凡没想到陈琳竟然会提出这样的要求，立即抬头望向了老妈。琳琳，我和我妈沟通一下，晚点再回复你。随后姐弟2人好一番劝，终于让老妈同意了。毕竟又没人脉和本事的她，除了答应之外也别无办法。哎，跪，我跪他就是了，让老人给自己下跪，这贱货迟早天打雷劈。接着3人来到陈琳家，老太婆扑通一下就跪在陈琳面前。陈琳见状冷笑一声，吩咐江灿道：“小弟，把你妈拍下来。”好的，姐。江灿二话不说，
开心心的就开始360度无死角的绕着老妈拍摄，甚至还出言调整老妈的跪姿。妈，你跪直一点，都不上镜了。这一刻，老太婆的心里比被逼下跪还屈辱还难受。江凡则是一言不发，在一旁冷眼旁观。这一幕真是哄堂大笑了。就这样，这个不可一世的老太婆终于被人质的服服帖帖。一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还有好几集。六旬老太下跪换来女儿闺蜜的原谅，随后闺蜜遵守承诺，给女人的店铺找来了一个买家。买家认真检查完店铺后开口道：“江老板，都是熟人介绍的，那我也不能让你吃亏，我出300万。”胡老板真心诚意的报上了自认为双赢的价格。什么300万？你在这里打发狗呢？知道我们这店装了多少万吗？丈母娘怒火中烧的骂道。胡老板被吓得一愣，接着江凡也不满的说道：“300万也太低了。”你们想要多少？此时胡老板的心里已经很不高兴，但他是真心实意想要盘下这店，所以还是压着怒火问道：“至少800万，毕竟我这店也是花了1000万才开起来的，前后才经营了1个多月，什么东西都是新的。”江凡说出了自己的心理价位，他倒也还记着闺蜜陈琳嘱咐过，千万不要狮子大开口，所以他直接报出了底价，以显示自己的诚意。而胡老板听到这个数字当场就懵了，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更劲爆的还在后头。谁说800万？至少得1500万。咱们这店的位置那么好，你不要有的是人抢着要。待会儿这小子求着还价，自己和女儿一唱一和，最多让他200-300万，最后以1200万以上的价格把店转出去，哈哈。然而下一秒，丈母娘傻眼了。对不起，打扰了，告辞。当胡老板意识到眼前这2个女人都不正常之后，直接转身就要撤。哎，胡老板，江凡顿时大吃一惊，自己明明这么有诚意，怎么对方站起来就要走啊？做生意不就是这样，你来我回的吗？自己明明报的是底价，并没有漫天要价，怎么他还先生气了？可现在江凡看见胡老板要走，心里确实是有点慌乱，而丈母娘直接喊道：“你不准走！什么意思啊你？故意折腾我们娘俩一上午，带着你又是看这儿又是看那，店里的电器每个角落都被你检查了一遍，还把我们的合同都看了一遍，现在把我们店的所有商业秘密搞到手，就想走是吧？你是不是一开始就没打算接手，就是冲着窃取我们店商业秘密来的？”丈母娘这气势汹汹的模样没把胡老板唬住，但是他这神一样的逻辑却把胡老板给震撼住了。那你想怎么样？哼，听说过喝茶费吗？胡老板顿时哑口无言。喝茶费的前提是双方已经达成了合作协议，在最后签订合同的时候，请对方爽快签字的好处费，这都没达成合作，哪来的喝茶费？丈母娘见胡老板不说话，更加得意自信。我们娘俩好心接待了你一个上午，又是给你端茶，又是给你送水，还带你把我们店里里外外都看了一个遍。现在你1分钱喝茶费都不给就走了，合适吗？这下胡老板顿时猜到了，肯定是这个老太婆从短视频里刷到过喝茶费，他自己都不清楚是什么，就捡了一个名字在这里乱用。行吧，你想要多少？胡老板自认倒霉，准备花个800、1000破财消灾。2万？什么2万？我看你真是脑子有问题。胡老板现在彻底愤怒，决定连这800、1000都不给，但他实在低估了丈母娘。救命啊！打人了！非礼啊！这个男人要强暴我们母女啊！胡老板一下子就慌了，毕竟当年追风小叶的教训历历在目，这种事情向来都是黄泥掉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尤其屋里就他一个男人和2个女人。大娘，我给还不行吗？你快点起来。这还差不多。随后丈母娘站起来，胡老板黑着脸从公文包里摸出2捆钞票，然后就火冒三丈的出了门。2人倒是得意洋洋，甚至想着多来几个买家发笔小财也不错。不一会，江凡的电话响了，正是闺蜜陈琳打来的。江凡，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好心好意给你们介绍转租人，你们就是这么坑我是吧？琳琳，这和我无关，都是我妈干的。江凡甩起锅来也毫无心理压力，毕竟敲诈胡老板的那2万块钱，他确实1分也没拿到。又是那该死的老太婆！好，以后你的事情千万别再来找我，我帮不了你。臭子，你要我下跪，我也下跪过了。现在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店还没有卖出去，你就想撂挑子走人是吧？老太太，我告诉你，天底下没这么好的事儿。江凡，我看咱们这闺蜜是彻底做不成了，我好心帮你，最后还反倒里外不是人，行吧？那就互删吧，以后咱们各自安好。而丈母娘听后更来气了，少在那里口口声声全都是帮我女儿，我就不信你没从中得到好处。上次那200万帮我外孙女撤热搜的，你收了多少好处？花了200万的证据给我，要不然我现在就报警告你电诈。这时陈琳突然挂断电话，紧接着江凡手机收到了一条转账和留言：撤热搜花了150万，剩下50万还你，我们从此两清。当江凡想发消息时，却发现对方已经把自己拉黑。你看看，妈说的没错吧？防火防盗防闺蜜，她至始至终就是在骗你的钱。江凡一时间呆若木鸡，没想到自己最信任的闺蜜竟也会坑自己的钱，而且还是50万。这下闺蜜是没了，但店还得继续出让。随后2人便找了专门的中介将店铺挂了上去。往后的几天，江凡算是彻底傻眼了。
来电询问的买家没有一个出价超过120万的，甚至还有一些听到江凡是个女的，压根不好好谈合作，就纯骚扰的。这可让母女二人愁坏了，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而就在这时，有位穿西装的年轻人找上了门。请问这里是要转让吗？你是？我姓王，单名一个海字，受人委托前来找江老板洽谈商铺转让事宜。一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还有10几集。原价1000万的旺铺餐厅，如今却以150万的低价转让，而买方更是小心的叫来公证人员认真登记餐厅物品。半小时后，厚厚一沓清单就整理出来了。没想到你们那么谨慎，连几双筷子、几个烟灰缸都全部登记了。一切按照流程来，免得以后有纠纷嘛。此时江凡心里有些不是滋味。30年风水轮流转，当初他给陈瑜列家产清单列得欢，现在也是轮到他了。随后两方来到工商所办理餐厅的变更程序，然而却被工作人员告知无法办理。为什么不能变更？江凡女士，您的餐厅还有一笔80万的工商处罚尚未缴纳，所以暂时无法进行任何主体的变更。什么？江凡被当头一棒。江女士，你只有清缴罚金之后，才能进行餐厅主体的变更。工作人员向江凡进一步说道。这下江凡傻眼了，原本以为餐厅自己不干了，那罚金就可以不用管，可是没想到竟然在过户的时候被卡住了，他不交都不行。本来这餐厅就只赚了150万，已经是血亏到了家了，现在还要交80万罚金，等于是只剩下70万了。事情怎么就突然急转直下到了这个地步？既然这样，那就等你这边处理完了，我再过来吧。王先生，请等等！江凡立即喊住了他，随后低声下气的哀求道：“王先生，你看能不能先把那150万转让费给我？我这边交了罚款，马上就可以过户。实在不行，先转80万给我交罚款也行。”江女士，很抱歉，我也是受人之托，先把钱给你，这并不符合程序。你这边什么时候处理好，你就什么时候联系我。王海铁面无情的说完就离开了，留下了江凡一个人在原地失魂落魄。突然，江凡想起了送给女儿120万的保时捷，用卖车的钱把80万的工商罚款给缴清，再把餐厅转出去，这样自己手上也还有200万现金。于是江凡立即赶回万象城地下车库，然而江凡只看见那个车位是空的，根本就没看见吴倩倩的保时捷。当时江凡就慌了，车钥匙只有自己和倩倩有，难不成这车被偷了？随即他就报了警。喂，110吗？我家车被偷了，在金湾万象城，你们快点来！很快警察就来到了现场，并且联系物业调取监控，可监控中清晰显示江灿大摇大摆地把保时捷开走了。江凡当时就傻眼了。这个人你认识吗？认识，他是我弟弟。江凡茫然地回答道。谢谢，这件事情我自己会处理，麻烦你们了。随后江凡送走警察之后，立马愤怒地拿出手机给江灿打去电话。你现在在哪？怎么了，姐？我问你在哪？我在家里啊，姐。你干嘛那么大的火姐？倩倩的车呢？啊，你发现了？我问你倩倩的车呢？她的车？你马上把她的车给我开到万象城来，我已经报警了，警察还在这里。姐，你怎么能报警啊？这多大的事啊！而且这也不是我的主意，是咱妈叫我干的啊！别废话，你马上给我过来！江凡啪地挂断了电话，气得全身发抖。接完这通电话之后，江灿愣在沙发上。妈，姐，我把吴倩倩的车马上开回万象城去。什么？他怎么发现倩倩的保时捷被你开走了？妈，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姐已经报警了，你知道吗？这回江灿又着急又委屈。什么？这点小事儿他竟然报警？不就是车被你这个亲弟弟开走了吗？至于吗他？我看你姐就是典型的窝里横。灿，你别管他，妈给你做主，我看他敢怎么着。丈母娘硬气的要给儿子撑腰，但她却见江灿没动静，便急忙催促道：灿啊，你快点准备准备，去把倩倩的车开来，我们一起过去啊。妈，倩倩的车我放在我一朋友那的，恐怕一时半会提不出来啊。江灿一脸悻悻的低声说道：为什么？因为我欠了他钱。丈母娘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多少？也不多，不算今天利息的话，就50万吧。那算上今天利息呢？丈母娘声音发抖的问道。大概52万吧。什么？一天2万利息？灿啊，你借的这是高利贷呀！丈母娘被当头一棒，整个人都要淹了。但随即她又开口道：灿，别怕，我和你一起回去。你姐真要报警抓你，先把我抓进去。那别耽搁时间了，我们快走吧。江灿要的就是这句话，立即就开心的起身准备出发。很快两人就来到了万象城停车场。江凡立即瞪着弟弟质问：倩倩的车呢？那车被我抵押借款了。江灿躲避着目光说道：什么？你把倩倩的车拿去抵押了？江凡大吃一惊，没想到江灿的速度比自己还快，心中当即就有一种不妙的预感。抵押了多少？50个。什么？倩倩那车可是120万落地的全新保时捷911啊，你就只抵押了50万？江凡瞬间气血就上涌，而江灿却一本正经的说道：姐，你别急啊，等过2天利息翻上去了就不亏了。江凡一时脑子没转过弯来，没明白江灿这话什么意思。丈母娘这时候挤上前来着急的说道：哎呀，凡啊，你就别问东问西的啦，
你身上不是还有50万现金吗？就是我帮你向陈林要回来的那50万，你赶紧先拿去给你弟弟把欠的钱还了，顺便把吴倩倩的车赎回来，要不然这一天2万利息的，拖的时间长了就难办了。江凡脑袋嗡了一下，现在他明白刚刚江灿那话是什么意思了。你竟然借了高利贷！这不是正规的贷款，不肯借给我吗？江灿一边狡辩一边急忙躲到丈母娘身后。凡啊，你弟弟年纪还小，偶尔犯点小错误，你不要老是揪着不放嘛。说，你把钱都拿去干什么了？从你开走倩倩的车到现在，一共也就几10个小时，你到底都把钱花在哪了？江灿，你是不是吸了？江灿顿时一愣，内心百口莫辩。可还没等他先自辩，丈母娘就先激动上了。灿啊，你不会真的吸了吧？丈母娘说着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仿佛已经坐实了一样。妈，我没有，那50万是都被我拿去赌了。江凡晴天霹雳，而丈母娘却长松了一口气。谢天谢地，幸亏不是毒，至少这个不伤身体。江凡听到更是气得直抽抽。以后再给你2钱，我就是狗。一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还有10几集。